这个虾仁有多牛？开局觉醒100%被空手接白刃系统，仅靠一把桃木剑，凭借绝技一变仙人棍，轻松解决了追杀女子的2颗杀手，并抱得美人归。不一样的江湖第1集，雪夜赏雪，食肉喝茶，真是享受呀！可惜穿越过来这么多年，就只有个狗系统，每1年才能签到1次，每次签到就送一些稀奇古怪的技能和物品，也没提供过什么修炼的功法之类，完全没啥用，搞得小爷我一事无成，穿越这么久都还是孤独一个人，要是能有个姑娘陪我就好了。少年推轮椅过去，将落下的人影翻过身来，一张令人惊艳的面容映入眼帘。这贼老天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了？想什么来什么，那我要长生不老，天下无敌，心想事成。手中明晃晃的刀，这2人可不是什么小毛贼。一个瘸子对我们没有威胁，不过今晚的事可不能让一些闲杂人等知道。果然世界上就没有掉林妹妹这种好事。少年将挂在轮椅旁边的一个用来驱邪的小桃木剑拿在了手上，拿出桃木剑，还妄想负隅顽抗，等会下手快一点，让你尽量没有痛苦的死去。你在干什么？黑衣人伸出手推了前面的人一把，对方保持双手合十的姿势，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少年再一次举起桃木剑挥出，长刀掉落，黑衣人双手合十，双膝跪倒在地。少年伸出了左手，左手宛若活物一般，变化成一张血盆大口，一口就将面前的2个黑衣人吞下，一股能量反馈在少年身上，少年感觉到筋骨一阵舒爽。少年将女子送进了房间，然后又拿来了一个葫芦，打开葫芦，一股酸爽的味道弥漫在整个房间，那味道就像是将酸菜泡在粪坑里发酵一样。少年赶忙塞进了女子的嘴里，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赵玄洛睁开双眼，发现身处在一处陌生的环境。这是哪儿？我中的毒好像解了。在外面的院子当中传来了一阵呼声，赵玄洛拖着身子来到门外，在院子当中有一个坐着轮椅的少年，手里拿着一根桃木剑，不断对着空气挥剑，速度很快。这是在练剑，身上没有任何元气波动，剑也只是普通的桃木剑，连击都杀不死。醒了。我叫赵玄洛。虾仁，救我会给你造成麻烦。我知道，我也是有所求。救你不仅仅是因为本公子善良，本公子也不要你以身相许，只要你传我些牛逼的功法就行。切，把手伸出来。怎么了？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说坏的。凡要修行之人，都需要靠8脉运转元气，但你的8脉有7脉堵塞，只有1脉开通，以后的修行会极为困难。哪好消息呢？好消息就是你自身气血极为浑厚，可以通过走武夫的路线，以气血开脉。只不过你双腿残疾，这条路也不好走。原来你不是残疾，只是觉得坐着舒服，不想站起来而已。我感觉你不适合修行，资质再差，总归是有办法的。我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的意思是，就你这么懒，不适合修行。你听我解释，以前不是没机会吗？现在有机会了，我一定会很勤奋的。要不是面前这个人救了自己一命，真想一剑把他捅死。修行路上总共有4条路可以走：武夫、剑客、术师、古者。修行路径的境界统分为9道一界，9为开始，1为顶。赵玄洛为虾仁一介绍。我要当剑客，御剑飞行多帅啊！要不是气血浑厚，就这资质，武夫这条路都不一定走得通，更何况剑客。算了，我也懒得管他。对了，我身上的毒是你解的？是啊。用什么解的？赵玄洛昨天晚上中的毒，一看就不是什么简单货色。暂且先不要透露了自己太多东西，免得招人惦记。我家祖传的9转还魂丹，就这么一颗，就用来救你了。你可得传我点好剑法。切，对了，如果你打算开始修行的话，你要准备很多药材，用来调理身体。都要些什么药材？你和剑法一起写下来吧。50年的野山参，30年以上的灵芝，60年以上的何首乌，半年以下的柚花灵露血，10年的黑夜蛇皮，你这是要我的命啊！吵什么吵？你本身资质就差，而且错过了修炼的黄金年纪，想要踏入修行，这些药材你都得准备。每天练完后就要用这些药材泡澡，一份药材的话只够1个月。按照你的天赋，努力的话，应该能在10年之内跨入9界。这个时间会不会太长了呀？就这些药材，我现在倾家荡产，估计也就只能
能买上1两株。好了，剑法和药方我已经给你了，也算是我报着你的救命之恩。以后就按照我上面所写的练，就算会耗费很多时间，也终究能踏上修行的这条路。赵玄洛说完这句话后，站起身来就要离开。你伤还没好，这就要走了吗？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昨天晚上追杀我的人没能找到你这里，但是迟早他们会找上门来的。我在这里多待1分1秒，对你来说都是致命的。你可以再待一段时间，昨天追杀你的人已经被我杀了。就你不信？虾仁打开柜子，取出长刀，把长刀扔在了地上。这个虾仁有多强？开局觉醒系统，先是用炸弹炸死一堆杀手，然后小手一挥，直接让神医对地不起，并获得宝物青灵剑。不一样的江湖第2集。接上集，赵玄洛被追杀后被虾仁所救。赵玄洛看着放在墙边的2把刀，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普通人是怎么杀掉2个武夫的？他该不会是什么隐士高人吧？而虾仁坐轮椅出来买药材，推着轮椅来到了一个门户大开的小院。院子里面有一个老头躺在了躺椅上，手上拿着一本书。老李头，怎么客人来了你都不招待一下，还在这儿躺着？别人来我这儿，我指定以礼相待。你来我这儿，我没把你轰出去都算好的了。当初这个混蛋小子的腿断了，还是我接的，结果这家伙因为懒，坐上轮椅后就不想走路了，腿好了之后也天天坐在轮椅上。街坊邻里一直怀疑我没给接好，找这小子澄清一下。这混账小子坐在轮椅上，挨个跟人说他腿好了。我是来买药的。没有，我这里的药都是滥竽充数的，你去别家。我也想去别家呀，问题是别家卖的贵，就你这便宜。你个混账东西！李神医医书上说了，发怒伤脾、伤肝、伤肾、伤心，你要多笑笑，多开心一点。你要不来，我一整天都会很开心。说吧，要什么东西？要点金疮药，然后就是这个药方上面的东西。虾仁把药方递了过去。你来我这里抢劫啊？你知道这药方是做什么用的？当然知道。给你开个新药方，之前那个你就别用了，虽然效果是很好，但是看你小子也没几个钱，以后就用我这个药方，对你来说够用了，而且价格也不贵。不过你真的确定了吗？有些事情可不是你光凭努力就行的，虽然你有些小聪明，但这个真的很需要天赋。要知道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还不是因为我懒。在回去的路上，虾仁发现金刀帮发布了赵玄洛的悬赏令，不管死的活的都给1000两。这是金疮药。对了，你是干什么的？杀手，不然我也不会被人追杀了。难怪，看来我们得准备开溜了。城中最大的帮派金刀帮再派人找你，甚至给出了1000两的赏金，不论死活。什么？我都没接过针对这个帮派的单子，也没有和他们结过任何仇怨。那就有意思了。夜晚，人烟稀少的老关街来了一大群人，所有人都围着一个孤零零的院子。武堂主，就是这里了。然后武就带人强进入院中，才走没几步，咔嚓一声，有一人像是踩到了什么，木桩飞过来，有3人被数根木矛给钉死在了墙上。师仙，话音未落，消食白糖加木炭，火树银花大1万。这是个什么样的隐士高人？这确定用得着习武？你该不会是什么活了上百年的老妖怪术师，来逗我玩的吧？没有，就是用了点普通人的小手段而已。普通人小手段，普通人都这样，我现在回去当普通人还来得及吗？开门啊，李神医，我知道你在里面，开门。吵什么吵？又是李神医，没事老李头这么急，你是有老婆要生孩子吗？老李头打开房门，入眼帘的就是虾仁的那一张帅脸。你还真把人家姑娘肚子搞大了，这是你不该找我，你去找王婆。虾仁把来龙去脉解释了一下。我这里还有一间厢房，你们去那里睡吧。臭小子知道是哪一间？就一间，要不我跟你挤挤？挤你个蛋！放的这么好的一个大姑娘，你跟我挤？你小子是有龙阳之好吗？你瞎说什么？她是病人，还受着伤呢。那你轻点不就行了？老李头说完后就要回主房睡觉了，不过在进屋之前又扭头说道：如果你们还不想这么早要孩子的话，在厢房的药柜顶上有个蓝色的瓶子，女子吃的，旁边还有一个红色的瓶子，你要是想玩有意思的，也可以来上2颗，男女都可吃的。这老头年纪大了，脑子不太好使。赵玄洛只是点头嗯了一下。金刀帮堂口，一股压抑到极致的沉闷在整个大厅内蔓延。洛封闭着的双眼，那一声巨响，他听到了。什么人干的？我看到人刚进去就中了陷阱，然后就突然冒出了火，来得太快了，根本没有给我们反应的时间。给北蛮那边通信吧。
再犹豫下去，一旦那封信走漏出去，我们死无全尸。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那个女的很有可能没死，那个木匠或者说那木匠背后有人在罩着，只能让这一城的人跟着一起陪葬了。又过了几日，虾人停下了每日的挥剑练习，100%被空手接白刃等级2，可对前方所有被选中的人发动此技能。怎么今天早上不练剑了？我现在神功大成，可以说天下无敌。我若出剑，接剑之人必定跪下。这小子大清早起来就开始抽风，这才修行多久就敢如此猖狂？看来得给这小子一点打击，免得以后出去行走江湖，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不是吗？老李头拿出了一把长剑，直接甩给了虾人。来，给你个机会。你确定？你一大把年纪就算了吧，我怕把你关节炎，跪出来。让你出剑你就出剑，今天一定要让这小子见识一下现实的残酷，随便比划2下子就真当自己天下无敌。赵玄洛一离开房间就看到这么一幕，老李头双手合十跪在了虾人面前。这是你们这的习俗吗？过年都是长辈给小辈下跪行礼。老李头立马起身冲进房内，关上了门。他怎么了？我没给他红包，生闷气了。喂，别拦着老子！青鳞剑。怎么，你认识这把剑？当然认识，天下名剑百榜第65位青鳞剑，传说中是用蛟龙全身最硬的36枚鳞片打造而成，剑身会发出青色的光芒，杀人剑身不沾血。这等名剑你从哪里来的？老李头的。这个虾人有多怪？开局觉醒系统，仅靠一根绣花针，居然能让男人变成女人，还扬言要让他们怀孕，直接吓得他们瑟瑟发抖。不一样的江湖第3集。接上集，虾人和赵玄洛来到了老李头家入夜，把自己关在房间一整天的老李头还是出了门。今天晚上过年，为了不搞些不痛快的事情了，大家都对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绝口不提。签到时间已到，宿主是否现在签到？签到。恭喜宿主签到成功，100%百米无伤命中，在方圆100米范围内扔出的任何物品都会命中敌人，但不会造成任何伤害。果然，这破系统就很难给些牛掰的技能，无伤命中。难道打架的时候丢粪直接给人造成精神攻击吗？100%无伤命中。之前还签到过几样东西，该怎么说呢？有一些特殊效果，但是严格来说并不算给人造成伤害。这样一搭配的话，这就是神技呀！一顿酒足饭饱后，几人都回房睡去，虾人则偷偷来到老李头养的鸡舍这里，看着圈养起来的10几只鸡，果然变成一只母鸡，这阴阳针可逆转阴阳30天。接下来试试第2种。小公鸡啊，小公鸡，知道你的爱妃们生孩子是多么的辛苦吗？今天让我给你来上一针，让你体会到他们的辛劳。怀孕吧，公鸡！而此时躲在墙后的赵玄洛一脸惊恐地捂住自己的嘴巴，抱着一只鸡还要让她怀孕，难怪见到我这么一个美人都坐怀不乱，甚至在一个房间里都能很好的把持住自己。我还以为她有君子之风，现在才明白，原来她是对这个世界太可怕了，不敢在这继续待下去了。怀孕针，一位伟大的医者为了让雄性也能体会到生孩子的感觉，用半生时间研究而成，周期30天。要不要为了准确性找个人来试试？要不去拿老李头试试？在睡梦中的老李头突然惊醒，不知怎地感觉到一阵恶寒。难道是臭小子？该不会还想拿我练剑吧？感觉还是算了吧，就不迫害老李头了。毕竟人家还收留了自己，这样太不讲道义了。看有没有机会在外面再去找个流氓试试。续北城外，骆帮主和4位堂主站成了一排。那封信现在在哪？在一个女杀手和一个叫虾人的木匠手中，他们俩并没有出城，还在城中。既然如此，就给你们一个痛快吧。可惜了，到时候不知道会有多少尸体。第2日清晨，你不是已经见到大成了吗？怎么还在练？我想再精进精进。你这个剑要怎么练？一直挥剑就成。没什么窍门吗？你看我练这么久，有发现什么窍门吗？要不这样，你给我透露一点点窍门，我给你1颗丹药，可以让你快速突破到9阶。该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比如说影响我的根基之类的？就你这天赋，还有根基？开个玩笑，你看你还动怒了。你放心，我这丹药没有副作用，还能起到固本培元、通脉、提高资质的作用。你跟街边摆摊卖大力丸的是一个话术，实在没有太多可信度。要不这样，你把青鳞剑给我，我就告诉你。咋不让我给你暖床呢？能不能好好说话？人家妹子都以为我是变态啊！你小子上来就要青鳞剑，你咋不上天呢？青鳞剑借我玩一段时间，那个药我在吃了之后试试效果，我再告诉你诀窍。行。
玄洛，你伤好的如何了？差不多了。战斗力会有影响吗？不会。既然如此，那我们去金刀帮拜年吧。金刀帮的堂口，一男一女将10多个人包围了，周边横七竖八躺着多位女子的尸体。那女的宛若一个杀神，拿着一把剑进来，宛如砍瓜切菜一般，没人能挡。而那个男的，那就是个恶鬼、妖人、妖怪，一进来就到处弹针，凡是被他针扎中的兄弟，全都变成了女人。这特妈哪是人啊？我问你答，要是有人答不上来，我会让他体验一下做母亲的感觉。我的意思不是让你们变成女人，然后让你们怀孕，而是直接让你们是男人的时候就怀孕。大哥，你有什么话就问我们，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们老大去哪了？昨天帮主和4位堂主就离开了去北城，至于去哪，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追杀我？没有人知道吗？既然没人知道，除了刚才那一个回答了问题的，其他人来尝尝怀孕的感觉吧。而这时有一人小心翼翼地举起了手，宛若众人心目中的救世主。我在之前服侍堂主们的时候，曾无意中听到他提起过，之前帮内进了个贼人，偷走的一封信，后来那人好像被您所杀，但那封信却不知所踪，所以他们认为是被您拿走了。难怪这小子在帮内地位提升的那么快，居然是用这种方法上位。信，我之前是杀过一个小偷，不过杀了那个家伙后，把对方身上的东西给席卷一空，除了那些值钱的东西留下外，其他东西全给烧了呀。除了我射中那人，其他人全杀了吧。过后，老李头见出去拜年的2人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男人。这人哪来的？从金刀帮抓的俘虏。老李头又看向了旁边这个男子，诡异的面相让他始终摸不着头脑。于是他抓住对方的手，开始把脉。不应该呀，男人怎么会有这个脉象？你没错，这就是喜脉。你咋知道？我让她怀孕的，我能不知道？世风日下，世风日下啊！我怀孕了，原来在我的肚子里有她的骨肉，难怪不杀我，感谢孩子。既然怀上了，那就杀了吧！畜生呐，畜生呐，他肚子里可还有你的骨肉啊！虎毒都不食子，你居然要杀害他们娘俩，你个负心人！艺术针可以让生物永远定格那一刻的美丽。这个虾人有多惨，开局穿越到一个被遗弃的孩子身上，被木匠捡到并抚养长大。如今北蛮10万大军攻来，为首养父故土，他毅然前往了战场。不一样的江湖第4集。要看，一定要看！城门校尉、城市管理官都被召集到此。不知城守大人这么着急叫我们前来是有何事？北蛮10万大军打过来了，镇北城已经被攻破了。城守大人真会开玩笑，北蛮什么时候在冬季跟我们打过？我没有开玩笑，今天中午我亲自接见了那一名从镇北关逃回来的士兵，那是镇北关守城将军王永军的亲兵。守城士兵就几千人，我们肯定守不住的。要不保留实力，带领士兵往后退，退到后面的城池，结合力量一起阻挡。那这一城的百姓怎么办？可我们留下也保不了据北城的百姓，只会随着他们一起死亡。还不如我们先走。我意已决，人在常在，你们要走，我也绝对不会阻拦。于是乎，孙平带领一众守城将领开始准备防御工事，严阵以待。而以张宣清为首的官员开始收拾好东西，骑上马车就着急忙慌出了城。将军真的不阻拦吗？阻拦什么？我们既然决定留下来背水一战，像这种家伙就随他去，我们也好省心，免得他们在背后捣乱。对了，那20多个传令兵放出去了吗？回禀大人，已经放出去了。不求20多个人都能到，只要有1人把消息传出去就行了，这样朝廷也能赶紧派兵，就是苦了愿意留下来的这些百姓了。你确定这玩意儿能让我成功突破到9界？这老李头不是什么正经人，鬼知道会不会和一些特殊的情趣小药丸拿错了。放心，没问题。这药丸名叫破戒丹，1人一生只能服用1颗，而且只对下3阶的修行者有效。不过效果很显著，还没有任何副作用。唯一的缺点就是这种丹药不好炼制，而且造价昂贵，所以数量特别稀少。要不是你小子侥幸遇到了我，这辈子都不一定能碰到1枚。吃完之后，你再尝试调动你体内的气血。怎么调动气血？等你吃了，你就能感受到了。怎么没有感觉呀？你这什么破药？你要什么感觉？药力要在半个时辰之后才会开始起作用。我还奇了个怪了，你把药一吞下去，就坐在这把眼睛闭上。我还说这药怎么这么快就起作用了？那你不早说。半个时辰后，杀猪般的惨叫从房间内传来，虾人感觉自己的骨骼被人敲碎，痛觉神经被人用针在一根一根的挑。老李头，
你的，这就是你说的没副作用，怎么会这么痛？哎呀，男人嘛，总会有这么一次，忍忍就过去了啊！这么个大小伙子，你连这点痛都忍不了，忍完之后，你就能体会到那种实力提升的爽感。我忍你。这家伙有可能突破到8阶，这气血之力相当于7阶武夫，再加上破戒丹残留的药力的话，应该可以突破到8阶。那丹药是你改良过的吗？没，他的气血之力是在增长的。小姑娘要学会习惯呀，这家伙不能把他当成正常人。的确，谁家正常人用针扎人就能改变别人性别，让人怀孕的？哈哈哈！老子连破2阶，老子就是顶呱呱，老子是天才。这要是换一个人，就那气血，再加上破戒丹，连破3阶也不是没有可能。你们就不惊讶吗？呵呵，你好厉害哟，你好棒！告诉你个事，北蛮那边打过来了，据说是有10万大军，距北城肯定守不住，准备逃吧。怎么回事？这消息可靠吗？具体情况不清楚，只知道镇北关已经被攻破，很快那10万大军就会打到这里来，要早做准备。不过你们俩不用太担心，老头子我还是有点本事的，但你们俩逃出去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老李头，你能对抗10万大军吗？啥？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些什么话？虽然我承认自己有点实力，在江湖上算是一个高手，可那是10万大军，不是10万只鸡。我还以为你是什么隐于凡尘的绝世强者。你要明白，军中士兵大多练武，而且10万大军出行，随行人员必有高阶的修行者，防止有人趁军队歇息时袭杀高级将领，说不定高级将领就是那个高阶的修行者。而且10万大军所劫军阵也很是不凡，可以说除了1阶的修行者外，很难有谁能够正面抵抗。老李头能够带我们逃离已经很不错了。这姑娘学坏了呀，以前都是叫李神医的，现在开始叫老李头了，真就伤好了，直接砸锅了是吧？这样吗？别在这唉声叹气了，赶紧收拾东西，我今晚就带你们出城。都收拾好了，那就走吧，愣着干嘛呢？你们先走吧。快走呀！你想干嘛？我刚才与你解释过了，10万大军那不是单个人的力量就可以阻止的，你留在这里只是送死。老李头，我爹还在这里，我想让他老人家过得安静一点。小子，你可想清楚了，你那些古怪的能力对付个人或许会起到很好的效果，但面对10万大军，你会被汹涌的人流踩成肉泥的。你放心，我就试试，不成功的话，我有办法跑的。青鳞剑你就留着，你小子要是能活着回来的话，还黄斗还剑；要是不能活着回来，剑在谁手上，我杀谁。好，这是疗伤药，希望你用不上。我也在黄都等你。在一座山巅上，有着一座坟，在光滑的墓碑上写着夏木头之墓。老爹，这次看看你之后，估计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来了。如果真的有下辈子的话，你就投胎去我那个世界，一定有下辈子的。毕竟我都有，在我那个世界，怎么着也比现在这个世界好混。不说如何的大富大贵，但餐餐有鱼有肉，一般情况下是能做到的。再加上你老人家也特别勤快，随便找点事做，小日子应该也能过得不错。儿子现在也有想做的事情需要去做。老爹，再见了。这个虾仁有多帅？面对北蛮10万大军，他小手一挥，直接让10万大军跪地不起，还让主帅磕头求饶。不一样的江湖第5集。松手，是我呀。北蛮人说了，只要你投降，你就还是这里的城守，而且还会给你很多的珠宝和美女。孙城守总共就几千人士兵，你是守不住的。我跟你说过，他们是不会投降的，这种战术对他们是不会有效果的。这里的将领和士兵，还有百姓，大多都是宁死不降。对于这些人最高的敬意，就是将他们屠杀殆尽。是我想的太简单了。运气真好，才出关就遇见10万大军给我施剑。随着这道人影的出现，一股恐怖的气势宣泄而出。突然，从10万大军中冲出一道人影，直袭天空中的神秘气场。这可是用1名3阶剑客的尸体炼制而成，为了让这具尸体能够达到他生前应有的战力，不知耗费了我多少天才地宝，可却连对方的衣角都破不开，这是何等强者！哈，就这，老者不信邪，再次掏出尸体中的这个神秘枪。那可是大技师炼制的金尸，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实力极其强悍，仅在一个照面的功夫就没了。这位高手不知为何要来阻挡我等。我从一开始就说过，我要拿你这10万大军练剑。我承认阁下的实力很强，但若想以1人之力对抗10万大军，阁下未免太狂妄了吧？狂妄？
哄我是要有本钱的，而我正好有。我于10岁开始练剑，所用之剑皆为神兵利器，位于同界无敌。20岁时，我领悟剑道最强奥义，我即是剑，剑即是我，人剑合一。从这以后，我不再使用神兵利器，而使用木剑。40岁以后，我于天下无敌。从此以后，我隐匿于凡尘，一心修炼数百载，悟得新的剑法，一剑仙人对。此剑一出，凡人要跪，帝皇要跪，仙人也得跪。若你这10万大军能有1人接我一剑而不跪，我可为你北蛮效命10年。如若不能，你这个主帅给我跪地磕3个响头，大军就此退去。好，本帅再次领略阁下的剑招。天底下唯有一介强者有能抵挡10万大军的传说，但那只是传说，没有人真正见证过，也没有谁敢说一介的强者一剑就能让10万大军跪下，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最开始这位神秘强者说一剑就会让我跪下时，我以为对方会使用剑势压人，可是没有任何压势，我的身体在对方挥剑的一瞬间脱离了掌控，在那一瞬间，无论我怎样挣扎，怎样反抗，我都无法夺回身体的控制权。这是什么剑法？居然可以让我一个2阶强者的身体脱离掌控？倘若对方这一剑不是让自己跪下，而是让我自杀，我能挡住吗？对方能一剑让我10万大军跪，能不能一剑让我们10万大军死呢？一旦这10万大军没了，那我北蛮自明就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该履行承诺了。撤军。还好登场时就把夕阳下无敌防御5分钟这个技能开了，出场就直接有人搞刺杀，我根本来不及反应，要不是技能开着，我当时就得死。再见了，巨北城江湖，我来了。对了，大周皇都在哪个方向来着？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顺便看能不能找个人指路或者买份地图什么的。赵全洛曾经对我说过，行走江湖要是缺钱花的话，有几个方法，其中一个就是去寻找整个大洲最大的杀手组织吴越阁，江湖人士可以去吴越阁接悬赏，赚取赏金。要买什么东西自己选，价格都标记好的。我要一份大洲的地图，就在货架上，自己拿20文钱，再接一份悬赏。哪一行的什么境界？5夫8戒。这个年纪，这个境界，如果是自己摸索修炼的话，那真是天才呀！如果是有师门，那来头怕是不简单。有3个入门任务，任务1，有一个估计是在8阶或9阶的古者，是一个采花贼，赏金150两。任务2，暗杀清水镇的县令200两。任务3，在这一带的山林中有一头怪物叫巨妇，向后施暴，杀死了很多上山砍柴采药的居民200两。这3个是入门任务，都可以去试着完成，只要完成一个，你就是吴越阁的外围杀手。到那时期会有更多的任务供你选择。如何提供证明？把他们的头带到吴越阁的任何一处站点就行。明白了。这个虾仁有多酷？和小弟齐心合力，解决吃人妖怪和采花大佬，直接一口气拿2个悬赏，赚得盆满钵满。不一样的江湖第6集。后面的路程就尽量少飞，巨北城踩着神秘的坐骑高手，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声名远扬。要是还频繁飞行，很容易露马甲。100%被空手接白刃，等级2，经验值99999-30，争取把这个技能刷满。当这个技能刷满后，对于那些非人形的生物，这一招将成为必杀。双手无法合十的怪物不配与我为敌，想想都帅。果然还是飞得快，走了1天了，也没走到下一个镇子，就在这破庙将就一晚吧。没过多久，就有脚步声传来，一个身高1.9米，像熊一样魁梧的汉子走了进来。1、2、3木头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看不见你。从一开始就看见你了，那么此技能无效。咦，咋光有个火堆，没有人？在找我吗？你这人咋这样？咋突然跳出来吓人呢？没有啊，我一直就站在这里。那可能是我看漏了。从一进这庙开始，我就看了所有的地方，要么是这人会隐身，站在那里我都看不到；要么就是此人功力深厚，趁我不注意间偷偷来到了我的身旁。至于隐身，画本中那些采花贼才会有的能力，现实中咋可能？所以只能是第2种。此人功力在我之上。宰相王富贵，敢问阁下名讳？你怎么敢的？
荒郊野岭一破庙，你知我是人是鬼，是魔是妖？记得在传说中有一巫术，取一人头发，在一木偶上写下他的名讳，就可以做到隔空取人性命。阁下说笑了。那些被神鬼巫术害死的人，往往都以为这只是一个笑话。一对男女走了进来，男的长得还算俊俏，就是眼袋和黑眼圈有点重，看起来有点虚。憨的精壮，落得虚死。实锤了，这王富贵绝对还是个主，还是那种没有摆弄过主管的，有的时候汉的也虚呀。谁给我喂死了吗？咋这么臭？被艺术针扎中的生物都会变得坚硬无比，我以前拿斧子砍都砍不坏，就这样的坚硬程度可见一斑。我问你答，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在为谁做事吗？我不知道，但你好像忘了一个事，这里荒郊野外，我把你的尸体处理干净，无论你后面的来头都再大，又有谁会知道是我干的呢？为什么对我们动手？我想要用你旁边的人炼尸，举父想要吃你。对了，你刚刚说你背后的来头是谁？清水镇的县令。他一个县令是有点权力，但是你觉得这点权力对武林人士有效？欺负普通人倒是可以，招惹武林人士，冲冠一怒就把这个县令给宰了。清水镇的县令叫张成才，三剑派的县印掌门是他二爷。是一个6阶的剑客，这可是中3阶的强者，门派里更是有着近10几位8、9阶的修行者。即便清水镇的县令做了很多天怒人怨的事儿，也很少有武林人士会去找他的麻烦，也有一些不知情的修行者想要行侠仗义，但最后下场都很凄惨。那举父又是怎么回事？那是县令大人养的宠物，有的时候可以用来申请悬赏的公费，也可以合理的用来干掉一些人。背后都有这么一个靠山了，还需要养这么个宠物来帮忙干掉一些人。三剑派是名门正派，要出手咋着也得搞个名头，有些小事不方便出手。我现在很好奇，靠山有了，下黑手的人也有了，你的作用是什么呢？县令喜好人妻，你就是那个采花贼。既然这样，别，我有很多钱，只要你放我一马，我都可以给你。都这样了，还这么有求生意志。既然这样，你说吧，我答应放你一马。这些钱我没带在身上，得我带你去，还得带上你。鬼知道会不会布置什么陷阱，引我上钩？为了你口中不知道真假的大量钱财，赌我自己的命不合适，还是杀了吧。我可以告诉你地点在哪里，但你得发誓不杀我。好，我发誓，若是我杀你，从今往后武道断绝。那一批钱财就藏在清水镇黄土街有着2棵柳树的房子床下的暗格里。富贵为民除害的时候到了。说好了，不杀我的。我发誓与王富贵有什么关系？王富贵，你出来行走江湖，想做些什么？我是出来招收弟子。啊，你们门派这么缺人吗？我们门派叫大力神拳帮，不知道为什么别的门派那么好招人，我出去招人，他们就说我是骗子。那你接下来要去哪？没想好。要不这样，跟我去清水镇，正好我把这2个家伙的人头拿去换赏金。那行，我跟你去。对了，大哥，你叫什么名字？家人，还有我没有你大。你实力比我强，我想叫你前辈，你又太年轻了，所以我改叫你大哥。随便你吧。这个虾仁有多牛，不仅解决了祸害妇女的邪恶门派，还顺带解决了鱼肉百姓的大贪官，直接叫人拍手称快。不一样的江湖第7集。三剑派在一个房间里传来阵阵凄厉的惨叫声。呸！是什么名门正派？心比我还黑。少说2句，他们听力好的出奇。当初从巨北城离开，听说清水镇附近有个三剑派，就跑过来拜师学艺，拿出一笔钱贿赂了招收弟子的人，结果却成为了什么外门弟子。结果天天干各样的脏活累活。前几天2人还搬走了一具女尸，那女尸的凄惨模样，现在想想都吃不下饭。虎哥，要不我们溜吧？这里简直就是个魔窟呀！这次要从长计议，在这片地界，官员都跟三剑派有勾结，我们逃跑的话，那就叫背叛师门，肯定不能像巨北城那样收拾东西就跑，不然很可能会被抓回来。
虾哥，当初我们可没泄密，你家里藏有杀手。就是，可跟我们没关系。我知道你们没泄密，不然你们也不可能在这站着。不过没想到你们居然加入了这个门派。我们才入派几天，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资格参与，一天就是在这个帮派里面打扫卫生、刷马桶什么的。就是虾哥，我跟你说，这个帮派里面就没好人。虾哥，我才来这里几天，对这里也还算熟悉。你要收拾他们的话，我带路。来到了刚才的房子前，房间里有着10几个女子，被关在了铁笼当中，大多双眼无神，面目呆滞，宛若灵魂被人抽走了一般。你们所遭受的屈辱，我会让他挨个来一遍的。一个练武回来的弟子进入自己的房间，就看见一个陌生女子在自己的床上。挺懂事的呀，有新货这么快就给我送来了。这种惩罚方式简直闻所未闻，说书的都不敢这么说，用看成神仙手段的方式将这些人性别都变了。从今开始，我就是正义最坚实的守护者。我觉得差不多了，该去处理一下接下来的事情了。别这个时候来发我问。润不润？我可给你安排了3个。那3个女子是你安排的？对呀。你下毒了？我没那么下作，没给你下毒。那阁下是什么意思？就不觉得他们有些眼熟吗？你绑了我弟子家的女眷，够狠毒的呀！但这招对我没用，他们可不敢因为几个女人就反抗我。你想象力很丰富，但还是差了点。还有，不要再想着与我交谈拖延时间了，你的那些弟子都来不了了。你把他们都怎么了？等下你就知道了。你找死！这是什么剑法？仙人跪。最后再告诉你一件事吧，你房里那3个女人就是你的好徒弟们。夜晚，张成才惊醒，他做噩梦了。他梦到那些无数被他害死人的亡魂来找他报仇，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这时他发现，在桌边坐着个人，而且桌子上放着3颗大好的头颅：采花贼、举父以及张湛。我是朝廷命官，你不能杀我，不然你就是与整个大周朝廷作对。提着4颗头颅，虾人找到了清水镇的吴越阁分站。采花贼、举父、张成才、张湛，厉害呀！8届的武夫居然弄死了6届的剑客，你这小辈倒还有些手段。张湛这个头能换钱吗？能换，12000白银呢。这个悬赏挂了许久，没想到被你完成了。从3剑派搜刮了很多财物，虽然说很多都分给那些妇女了，但还是给自己留下了不少。再加上领取的悬赏，前2颗头颅给王富贵分一半，后面的就全是自己的收入了。一处客栈内，王富贵等人在这里等着虾人回来。王哥，你也是修行中人嘛？是。那你们门派还招人吗？正好2个人带回去就能交差了。虽然说年纪大了点，但师傅也没做这方面要求。当年手不知2位可否愿意来我门派？加入你们门派，我们能做内门弟子吗？什么内门弟子？门派弟子不分内门和外门吗？我们门派不分这个。那我们是一加入门派就能学武吗？肯定的呀！我跟你们说，只要你们加入门派，由我们师傅带领你们举行拜师仪式，亲自传授你们武功。师兄，带我们回宗门吧。不着急，不着急，跟我回宗门再说。你们这是桃园结义？我与这2位兄弟一见如故，他们想要加入我派。这正好了，这2人想修行，王富贵在招收弟子，绝配。大周皇都早朝上，一封加急的密报传来。大周皇帝李建武看着密报上的内容，神情几度变幻。年夜当晚，北蛮10万大军破了咱的镇北关。10万大军，为什么会是10万大军？我的确给北蛮透露过很多消息，但我的目的只为了让北疆燃起战火，让二哥调离京城。父皇，我即刻带兵前去阻挡。不用了。为何？有一位神秘强者，仅凭一剑逼得10万大军退却。速剑，接下来有2件事要安排。第一件事，派兵抢回被北蛮占领的城池。第2件事，给那位神秘的强者进行封赏。而这一次，早朝也在这2件事讨论中结束。
这个宗门有多怪，名叫合欢宗，宗门弟子却全是肌肉猛男，而这一切居然起源于虾仁。不一样的江湖第8集。半山腰上有几家屋舍，在屋舍前方有一块被悬挂在2棵树之间的牌子，上面写有大力神拳帮。在小院里有3个精壮龙虎的壮汉抱着木桶大快朵。赵大力这个大力神拳帮的掌门，60多岁的肌肉老头，相较于往常有些食欲不佳，只吃了半桶。门派人丁凋零，除了自小被自己捡回来的大雷、二雷这2个双胞胎外，还有一个就是前些年被自己好不容易忽悠上山的王富贵。前几天打发那孩子下山去招收弟子了。说实在的，并没有抱多大期望，就看他能不能运气好，在外面捡个孩子什么的，这世道谁也说不准。忽然隐约中听到了有交谈的声音，其中一道声音好像是自己徒儿，向着那一道所谓的大门看去。果真是自己的徒儿带着3个人上山了，其中2人年纪有些颇大，估计是那个大头孩子的长辈之类的，龙行虎步，气宇轩昂，有老夫当年的3分风采，一看就是一个修行的好苗子。虾仁一行人在牌子面前站住了。你们在大门停下干嘛？快进来呀！2棵树挂个牌子，这叫大门，没走错吧？回来了呀，欢迎啊，欢迎！师傅，这位是我朋友，那2位才是我招的师弟。这2个家伙比你年纪还大，你怎么好意思招人家当师弟的？我当初是没教过你吗？练武的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各位先进去说话吧。古者暗读，捂住了一只被斩掉手臂的伤口，死死地盯着面前的老人。自从那个女子和这个老人离开了聚北城之后，就一直跟着他们。今天为了探一下他们的底细，就想简单出手试一下，没曾想到那个一直低调的老者居然一剑就劈开了我的手臂。要不是我躲闪及时，那一剑就不仅仅是手臂了。这样的强者绝对不是籍籍无名之辈。你是谁？鬼剑。鬼剑李莫狂，你不是在那一战中死了吗？江湖上的谣言你也信？我只是不怎么出来走动而已，没想到就有人到处造谣我死了。谁派你来的？小丫头，对方够看得起你的呀，直接派了个5阶的古者来杀你。你家在皇都是干什么的？我爹是丞相。难怪啊，他们来杀我，不是因为我爹是丞相，而是我之前宰了个小贼，那家伙身上有封信，被我当成没用的东西给烧了。他们是为了追那一封信。那你这后面的麻烦恐怕就不少了呀。不过没事，去皇都的这段路上有我罩着，没人能拿你怎么样。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你放心，那小子机灵得很，不会这样就死了的。往前走，有个镇子，去那边找个歇脚的地方吧。诸位听说了吗？听说什么？你们还不知道，就在几天前，北蛮10万大军压境，镇北关被破，北蛮人打过来了。不过诸位别惊慌，北蛮人又退去了。为什么？是因为北蛮人10万大军打到聚北城时，有一神秘的绝世剑客突然出关，用10万北蛮大军练剑，一剑挥出，10万北蛮大军竟跪拜。这一剑被称作仙人跪，这一剑挥出来，仙人都得下跪。没想到这招居然还是个群体技能，居然能让10万大军跪拜。等在皇都遇到他的时候，一定要让他教，丹药不能白喂。夜晚，大力神拳帮掌门为了招呼客人，取了好几份腊肉，还杀了2只鸡。在这个吃饭的过程中，掌门不停地向虾仁吐露心酸，希望虾仁能留下。掌门，你们招收弟子的标准是什么？男的，年纪不大的，好是童子身的。因为我们门派武功的原因，虽然说不是童子身的也能练，但是进度会慢很多。这样啊，掌门就是有没有想过改一下门派的名字？改名字？改什么名字？比如说把门派的名字改成合欢派。你说的是画本中的哪个合欢派？从我这儿收走的画本，原来师傅也在看。什么？我德高望重，怎么可能会看这种东西？是想了解一下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想的，偶尔研究一下而已，别把我想的跟你一样。为什么？这名字不正经呀！老掌门，你听我给你细细道来。你把名字改成合欢派后，去招收徒弟，你只用说一下门派名，其他的不用多说，他们也不会多问，因为懂这个名字的都会懂。而且我保证来的弟子绝对都是蝎男弟子，还是那种精壮龙虎的小伙子。可若是他们来了门派，
见到这一副简陋的模样，想走怎么办？签契约呀，告诉他们想走可以，必须得再招收5个弟子才能放他们走。这不太正派吧？老掌门，我知道你心地善良，可是你要再讲正派的话，你的传承都没了呀。而且你新招收的这2个弟子，在这方面也算是个人才，你还可以交给他们帮你一起打理。二虎和铁蛋以前毕竟是混黑的，有点良心，但不是很多，坑蒙拐骗那一套他们也会。好吧，我考虑考虑。在第2天，虾仁与众人告别后，赵大力换上了一块新的牌子，上面写着合欢宗3个字。这时正义盟的3位弟子来到这里，来通知各个门派参加每5年1届的正义盟门派大选。当一行人来到大力神拳帮时，看着2棵树之间挂着的牌子，一脸懵逼。师兄，我们没来错吧？是这呀，我记得上回也是这里，还是2棵树，还是这几间房子。特是来了呀，快请进。免了，你们这名字是怎么回事？给宗门改个名字，找算命先生算过了，说起这名字跟我八字合，以后门派能大兴。这名字跟你八字合，别哪天遇到个行侠仗义的，把你门派给灭了。6月6日，正义盟门派大选，记得参加。对了，有见过这个人吗？他屠灭了3剑派，估计用不了多久，总盟那边就会发出对此人的追杀令，估计会有不少赏金可以拿。没见过，如果有对方消息，我一定上报总盟。自己徒弟拿了那么多钱回来，那2个新入门的徒弟也贡献了不少。3剑派那群畜生也不干什么好事，就当为民除害了。爱谁见过谁见过，自己肯定没见过。师兄，不要点路费吗？穷的连个大门都没有，你觉得有多少油水可榨？还不如赶紧前往下一个门派。从这以后，在江湖上莫名的兴起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宗门，导致越来越多人趋之若鹜，来到了这个满是肌肉佬的合欢宗。这个虾仁有多怪，为了逃避追杀，竟然变身成为肉夹馍，途中救下小女孩，竟直接被人当作神女。河神仙女保佑！不一样的江湖第9集。虾仁看着从一具尸体上摸出来的追杀令，好家伙，我成反派了，看来得想点办法了。香木村一群干瘦的村民听巫婆的话，准备将一个女孩投湖里来祭祀河神。去年莫名的闹起了虫灾，村民们都没有了收入，这才过完年，村子里面又掀起了疫病，肯定是河神大人发怒了。当遇到人力无法抗拒的灾难，再加上群众的愚昧，就会把这一切归咎到神力怪乱之上。这个没有了依靠的小女孩，成为了献祭河神祭品的不二人选。可都看见了，这个神秘女子可是从天上下来的，不像凡间之人，难道是神女下凡？河神仙女保佑，河神仙女保佑！姐姐，你是仙女吗？看着阿乐脸上的红斑，仙女拿出了一颗黑色的药丸，闻起来味道臭臭的。把这个吃了，可以治好你身上的病。虽然药很臭，但是阿乐还是乖乖的张开嘴吃下了药丸，然后阿乐脸上的红斑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果然是仙女，河神仙女来救我们了。吾乃9天银河神女，是天道正统神灵，尔等凡人居然用祭祀山野邪神的血腥仪式向我祭祀，该当何罪？是那个巫婆让我们这么干的，都是她的错。她有罪，尔等也并不无辜。稍后一根针弹向了巫婆，还在那里求饶的巫婆就这么僵在了原地。然后众人的手臂上也出现了一朵红色的花，长有10朵花瓣。犯下如此罪孽，判罚变成刀素永世镇衙，扣除尔等10年寿命。谁是村长？神女大人，我是村长。给我准备一个房间，这段时间我会在此住下。好的，我这就去安排。这个村子房子最好的就是村长家，村长赶忙将房子给让了出来。而在屋子外面，一群人乌压压的围着，等待着村长出来。村长，这神女太过分了，一来就扣我们寿命。你是蠢吗？我们犯了错，神女扣了我们10年寿命，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还有10年寿命可以扣。村长，你的意思是说……大家都散了吧，我们有救了。屋内，阿乐已经深深的睡去，神女一直没有被人注意的兰花指松开了，吓人的模样赫然出现。兰花指的美丽，只要捏起兰花指，你就是全场最美的姑娘。诡异的花纹会让人身上按心中所想出现花纹，但不会造成任何伤害。最近被正义盟追杀，所以出门在外又套了马甲。原本刚开始想把这小女孩救了就走了，但这个孩子无依无靠，举目无亲，孤家寡人一个，行走江湖总不能还带个小孩吧？要不创立个神教，让这孩子当圣女，就当个吉祥物，这样也有人照顾。第二天，阿乐睁开了双眼，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副绝美的容颜。醒了，过来吃点东西吧。桌子上放有一碗炖肉、煮好的鸡蛋、面饼，
这些都是村子里的人东拼西凑出来的。阿乐看见这些东西咽了一口口水，已经好久都没有吃过面饼了，更别说是吃肉了，有点胆怯，看向仙女姐姐。放心吃吧，没问题的。建立神教的话，前期得花钱呀，毕竟这里的村民也拿不出什么钱，但凡有钱的话，也不会饿成那个样子。这个你拿着，等会儿给村子里面的人分药。过一会儿，村长门口就放了一个大水缸，里面装满黑色发臭的水。村长，你去把村里的人都叫过来，我给他们发治疗疫病的药。村长一听这话，喜笑颜开的离去了。不到一炷香的功夫，村里的人就全过来了，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容器。这水怎么这么臭？算了，管这水是黑的，是臭的，只要能救命，这就是神仙水。不到半天的时间，村子里面的人身上的疫病就都好了。做完这一切后，神女把村长叫来，拿出来一袋钱。这里是3万两，你拿去给村子里买些粮食和良种，剩余的钱用来建造神庙。我估计其他村子也会有人感染疫病，可以让人去把消息放出去，让那些感染疫病的人都来这里。这么多钱，别说见，听都没听过。这些钱足够在城里买一座大宅子，过上富足的生活了。不过这可是神仙给的钱，这要是把钱捡走了，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而且跟着神仙混，以后的好日子还会少吗？神女大人，既然要建造神庙，那神庙叫什么？就叫神庙，而我们的教派就叫九天教。在有钱有人的情况下，风声很快就被放了出去，每天都陆续有人来到香木村。这天，神女完成施药要离开时，却有2个人拦住了她的去路。大胆，竟敢对神女不敬！兄弟们一起上！这2个人是修行者，只是不知道实力如何，看在不知者无罪的份上，就罚你们2人给我当1个月的侍女。大哥，这个神女是不是傻了？还在这里？神女姐姐，我们错了。你们有此邪念，渴望女子，那我就让你们变成女子，并对你们进行为期1个月的考核。这段时间你们负责在村子帮忙维持秩序，若有任何欺男霸女的行为，1个月后就不仅仅是变成女子这么简单了。当然表现得好的话，你们就会变回来。我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个虾仁有多牛，变身为神女，不仅治好了瘟疫，还把上门闹事的县令变成女人，直接让一旁的老神医目瞪口呆。不一样的江湖第10集，在另一个村庄，一个老大夫正愁眉不展。这一场疫病跟以往的都不太一样，患病的人短则4、5天，长则10几天就会死亡，而且传染性极强，也就只有修行中人有元气护体，才不怕疫病的感染。正在这时，有一个年轻人端着一个碗兴冲冲地跑回来。娘，你有救了！将碗中仅剩1口的污水喂给了一位老妇人。神奇的是，喝下去后，老妇人身上关于疫病的所有症状全部消失。这什么药？喝下去就起效，中毒时吃解药都没这么快的。你能将你这个碗给我瞧瞧吗？可以的，胡大夫。奇怪了，这里面没有任何有关药物的成分，这药水你从哪里来的？从香木村那里领来的，那里有一位神女在发这种神水，那神女长得可漂亮了。这都是些老实巴交的庄稼汉，都没出过几回村子，哪能见识过什么美人？不过这种药水对疫病有效，我得去找对方请教一下。郡州州牧府上，郡州州牧在房间里愁眉不展。益州之地，好几个地方陆续出现了疫病，虽然已经派兵把这些地方给圈禁起来了，但疫病的传播并没有被阻止。这一病要是不控制住，那就不单单是保不保得住乌纱帽的问题了。大人有好消息传来！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什么好消息？有人能医治疫病，在香木村，据说叫什么9天银河神女，只要给人喝1口神水，疫病立马药到病除。此话当真？千真万确啊！大人，我们前不久不是派兵去封禁一个又出现疫病的村子吗？当我们去的时候，村子里面的人疫病都好了。让管辖香木村的县令前去探听虚实，如果这样是真的，一定让他要来药方。属下遵命。胡四才来到了香木村，村子里有一条长长的队伍，都是脸上长有红斑、患有疫病的人。有一女子拿着水瓢，在为大家分发药水。这位女子的容颜确实惊为天人，总算知道为什么那青年会念念不忘这神女的容貌。老先生在看些什么呢？在那里试水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老者，仅仅是看了这个老者一眼，就明白这个老者恐怕和老李头一样不简单。你好，在下胡四才，是另外一个村子里大夫。胡老先生好。怎么这些隐士高人都喜欢当大夫？不过这样的高人当大夫应该不会有医闹，毕竟你要把人家惹毛了，人家有可能就会干回老本行了。
我观神女布施的药水没有任何药材的成分，所以医治众人靠的并不是那水，而是你，对吧？算是吧。老先生何至于此？修行者依靠自身元气为外人驱毒，这都对自身有损耗。而每天如此多的人，老夫敬佩神女大义。老夫虽行善多年，但也万万做不到这个地步。我做这一切也没什么，随心而做，随性而为。好一个随心而做，随性而为！若天下人都如神女这般，那大同也就不再是什么奢望的事了。我观老先生气度非凡，应该也是修行中人吧？小小的三界术师不值一提。老先生谦虚了，三界术师整个大洲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之后这二人又聊了很多关于国家、关于政治、关于百姓。天色渐晚，胡四才便在村子里面住下。第二日，门口吵吵闹闹的来了几个人，叫那个什么神女把能治疗疫病的药方交出来，别一个二个的把路堵着，不然就以妨碍公务把你们全部抓回去。你就是神女吧？我乃整个万宁县的县令，据说你这里有治疗疫病的药方，为了整个浚州的百姓，劳烦你跟我走一趟，这可是浚州州牧下的命令。既然是州牧下的命令，那就叫州牧来找我详谈，这关系到一州人的死活，你一个县令能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大的，我乃整个万宁县的县令，有什么承担不起的，给我抓起来！哼！我怎么？神女饶命！神女饶命啊！还是那句话，这件事光凭你做不了主，去把周牧喊过来，才救得了你。走走，快去找周牧大人。你那个针能给我来一针吗？就是你刚才扎县令那个针，能不能给我来一针？我想研究一下。那你研究小红、小绿吧。我这是第一次，请你联系一点。大哥，你可不能就这样接受命运了呀！还有20来天，我们就可以变回去了呀！一定要把持住自己是男人的。老子说的是被研究是第一次，你给老子想哪去了？二位放心，只是简单的研究一下。浚州州牧府是让你这么办事的吗？香木村的情况怎么样？有大量患病的人往那里赶，村子里面的感染疫病的都好了。大人你可一定要去啊，不然我就变不回来了。这么看来，这神女既然能让男人变女人，能够医治疫病，那就不足为奇了，得走这一趟了。香木村，一辆豪华的马车跟着大量的官兵来到了这里，而在官兵的后面还有几辆押送着货物的马车。劳烦村长，想问一下神女呢？之前听说过她的大名，但未曾一见，今日特地仰慕前来，顺便再谈一些事情。州牧大人言重了，神女大人现在正在救治病人，所以无法前来，估计还要等上一些时间。无妨，无妨，治病救人为重，我等等也无妨。我还为神女略备了一点宝礼，请笑纳。不敢不敢，这些待神女大人办完事后，由她接手吧。何德才来到了一座小屋，还没有踏门而入，就见到一位也要来访的老者。胡四才，大洲修行者里前10的高手，一位3界的术师，看来这神女身份不简单。老先生也是去找神女吗？是的，有点事要问问。我身旁这位是浚州何州牧，在下有幸见过胡老先生一面，算是知道的。既然如此，那就一起进去。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神女好，在下浚州州牧何德。我知道你前来的目的，只能说药方这种东西你就别想了。这医治疫病的其实并不是什么药，这完全是神女的秘法，帮他们治好的疫病，所以不是不给，而是根本就没有药方。那这可如何是好？胡前辈在旁边帮忙作证，那肯定确实如此了。可是这关系到一州之地，就算神女修为高强，她运转秘方能够救得下这一州的人吗？虽然没有药方，但是我可以帮忙医治，不过需要何大人把患病的人都聚集起来，也不用说全部聚集到一起，在各个地点分别集中也行，我好集中进行救治。能行吗？一州之地的耗费可不小。没问题的。神女大义，这事我会立马去办。同时以后9天教在浚州，我会尽我所能为提供便利，还会帮忙大力宣扬。大周记，大周风起18年，神女降浚州，建9天，除瘟疫，救世人，后身散，魂归于天。不一样的江湖第11集。青年阿信带着自己的母亲躲进了一个草堆当中。阿信，你这又是何苦呢？让那些官府的人带我去治病吧。娘，我跟你说过，官府不可信，他们根本就不会拉你去治病。官府的那一套说辞嘛，
我才不会相信，因为我曾经见过有一个村子，据说也是有疫病，整个村子被官兵围得水泄不通，就在村子旁边，那里还有大量柴火燃烧的痕迹。官府所谓治疗疫病的方法，要么封村等着自生自灭，要么就是把所有感染疫病的人拉去处理掉。一路上，阿信长途跋涉，好不容易到镇上，准备带着自己母亲去镇上接受治疗。还没有进入镇子里面，就看到官兵正在押送一群感染疫病的人。阿信，放下娘，你自己去找大夫。娘活了大半辈子也够了。不够！阿信倔强的像一头小牛犊，直到最后，疾病与劳累压垮了他，让他倒在了路上。就在他精神恍惚之际，一道香风袭来，一个穿着华丽衣裙的绝美女子出现在他的面前。我这是要死了吗？还没有，你运气蛮好的，遇到了我。女子将2个又黑又臭的药丸塞进到他和娘亲的嘴里。你们官府的信誉可真不高，和周牧我觉得你要加强这一块了。神女大人说的是，不过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后面等神女大人治疗的那些人都回去之后，那些不信的也该信了。神女在郡州周牧的带领下，前往了下一处地方。这些日子他们日夜兼程，睡觉也是在马车上。这一路上何德也不敢有任何怨言，毕竟神女还有胡四才也没怎么休息。而胡四才在最近一直在默默地观察神女，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发现神女的身上出现了莫名的金丝花纹，而且随着每次治疗疫病的人数这么多，这个金丝花纹逐渐变得明显和延长。原本也只是看见手上有，现在他发现身上很多地方上也有了，这让他有了一些不好的猜想。到达了下一个集结点，看着下方那些病痛缠身、有着麻木、彷徨、恐惧、死滞的人群，神女心中升起了别样的情绪。实在是太糟糕了，好在现在有能力能救，不然只能对他们散发无用的怜悯了。等完成这一切后，我也可以准备功成身退了。这里是最后的一处集结点，同时也将成为人数最多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些不相信官府的人，当发现神女的事是真实的后，大多自发地跑去了最后一处集结点。在路上，胡四才几次想要张口询问，却又收了回来。他想让神女停下，神女的金丝已经蔓延至脖子处了，开始渐渐地往脸上爬了。这些金丝并没有损害她的美貌，反而增加了她的神圣，让她看起来更像一个神一样，充满神性。可这美丽的一切，在胡四才的眼中是另一番意思。他想劝神女停下，可是想一想，那人头攒动的百姓充满希望的眼神，胡四才的内心世界很煎熬。这些感染疫病的百姓有人救，那神女呢？要不停下好吗？神女只是摇了摇头。这一次的救治持续了2天2夜，神女2天2夜没合眼。在她救治的过程中，何德和胡四才都明显的看到他脖子上的金丝蔓延至脸上。身在官场，看多了勾心斗角、利益至上的人，每当看到那些舍己为人者，我只会觉得那些人无知，没有真正体验到死亡的恐惧。当死亡降临那一刻的恐惧，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人能够撑住。而现在这个人出现了，为了他人，一步一步的将自己推向死亡，最后将所有人都救治完成。我给你把脉看一下吧。不用了，给我找个地方让我休息一会儿。集结点内最好的房间被腾了出来，神女在里面休息。这一休息直接就是2天1夜，而外面那些被救的人并没有多少人离去，反而集结点外聚集了更多的人。房间的门打开，胡四才等人一直在门口等候。神女一脸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而脸上的金丝却没有任何消退。胡四才这个老大夫脸上的笑容有一些僵硬，这种情况他见过不少。我想吃点东西，去把菜端上来。这些天每天都有为神女大人准备饭菜，早中晚一餐不落，全是按最好的准备。神女请慢用。我记得我之前问过你有没有兴趣当9天教的教主，你说你考虑一下，现在可以给我一个答复吗？我胡四才这么多年来不加入任何宗门和组织，就连挂名都没有，而如今考虑好了，我答应。帮我照顾好阿乐，我会把他当成亲孙女一样照顾。酒足饭饱后，神女要出去散散心，胡四才在一旁跟着。接下来让我一个人独自走走吧。胡四才点了点头，看着神女向着远方走去，他始终站着原地目视着。当走到一个足够远且周围方圆100米内没有人的地方的时候，一道巨大的金色光柱降临，一道无法言语的神圣大门在人群当中打开。神女的身体随着光柱漂浮在半空中，而身体开始变成了点点的金光，好像分解一般。无数的光点飞向那一道在云层上的大门。胡四才站在地面上，看着震撼世人的神迹，竟无语凝噎，目送着他的离开。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集体跪拜，恭送神女归天，恭送神女归天。大周记，大周风起18年，神女降郡州，建9天，除瘟疫，救世人，后身散，魂归于天。往事随风逝
滚蛋！村子里面不欢迎外人，快滚！强者的村子，尔等凡人岂敢逗留？说的就是你，听见没有？老子就是顶呱呱，老子就是大拇指。不一样的江湖第12集，飞升一次性道具，使用后直接开启一场特效飞升，无其他效果。终于脱身了，现在有2个马甲了，继续闯荡江湖。赵府，赵玄洛和老李头在一个小院子里面，二人大眼瞪小眼。臭小子，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来皇都？该不会扮神女去了吧？据一些小道消息传言，神女也可以把别人的性别变了。不过神女可以扣人阳寿，这点她可没有表现出来。这小子的针法可以让男人变成女人，万一这家伙鬼使神差的给自己来一针呢？那小子身上稀奇古怪的能力可不少，有些能力他只要不说，我们也不知道。让人变性的，让人怀孕的，让人下跪的，再多个扣人阳寿的，好像也不是不能有。不过黄都有人在卖神女的画像和雕塑，我们去拿来看看。这臭小子虽然可以让人变性，但容貌上的变化不大，所以可以从这一点分辨。于是二人去搞了幅画像回来。二人看着画像中那绝美的女子，与下人的容貌不沾半点边。看来是我们想多了。那就剩另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这么久还没过来？那小子没怎么出过去北城，估计是在路途上游山玩水。年轻人嘛，都贪玩。师姐啊，你带我出来闯荡江湖，我已经1天没吃饭了。别着急，我听说这一带有土匪在绑人，只要找到了就可以去官府领取悬赏，到时候我就带你去客栈吃大肉馅的包子、烧鸡、小馄饨、红烧豆腐。你昨天也这么跟我说的，怎么就不准呢？明明就是在这一带呀！后悔死了，早知道就不跟着红师姐出门了，还说什么出门闯荡江湖，银子只会成为我们的拖累。结果现在西北风都快喝饱了。师姐，快看那个人，那个人好像是正义盟现在通缉的人。果然是他，我们悄悄跟上去。荒郊野岭的还是2个妙龄女子，身上服饰是上好的绫罗绸缎，出身肯定不凡，但身边却没有保镖护卫的跟着，肯定是修行者，就是感觉有点傻，我还是先开溜吧。师姐，这小贼怎么跑这么快？不用慌，带师姐算一算。天眼门，宗门之上，雷云覆盖，不断闪烁雷霆。天眼门掌门与一众长老如临大敌，所有弟子长老开启宗门大阵，合力抵挡。给我查，到底是谁在外面接了这么大的因果？能让整个宗门承担的劫雷只有一种，那就是弟子在外接了大因果，但本身实力太弱，无法承担，从而分摊给整个宗门。要是让我知道是哪个混球干的，我定然要把他皮给扒了。过一会儿，虾人到了清河村，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村子怪怪的，但具体又说不上来。不过要是不进去找地方借宿的话，那只能去林子里面对付1晚上了，还是进去吧。哎呦，哪来的小伙子？是来我们村子找相好的吗？我是赶路的，想在村子里面找个地方借宿一下。去我家，我家好。来我家，我家那都是新房子。正当大娘们争吵不休时，一个一身破烂、有些疯癫的老头，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滚蛋！村子里面不欢迎外人，快滚！强者的村子，尔等凡人岂敢逗留？说的就是你，听见没有？老子就是顶呱呱，老子就是大拇指。不过，在一旁观看的大娘们可就看不下去了。老子可是仙界乞丐，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小伙子，吓到了吧？这老头子以前有个孙女，结果不知道被从哪里来的贩子给拐跑了。从今以后就疯疯癫癫的，不欢迎外来人。不过没事，大娘们还是很欢迎你的。大娘带你去看看房间。小时候在河边玩的时候，也被认识的邻居大爷如此喊过，是很凶的表情，很大的吼声，但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我远离水边。而死红、洛伊2人也来到了清河村，他俩一说饿，村民就给他们找好屋子，并送来大量的食物。山下也没师傅，他们说的那么可怕吗？大家都好热情，好有爱心，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呀。虾人看着大娘给他准备的一桌子的菜，却一口未动。有点意思，老子在上辈子的时候，平常都吃不到那么好。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普通百姓都能拿这样的东西款待人，这地区差异是真的大。夜幕完全降临，
村子里面原本还存在的喧闹突然戛然而止，连村子里面的狗叫都没了。洛伊，有没有发现好像突然安静了不少？天都黑了，安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况且今天吃的很撑，都满了，我要睡了。师姐，你也早点休息。死红现在却隐隐感觉到一种不安，但这种不安又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然后困意袭来，也在床上睡去了。另一边，一群村民也来到虾人房间，桌子上的饭菜一样没动，只不过这些饭菜变了模样，烤鸡变成了一只肥大的老鼠，大猪肘变成了不知道什么动物的腿骨，而房间内空无一人。紧接着，整个房屋瞬间坍塌。不一样的江湖第13集，一个大娘和洛伊押送死红走进了一个暗室，虾人跟着进去了。暗室里面有一片血红色的小石，一个中年和尚和一个女子坐在血池里面。和尚，我只要再吃了它了，你就彻底输了。施主，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放下吧。就是这样，放下，放下。你可知道那群村民说我们家占据了村里的福报，分了我们家的钱财，还杀害了我们一家。村子里面的路和桥都是我爹出钱修的，闹饥荒的时候也是我爹主动分粮。但是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我和我的家人的吗？那些女人说我娘是妖精，打她骂她，而那些恶心的男人一个又一个的冲进我娘的房间，我娘不忍受辱自尽，我爹也被他们残忍的杀害。那些女人说我是妖精之女，说吃了我的血肉，他们就能百病不侵。他们喝我的血，吃我的肉，而现在我要复仇的时候，你突然跳出来，你要拯救他们，那你为什么当初不来拯救我呢？这一切是贫僧来迟了。若施主愿意，我会办一场巨大的法会，送施主以及你的父母去往生极乐，来生投个好胎。我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天，你要送我去往生极乐，那你怎么不送那些人去？事到如今，你还在庇佑着这些人。好，我大概明白了，商量个事儿行不行？商量什么？商量着放你和这些村民们离开。我感觉你好像误会了什么，我没想救这些村民，你放我们这些外来人离开就行了。当然，作为补偿，我觉得你只是想要吃掉他们，以牙还牙，太不痛快了。既然有人伤害了我们，我们就要千万倍的还回去。我还可以教你一些报复回去的方法。施主，万万不可助纣为虐！助纣为虐！一群小恶魔伤害了无辜的人，无辜的人后面变成了大恶魔，回来报复这些小恶魔。这些小恶魔面对比自己更强大的恶魔，就变成的弱势。这样我就要救他们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自己的行为造成了当下的恶果，就得他们自己承担。大师，你的心是好的，只是有点太泛滥了。说得好，我现在不打算吃你了，不过我要你成为我的手下。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敢在你面前露面，就意味着我有着十足的自信。你确定拿得下我？施主，不要杀死村民，这会增长他的实力。一起上！我中了毒，身上根本提不起力气。虾人拿出了自己的秘制九转还魂丹，塞进了死红的嘴中。你给我吃的什么东西这么臭？秘制九转还魂丹，别装了，赶紧帮忙制服那些村民。解毒哪有这么……这要效果这么快，给我师妹也来一颗，她也中毒了。你说的是刚才被我拍飞出去那一个？师姐，这些村民都是好人，为什么要打他们？他们被控制了，快过来帮忙！洛伊这才反应过来，施展秘术加入战场，不过都是使用一些秘术束缚住村民。你二傻子吗？你一个武夫打鬼物，不用气血之力，用蛮力。你师傅没教过你这常识啊？没教过。虾人抹了一下嘴巴，周身气血之力喷涌而出。刚才我说让你当我手下，现在我后悔了。像你这样的美味，当手下太浪费了。快走！死和尚，你这么想死，我现在就成全你。
出道这么久，头一次被人打了这么惨。刚开始就发现这个村子不对劲，想着这个村子顶多就是绑架、黑吃黑之类的，没想到居然还闹鬼。幸亏老李头在青灵剑上面留了些后手，不然就只能用那一个技能了。不过那个技能不到万不得已，是真的不想用，用了的话，除了我，这里的人都得死。与此同时，那些村民也被解除了控制。不过在那一场战斗中，没有一个村民是不受伤的，大量的人断手断脚，还有的变成了半个人。和尚，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要帮我们捉鬼吗？怎么会将我们弄成这副模样？你到底干什么吃的？居然连个鬼都抓不住，你该不会跟那女鬼合起伙来害我们吧？肯定就是他跟那女鬼合起伙来害我们，不然我们怎么会一觉醒来在这里？我的腿呀！这该死的和尚！无数的埋怨咒骂冲向了和尚，甚至连带虾仁等人也一起骂了进去，认为他们是帮凶，甚至还拿起石头砸他们。有人朝虾仁身上扔石块，虾仁轻飘飘的一剑将那个人的头斩下来，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你在压制鬼女的情况下还能保住他们，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那实力就算不比鬼女强，应该也能打个旗鼓相当。但是你顾虑着这些恶魔僵持到了现在，而这就是你僵持下来的结果。等他们出来的时候，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了这个村子上。这个村子不如昨天看的那般干净敞亮，反而是一片破败脏乱。村民们逃了出来后，有一部分人因为伤口感染发炎高烧死去，还有一部分人想着逃出村去找寻一条生路，有的是在路上被野兽吃掉，有的因为受伤加饥饿而死在路上。至于留在村里面的人，既然村里没有粮食，那就谋取其他食物。村庄变成了养蛊的容器，最后整个村庄无一人生还。不知道少侠愿意学吗？卧槽，六脉神剑，这个好，这个好，不一样的江湖。第14集。书接上回，虾仁等人离开了村子。在下法号惠子，来自上明寺，多谢少侠救命之恩。不客气，在下虾仁。之前你不也用法力幻化老头提醒我别进村吗？可惜还是没能阻止。对了，我看少侠的佩剑是青灵剑，想必是得了传说中鬼剑李莫狂的传承，日后这剑还是要少用，以免被他人觊觎。原来老李头叫李莫狂，好嚣张的名字！别人认得此剑，还敢找我麻烦，不怕这剑的主人报仇？少侠说笑了，鬼剑已经在与青山剑仙的一战中死去。与我相处10几年的人是个鬼，我怎么不知道？5000两的悬赏还抓吗？你脑子被打坏了吗？这都还想要我的赏钱？脑子没坏，但是穷坏了。江湖凶险，不是你们能玩得转的，赶紧回去吧。我也想，但没路费。虾仁拿出了一袋银子递了过去。有路费了，谢谢你，你是个好人。这个恩情我们记下了。我叫死红，以后若有需要，可来十里大山找我。我叫洛伊，我们宗门的师傅们算卦很准的。等以后你来找我的话，我估计也能为别人卜算了。到时候我可以给你算一卦。算了吧，我的命格你们可算不出来。对了，你为什么要屠了3件派？他们比那些村民更让我觉得恶心。我信你，能给我银子的人绝对不是坏人。你救了我们，我也信你。和尚，你的伤怎么样了？还行，只要不怎么运功的话，问题不大。只不过体内的血毒稍微有些麻烦。中毒了，我这里有解毒丹药。这是常年累积的，中毒很深，绝非一般的丹药能够医治的。虾仁直接把丹药扔进了惠慈的嘴中，一股浓烈的臭味袭来。血毒没了，此等大恩，贫僧实在难以为报。会什么剑法吗？这个贫僧不会，不过贫僧会一种指法，能达到跟剑法有些相似的效果，不知道少侠愿意学吗？卧槽，六脉神剑，这个好，这个好。之后，洛伊和死红便回天眼门了，而虾仁和和尚同路，则一起前往皇都。在一座半山腰的雅院内，一中年男子，整个大洲的第2位剑仙周岁凡，为一个老头倒茶，而这个老头不是别人，正是老李头。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终于愿意回皇都了。你说你当初挑战他干嘛？你但凡挑战我的话，你现在都已经是剑仙了。你叫我过来，该不会就是为了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我听说你是从巨北城回来的，那位剑神你应该听说过吧？实力如何？你去找人家较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要找一个人较量，总得知道些东西吧，不然就这样不清不楚的找别人较量，显得不够尊重。我是那怂人吗？你不怂，你当初挑战剑仙的时候，从一众剑仙当中选了个最弱的。我那是因为怂吗？那不刚好他离我最近，我又何必舍近求远呢？对对，一个大洲的人跑到人家大燕的地盘上突破，又在那里花那么长时间稳固境界，然后就跑去挑战了，美其名曰距离近，死不要脸的东西，还好意思说看不起你？
你要去挑战，我不拦着，只不过你要做好准备，毕竟那一剑你要接不下来的话，丢的可是你的面子。你在那里待了那么久，有与他较量过吗？没有，不管谁问，就是没有，就是没跪，那叫较量吗？不叫，那叫晨练。小辈与长辈的打闹而已，跪这辈子是不可能跪的。我鬼见李莫狂，桀骜不羁大半生，一生狂傲破云天。那你今后准备怎么办？我会在皇都再待一段时间，再去完成我当年未完成的事情。你现在境界可跌落到3界了，而他据说距离1界已经跨过去半个身子了，现在有可能已经到达1界。说实话，我看不到你有多少赢面。老李头现在的3界随时可以突破到2界，只是他想不想而已。他在等一个契机，一剑仙人跪的剑法要诀，虾人还没有告诉他。他觉得他能从中参破自己想要的契机。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是他这么多年来心中唯一的遗憾，不然死了他都不会闭眼。这么多年了，我想再试试。虾人和惠慈终于来到了皇都。虾人进入皇都后，突然感觉到一种隐约的压制，让他有种不适。怎么回事？怎么感觉被什么东西压制了？在皇都有一大阵，名叫龙皇天压阵，对修行之人会存在一种压制。在皇都行事修行中，人还是尽量低调为主。施主，你说你要找一朋友住在哪里？皇都最大的赵府。这里最大的赵府，那不是丞相府吗？我有事要去处理一下，要是有人问起，你就说跟我不认识，只是在城门碰巧一起进来的。在一个废弃的房屋内，虾人抓了一个实力比较弱的家伙。什么人派你来的？我是为了悬赏而来的。为了悬赏，一下子这么多人监视，整当我傻吗？之前那几个人还能说碰巧在路上遇到的，但突然有这么多人都在寻找，这就不对劲了。那看来我只能把你杀了，再找一个你同伙，尝试打听一下你家人的消息，你们幕后之人的消息，他可能不敢说，但用你家人的命买他的命，你猜他愿不愿意？我要是第二个的话，说出同伙家人的消息来换自己一条命，那我肯定答应，毕竟别人死不死跟自己有何干。但现在要是不说，对方就会从其他人口中套出我家人的信息，到时候都得死。就算说了我死了，起码家人没事。我说，不过只有一点，在发现有人跟踪你的时候，随便打昏一个，组织也知道我家人的信息，用我的死嫁祸给别人，这样才能保全我的家人。废弃的房屋内只有一具尸体留在了里面。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不过没想到我这就被皇家的人给盯上了，幕后的人居然是4皇子。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是那种随随便便就让人怀的人吗？翻墙进自己朋友家的门，被朋友的老父亲撞到了，朋友还是个女孩，该咋整？不一样的江湖第15集。书接上回，虾人和惠慈来到了赵府门外，却被门卫拦住。哪来的和尚和混小子，居然想见我们家小姐？我们小姐多久没出过门了？你怎么会跟她认识？骗子也不打听清楚，居然想攀上小姐的高枝。现在是被通缉的状态，我可不想在赵府门口把事情闹大，容易带来麻烦，还是先偷偷潜进去找赵玄洛吧。虾施主，你还有别的方法联系到你那位朋友吗？你去那边茶摊等着，我进去叫他开门。私闯民宅，怕是不好吧？况且这还是丞相府，这不是正派人士该干的。我可不是什么正派人士，我现在正在被正派人士所通缉，还被贴了个魔教的标签。虾人找了一处周围人烟稀少的墙壁，先隔墙听了一下对面的动静，确定没动静后，直接就翻身进去。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有种老手的风范。虾施主的确不是什么正经人。凭借着1、2、3木头人这种技能，虾人在赵府宛若无人之境。是谁？你来了，我还以为你死在路上了。路上发生了点事儿，耽搁了一点点。你干什么去了？这都快2个月了。这个先别说，你家门可真不好进，我都是翻墙进来的。你是怎么潜进来的？我家里可是养了那么多高手。不要在乎这些细节嘛。我现在严重怀疑你这么久没来，是不是凭借着能力去当采花贼了？在这段时间，老李头没少给我讲过他以前的干过的事，比如说爬寡妇墙头什么的。老李头是不是造我谣了？要明白，我若是采花贼的话，要知道当初我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而当时你共处一室，孤男寡女。洛儿呀，是二娘打扰了，你们继续。二娘春光满面，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另一处院子，
徐氏赵玄洛的生母和赵丞相赵应天相对而坐，品茶赏景。老爷、姐姐，跟你们说个好事，洛儿开窍了，都知道带男孩子回家了。就女儿这性格，前2年就一声不吭地离开赵府，跑出去行侠仗义，我都担心她会孤独终老。不过只要洛儿愿意，不管那小子身份地位如何，毕竟以我们家的家世，扶持一个普通人也很简单。洛儿今天根本就没出去过，府上今天也没有来人，只能说明对方是前进来的。府上这么多高手，这人实力不简单，带我前去看看。对了，这段时间我可能要在你这躲几天，因为正义盟的追杀。不只是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四皇子也在搜寻我。你该不会把他变性了吧？难道你让他怀了？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是那种随随便便就让人怀的人吗？翻墙进自己朋友家的门，被朋友的老父亲撞到了，朋友还是个女孩，该咋整？爹，你来了，这是我朋友，之前跟你说过的。这是你说的那个朋友呀？长得不错，一表人才。世伯好，麻烦世伯，我有一个朋友还在府外等待，可否将他也带进府？我已经派人去了，之前那些下人不懂事，冲撞了，还望不要见怪。哪里，是我们来得太急切了，还未请教少侠名讳。家人未到而立之年，还没有取字。既然如此，你与小女交好，我唤你一声夏侠如何？当然可以。然后赵应天和虾仁又随便寒暄了几句，就带着老管家离开了。此人实力如何？明面上的是8阶，只不过他那一身气血极为浑厚，瞧着不像是8阶武夫，所以是隐藏的境界，应该是吧？头一回见你这么犹豫。他那一身境界，我看起来浑圆无漏。如果真的是他用的什么方法隐藏的话，我只能说手段太高明了。而且我观他骨龄应该也就15、16岁的样子，这个年纪若是能达到那么高的境界，只能说是天赋异禀。至于带进来那个和尚，我看了5阶的样子，而且身上应该还有伤在身。我刚看见了那小子的剑，那是李莫狂的佩剑。像这种级别的剑客，可不会把自己的佩剑随便给人，能使用佩剑的最低也得是亲传弟子。去查一下，这人进城的时候有没有跟人起过什么冲突，或者被人跟踪之类的。这小子花了将近快2个月的时间才来到了黄州，中间肯定发生了不少事情，追杀他的人估计也不少。此事大概应与皇家有所牵扯。然后赵应天深深地看了一眼皇宫的方向，那个位置有很多人都想坐，你们骨肉相残，尔虞我诈，相亲相杀，我不管，动我女儿，死都别想坐在那个位置上。此时四皇子府上，你们干什么吃的？这么多人，居然连一个人都抓不到。此人虽然看48阶的实力，据我们推测，他应该是隐藏了境界，在跟踪过程中，只要他脱离了我们视线，我们就无法再找到他。身法之诡异，简直闻所未闻，而且他轻功了得，我们找不到他半点脚步的痕迹。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从巨北城那里收集过来的情报显示，这人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木匠，怎么现在又变成一个隐藏的高手了？你们是一群猪吗？这么重要的消息都会搞错？去把虾仁藏在赵府的事情透露给正义盟，最好说是他劫持了赵福家的小姐，以此威胁丞相，还可以让督察要无意当中知道这消息。备好马车，我要去一趟李佑丞相府。不一会儿，四皇子便来到了李佑丞相府。李佑丞相，这件事你可一定要帮我呀！四皇子多虑了，这件事我是一定会帮的，毕竟我们也是一条船上的人。赵丞相支持二皇子，二皇子具体什么时候从镇北关撤离，镇北关的兵力状况分布如何，最清楚的只有2个人，一个是皇上，一个是二皇子自己。北门在不清楚这些事情的情况下，敢如此动用兵力吗？自是不敢的。既然这样，这件事为什么不能是二皇子自己干的呢？现在皇上病重，借着这个方式铲除异己，也不是没有可能。多谢李丞相提点，他日我登上那个位置，你必定是朝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在此就静候殿下佳音了。至于鬼剑，江湖上的传闻，老朽也略有耳闻。他这次回到皇都，可不仅仅只是为了护送赵玄度。如果他真的像传闻中那样高傲的话，他一定会再去问一次剑。更何况官家的事，他又能管多少呢？不一样的江湖第16集。书接上回，虾仁和和尚成功进入赵府，
怎么突然脊背发凉？感觉总有刁民想害朕。虾施主这种称呼可不能随便乱用啊，杀九族的呀。我家就我一个，哪来的九族呀？阿弥陀佛。以后你要在外面说这话，就别说我俩认识，别破坏我家锦衣玉食的生活。这么见外，是谁在你危难的时候救了你？是谁在一群人追杀你的时候不畏险阻带你离开？这不是你打算造反，然后害我全家的理由。我吃饱了撑着，造什么反呀？傻逼才想做那个位置。你对九五至尊真的是一点概念都没有啊？不是没有概念，而是太有概念了。你真的以为那个位置那么好做？要是个暴君或者昏君，就有可能被底层人推翻；而要是当一个明君，你每天就要处理大量的事，给你享受的时间根本就不多。同时，你还要承担你所在这个位置上的所有压力，底下臣子的结党营私，还要小心防范自己的枕边人以及自己的亲儿子，因为他们当中总有人想要替代你。那个位置之所以被称为孤家寡人，从来就不是夸张，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帝皇心术是制衡，是要对一切事物的掌控和对所有人抱有的怀疑。你这话说的，你好像当过皇帝一样。没当过，我也是随便说说的啦。笑话，我虾仁穿越这么多次，什么皇帝、皇太孙都当腻歪了。对了，老李头呢？我怎么一直没见到他？他呀，好像去见一个朋友去了。说曹操，曹操就到。老李头从天而下，落在院中，飘然屹立，宛若世外高人一般。老李头，该你兑现承诺的时候了。你这老头，还个剑还要跑到这荒郊野岭？我说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那你说的是？你真的想练？你不废话吗？你该不会想反悔吧？没有，只是这剑招太过于高深和奥秘，我怕你学不会。老夫练剑70多年，剑法精妙，剑招无双，这世间有什么剑法是我练不会的？仙人贵主要在一个物字上，这不仅是剑招，更是一种剑道规则。飞流的瀑布始终向下，如同扔出去的东西终会停止，它是一种规则，一种只要我挥出剑来，敌人就一定会跪下的规则，不可更改，不可逆转。世间万物有轮回，有自己的定律，剑也一样。我无数次挥剑，就是加深对这规则的领悟，并将这规则化为己用，这就是仙人贵的诀窍。当个谜语人，先忽悠老李头一下，可劲忽悠，有收获了，那就是你领悟到了；没收获，那就是你悟性不够。剑的法则，剑的规则，练剑这么多年，这种言论我却从未听过。剑客练剑，以身运剑，或借花草树木领悟更高的剑招，更为精妙的剑技，但从未有人叙述过剑的规则。原来剑也有自己的规则，将剑的规则融入己身，化为己用，借天地之力，借规则之力，领悟规则，运用规则，将规则融于剑招之中，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剑法。恭喜啊，老李头！这么多年了，从未像今天这样神清气爽，不仅突破到了以前的境界，更是有了质的飞升，甚至已经碰到了一界的门槛。你现在试试对我用仙人跪啊，不好吧？让你来就来，哪那么多？你小子是不是忽悠我？怎么和之前没差别？我骗你的话也会有如此进步？你会这么的意气风发？如果我骗了你，你这实打实的突破是什么？你这凌厉无比的剑招是什么？你看那山都被你劈开了，你觉得你还需要质疑我吗？这些都不可能作假。你之所以抵挡不了，主要是你对剑道的领悟还是有所差距的。你想想看，我领悟这种剑道多久了？自己虽然说沉浸于剑道上面这么多年了，但对于剑道的规则与法则，这也算是才接触才领悟。这小子可是很久以前就开始练剑了，那个时候他连修行者都算不上，估计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气血之力能够如此浑厚吧。要是去比剑的时候把这小子带上会怎么样？他会不会也跪下？这个想法越想越兴奋，犹如杂草一般，在老李头的脑海中生生不息。随后二人回到了赵府，几人吃过晚饭便闲谈了起来。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挑战？我有把握。你当初挑战他的时候，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结果现在外面到处都有人说你死了。你要是觉得人生没有乐趣了，我可以帮帮你，不用这么拐弯抹角。你在我面前装什么？我就问你，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嘛？轻舟已过万重山，低头见我仍是我。我也不劝了，接下来该怎么做，该如何去做，你自己做决定。大不了你死了，我以后帮你报仇。就凭你这天赋，还想给我报仇？就凭我是剑神。那我准备一口上好的金丝楠木棺材，要能装下7尺的。
你能让他跪下吗？能。好，这就妥了。3日后，你去与他打架。不一样的江湖第17集。书接上回，老李头被虾人忽悠突破成功。周穗凡走出庭院，望着远方那令人心悸的剑士，不过他知道这是谁，嘴角挂着由衷的喜悦。那个鬼剑里莫狂他又回来了，以更为强大的姿态回来了。而在一座青山之上，有一位盘坐在山崖之上的青衣剑仙，面前白色剑柄的铁剑在震动。本以为那次比试之后他会一蹶不振，没想到他现在也触碰到这一层了。不过我还是对剑神更感兴趣。于是青山剑仙便来到了道宗打探有关剑神的消息。我想知道去哪里能找到剑神。自从剑神出世，你一直在寻找剑神的下落，你为什么认为我会知道？天底下的术师最能算的也就是面前这位了，论好奇心最重的估计也是自己面前这位。要是哪天传来莫道里死亡的消息，我不会有丝毫惊讶。作为一名术师，好奇心还那么重，突然暴毙也是能理解的。剑神的消息传出那天，道宗就有一道无比巨大的惊雷落下，只不过自己毕竟有求于人，有些话还是得说的委婉点。天底下有多少是能瞒得过你？这倒也是。禁坛黑莲来自于封禁之地的神物，具有屏蔽部分天机、延长寿命的功效，我相信你会喜欢的。客气了，实在是客气了，不就是打听一个消息吗？何必还带这么大的力呢？太见外了。你要找剑神很简单，去找李莫狂，他一定知道，二人关系匪浅。本来想的就是等这次和鬼剑较量完之后，就去找剑神一战，没想到两人居然认识，那就谢过阁下的消息了，在下先告辞了。少府一老一小两个人在那里练习挥剑，没有飞沙走石，没有剑气环绕，就是普普通通的挥剑。你们这是在练剑？他们确实是在练剑。大道质朴，化繁归一。这时老李头突然停下练剑的动作，抬头看向了远方，一道纯白色的光从远处袭来，飞入了赵府院中。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我以为还要我去找你呢，没想到你也这么迫不及待。和你打架是顺带的事，我想与剑神较量一番，你可否引荐一下？尼玛的，老子盯你盯了这么久，辛辛苦苦提升境界，磨练剑术，结果你现在跑来打听剑神的消息，你这样我很没面子。这样吧，3日之后给你答复，我要问询一下他的意见。可以，原本还想给你留点面子的，你自己这么做就别怪我了。老李头拉着虾人来到了一个没人的房间。你能让他跪下吗？能。好，这就妥了。3日后你去与他打架。你有病啊！让他跪了之后呢？万一他最后恼羞成怒的要跟我拼命，你让我怎么打？我会拦着的。有10成把握能拦得住他吗？我起码有8成把握。8成把握与九死一生有什么区别？我才不干呢！又不是我要与别人较量。此时屋外，也不知二人在里面谈了什么，不知道李前辈把虾施主带到房间去是要干什么。告诉你一个秘密，虾人是剑神的传人。从村子里面出来后，关于江湖上的一些传言，我也听说过不少。剑神仅凭了一把剑，就能令10万大军下跪。没想到这位与自己朝夕相处多日的好友，竟然是剑神的弟子。这和尚这么好骗吗？看样子居然真信了。3日之后，在一座废弃的高山之上，一袭青衣，飘飘仙如遗世独立，一位粗布衣长的老者站在其身前。他答应了吗？答应了，时间就在今天太阳落山之际，让你在这里等他。好，我在这里等他。只是这一战过后，我恐怕很长时间不能与你较量了。无事，你开心就好。为了让那小子答应与你比试，青鳞剑又给借出去了，还答应了一大堆药材。要知道这些东西可都是我多年的珍藏，不过这都值得。本来我还想要点脸皮的，结果你自己作死，那就怪不得我了。青山剑仙与剑神的较量，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传开，一大群人趋之若鹜，赶到了这里。不过人群都远远地躲到一个山头看。这种高手间的较量属于难得一见的大喜，但自己的命也就只有一回，孰轻孰重，大家也是拎得清的。那一个躺坐了1个多月的老皇帝也被人抬着赶过来。大周内部的这几位顶尖剑客我都清楚，唯独这个剑神捉摸不透。今天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剑神到底还有些什么手段。二皇子明显有些心不在焉，独在一个不经意的角落间，细细地观赏着一个人的画像。那是神女的画像。皇帝年事已高，希望在死之前，这些孩子都能陪在他的身旁，于是都召了回来。二皇子回来的路上听说了神女的故事，看见了神女的画像，他就再也离不开眼睛。世间竟有如此女子，有通天造化的能力，更有舍身取义的大义，以一己之力就一州之民。可惜已经飞升而去，未能真正见过神女一面，那可真是遗憾。二
二哥在这儿干嘛呢？太阳快落山了，等会剑神也要来了。你武功高强，可以站近点看，在这后面又看不到什么。要知道，这可是顶尖高手对决呀！观赏二人的对决，对你日后的修行也大有裨益。好的，马上就来了。不一样的江湖第18集。书接上回，虾仁答应老李头要与青山剑仙对决，一身衣袍加上诡异的面具，使剑神充满了神秘的色彩，隐隐约约的压迫感，让很多人呼吸急促。在这里的不乏高手，道宗的、皇室的，以及要与其较量的青山剑仙，但无一人能看出剑神的境界。老皇帝眯起了双眼，心中感到了深深的威胁。这小子真能装呀！以前不太明白这货是怎么装高手的，现在明白了。要不是早就知道了，绝对没办法把自己看到的这个人与虾仁联想起来。这么精彩的比试，虾施主为何没来？他觉得自己师傅单方面欺负人，没看头，所以就没来。阿弥陀佛。不会以为虾仁真有这么强吧？下面的才是实际对决。李莫狂说你要与我较量，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我答应过来与你一剑，但值不值得我出剑就得看你本事了。给你个机会，全力向我挥出一剑，若是你这一剑能伤我分毫，我便与你正式较量。记住，不要想着藏着掖着，你只有一剑的机会，若是你连我分毫都伤不了，那我们也没有再比下去的必要。你这一剑我不会躲。英姐，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狂傲！在场这么多人，大名鼎鼎的高手居然敢放出这种豪言壮语，这是在搞什么东西？站在你对面的大周第一剑仙，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小菜鸡，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这小子现在才只是个8阶的武夫，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这种说法我在师门中也听过，不过这都是那些修为高深的前辈教那些初入修行的弟子们才会放出的话，这对自己的实力该有多自信？这是人话，他是哪来的底气说出这种话的？他是受什么刺激了吗？怎么想不开？老夫踏入江湖上百载，碰到过无数对手，从没有一个对手敢对我放出如此豪言。你这是在小瞧我吗？你可要想好了，确定不出剑，要硬接我一剑。出剑吧，我就站在这里领教你的剑法。这耗尽我毕生所学，所有力量的一剑，居然无法伤其分毫。你败了。灵剑就此跌落，与之跌落的还有青山剑仙的那一颗修行之心。说完这句话后，剑神驾驶神秘坐骑飞入云霄，消失得无影无踪。青山剑仙败了，大周的最强剑仙居然连剑神的防御都破不开，剑神之名实至名归。好像把人给刺激废了，原本只是想让他丢个脸而已，现在感觉好像把对方的道心给整崩了，怎么办？后面还要跟人约架，现在对方这个情况，打个毛线啊！比自己当年受的刺激都要深，毕竟苦心造诣，学剑上百载，结果连人家防御都破不开，说的直白点，连剪指甲都不够格。整个大洲能让我感觉到一些威胁的只有2个，一个是道宗的莫道离，还有一个就是青山剑仙。而现在剑神的威胁比这2人加起来都大，看来要早点行动了。青山剑仙那副样子，大概是不会与李莫狂较量了。李莫狂再照拂的话，正义盟也不好行动。看来得做些行动了，不然这样继续被动的等下去，很可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皇都也可以掀起一些风言风语，毕竟有些东西不需要证据，只要有人说就行。先把名声搞臭，名声臭的人怎么解释别人也不会听的。
阿弥陀佛，真是一场神乎其技的对招。赵施主，你说对吧？对方的剑法还是自己教的，怎么修行都是自己一一教导的。他是什么样的资质，自己也探查过。怎么的，1个月不见，你就真的成剑神是吧？赵施主，叫了你好几声了，你都没有反应。太惊讶，有点没反应过来。的确呀，没想到青山剑仙居然如此轻巧的败了。原本会以为是一场龙争虎斗，没想到却是以这样的结果收场。我们走吧。你不和青山剑仙约一场吗？他走的时候跟条野狗一样衰颓，让我怎么约？落井下石吗？也对，毕竟要是告诉青山剑仙真相的话，估计青山剑仙能当场自裁。一个已经够颓废的人，你告诉他在你面前的敌人不是多么牛逼哄哄的剑神，就是一个8戒5夫的小蚂蚁，你一根手指能碾死一大群的那种。除了以死明志，实在想不出对方还能怎样面对以后的人生了。毕竟像老李头这样的厚脸皮强者还是比较少的。3人回到了赵府，老李头和赵玄洛直接把虾仁带到了一个房间。房间内，老李头和赵玄洛宛若审问犯人一样盯着虾仁。说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得想个理由糊弄一下。我想想啊，该怎么编？该怎么跟你们说？当我们2人是傻子，当我们没听清是吧？这件事说来话长，硬要仔细说来的话，应该是那个大雪夜，我老爹把我才捡回来的时候。长话短说。总的来说就是有限制有代价，不能随便用。这就对了嘛，这么厉害的招数也不可能天天用，有限制有代价，这就正常很多了。以后尽量少用，行走江湖，这就是你以后最大的底牌，足够你在很多时候险象环生了。至于这个能力怎么来的，老李头和赵玄洛没有打算继续追问下去，毕竟这小子稀奇古怪的能力很多。这个虾仁有多怪，仅凭一根绣花针居然能让皇子怀上，直接让皇子怀疑人生，躺床不起。不一样的江湖第19集。书接上回，虾仁击败青山剑仙，四皇子开始散布谣言，在黄州的大街小巷开始流传了一些关于赵府的烟柳艳事。听说了吗？赵府那一位常年不出门的小姐，早已不是完璧之身，在闺阁之中养了一位年轻的面生，甚至还对和尚感了兴趣。据那些门卫所知，赵府的确有和尚，而且也的确多出了一个少年，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溜进赵府的。反正那少年肯定不是从大门进来的，他们就没见过。谣言加上一些所谓的知情人爆料，这件事情就被人们实锤了。谣言愈演愈烈，很快就传到了赵丞相的耳朵当中。老管家将搜集到的消息以及那些吃里扒外的家伙的信息一一告诉了赵丞相。把这些人拿去种树吧，这是有人按捺不住要动手了，那我就奉陪到底。此事也很快就传到了虾仁他们耳里。赵玄洛回来这么久，没有什么谣言传出，偏偏我来了之后就传出这种谣言，这是想整我呀？自己在整个黄州唯一与自己有过节的，只有那个所谓的四皇子。谣言嘛，谁不会传世的？而且我传的也不一定是谣言呀，我主打的就是个真实。虾仁从赵玄洛口中打听到了这位皇子日常的出行以及住在哪里后，就开始了蹲守。刚才感觉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难道是自己的错觉？算了，先回府吧。虾仁回到了赵府，拜托赵应天造谣一下四皇子，并说出了这一路发生的事和自己的猜测。赵应天答应了。这几天我也调查了不少，看来对女儿下手的的确是四皇子，而那个向北蛮通风报信的也是他，答应帮忙造谣，就是想看一下这小子有什么手段。虽然这个谣言很荒诞，四皇子欺男霸女，天怒人怨，上天降下责罚，让她怀孕。不过有的时候越是荒诞不经的事情，越能发挥奇效。而此时，在府上的四皇子愁眉不展，怎么感觉这几天自己食欲不振，还有一些恶心想吐的症状？按理说我也是修行中人，不会轻易的染上病痛。于是四皇子叫来了大夫为他把脉。殿下，最近可有什么症状？有些头晕眼花，食欲不佳，还有些犯恶心想吐。大夫可是看出了什么？在下才疏学浅，一时间也判断不出，恐怕得请殿下另请高明了。诊断不出来吗？我听闻在川街巷有位老大夫专治疑难杂症，熟读医说，见识广阔，必能为殿下排忧解难。既然这样，你就先回去吧。而那位大夫在回到医馆后，就赶忙去查阅医书。不应该啊，男人怎么会有喜脉？难不成四皇子其实是个女儿身？你把我们叫到这里干嘛？有啥大事吗？给你们说了，可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师傅给四皇子把脉，四皇子怀孕了，四皇子是个女儿身。哦，
记住啊，你们一定要保密，保密再保密，这件事情千万不能透露出去。你放心，天知、地知、你知、我们知，还有师傅知，绝对不会让别人知道。其中一位伙计回到了自己家后，对着自己的妻儿说道：“我今天得知一个重大的消息，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而此时，在自己府上的四皇子看着另一位大夫，眉头紧锁。到底怎么回事？赶紧说，不然我让你这辈子都说不了话。殿下，您这是有了？你在戏耍我吗？不敢呀，殿下您想想，恶心发土，食欲不佳，这是大多孕妇前期症状。如果殿下还不信，可以再请别的大夫来进行诊断。四皇子让人把这个大夫压了下去，然后又让人去城中请了好几个大夫回来，每个大夫分隔开来，单独为他诊来，无一例外在他的逼问下都是喜脉。四皇子最后呆坐在位置上，眼神当中闪过一丝狠厉。这些大夫一个都不能留。然而，在市井之上，关于四皇子怀孕的消息开始传出，再加上有心人的推波助澜，开始如星星之火一般燎原，大家对于这种言论都乐此不疲。这可比赵府家的小姐在闺中养面首还要劲爆。而在朝堂之上，李右丞相因为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勾结边塞将就等多条罪名被押入大牢，最后在大牢中突发心疾而死。而此时，四皇子躺在床上，看着那日益鼓起的肚子，双手紧紧捏着被褥，眼角湿润地说道：“打不掉，根本打不掉。”他快要崩溃了，这莫名其妙的孩子，无论如何他都没有办法打掉，这仿佛就是一个诅咒一样，在摧残着他。他现在根本就不敢出去见人，就怕被人看出端倪。此时赵府、虾仁等人也在考虑接下来的打算了。在这里疗伤这么久，身体恢复了很多，必须要离开了。自己再不回去，师父可能葬礼都给我办完了。那臭小子，你后面打算干什么？继续闯荡江湖，行侠仗义？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后面该去哪了，走一步看一步吧。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封禁之地，你若是闲着无事的话，可以去这种地方看看。据说在封禁之地的深处，有着可以让人长生的秘密。藏着长生的秘密，那老皇帝不去找？没有那么简单。封禁之地位于五国交界的地方，位置敏感。据说那长生的秘密就藏在封禁之地的深处。这地方有点意思，还藏有长生。有一说一，想想还是很心动的。长生，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呀！这个地方我也听说过，蛮有意思的，要不一起？此地极为凶险，虾施主可千万不要一时冲动。有什么危险？在去往封禁之地的路上，首先要经过的就是尸山，大量尸体被废弃在那里，尸气弥漫。据说里面还有一尊实力极其强大的汉存，就算是3阶的高手，不注意的话，也可能会栽在那里。居然还有这种好地方！这小子对此很是淡定，身上一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底牌，不然听到行尸不会这么兴奋。反正系统吞噬尸体，我就能变强。这哪里是尸山，这不是妥妥的经验包。这地方看来非去不可了。你师父所教剑法是仙人柜吗？可否让我见识一下？啊，这不好吧？你确定？不一样的江湖第20集。书接上回，虾仁用系统之力让皇子怀孕。赵丞相看着自己的情报系统收集来的信息，不免得有些陷入沉思。四皇子居然真的坏了，这小子可真有些手段。这个不安分的四皇子可能得率先出局了。老皇帝看起来也坚持不了多久了，这大周又要换新天了呀。最近局势不稳，我与周随反倒是有些交情，不如把女儿送到他那里，让他带洛儿修行，也好让洛儿有个保障。四皇子府上，老皇帝强行派了一群人，偷摸地将四皇子从府上带离了。一脸威严的老皇帝看着被人带过来的四皇子，以及那微微隆起的小腹，不争气也就算了，居然还能被人搞成这个样子，这也配是我的种？起来，跟上！四皇子不敢怠慢，诚惶诚恐地跟在身后。父皇还是疼我的，虽然训斥我，但还是会为我想办法。走完了台阶，来到了一处广阔的地下空间，一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丹炉。父皇，儿臣觉得怀孕这件事靠太医应该就行了，不用再麻烦父皇了，我先告辞了。你平常不是老要为我尽孝吗？今天是时候了，就帮父皇一把。与此同时，在自己府上的七皇子睁开了双眸，漆黑的双眸深邃无比，没有白日的单纯与无瑕。看来该离开了。第二日，朝堂之上，有多名官员突然上书，几位皇子该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了。面对这个提议，各大皇子的支持者也开始纷纷上书，因为老皇帝看着日渐消瘦，估计也没几天了。这个时候早提出一个竞争者，大家都很乐意看到。七皇子当天就把东西收拾好了，第二天就离开了黄都。在路上，二皇子特意为七皇子送别。
七弟，你怎么就那么答应了？你再坚持一下，说不定父皇还能给你换一个好的封地。二哥，你是知道我的，对我来说，去哪里都一样。毕竟我是皇子，我的生活也不可能差了，我追求的也不多。等我登上了皇位，一定要给七弟换一个封地，让他日子过得更好一些。七皇子心中也在默默地为二哥践行，有些事情他不敢说，曾经他也做过一些隐晦的提醒，却被父皇看出了猫腻。二哥，对不起，我能救的只有我自己。赵府赵应天这里刚得到一份消息，四皇子莫名失踪了，而且半点消息都查不到。思来想去，也就只有一种可能了。老皇帝为了维护皇家的颜面，对其痛下杀手。毕竟老皇帝可不是什么良善之人，当初他可是有着10多个兄弟姐妹，可是现在一个活着的都没有。不过算了，这些先不管。今天周随凡要来府上，得让女儿快一些拜师。不久后，老李头和虾仁在一旁看着赵玄洛拜师，有一个剑仙做师傅，赵玄洛未来的修行可以走得更长远。拜完师后，四人坐下闲谈。老李头，这位是你收的徒弟？不是，他是剑神的弟子。根据我观察，你好像走的是武夫的路子。我资质差，也就气血浑厚了一点，所以只能走武夫的路子。气血的确不低，不过剑神作为一个顶尖剑客，却收一个武夫做徒弟，这不是……我师傅收徒不看修行资质，全看剑道悟性，只要领悟了，便能练成。就算出身江湖，境界很低，也能以弱胜强。原来是这样，你师傅所教剑法是仙人桂吗？可否让我见识一下？啊，这不好吧？你确定？我来领教，不过你放心，我会压制自身境界，跟你保持在同一境界的水准。这个便宜师傅，你该不会以为人家境界低，这招就对你没什么效果吧？老李头和10万大军都跪过了，你一脸热切的样子，我都有些不好意思阻止。长辈与晚辈较量是该压一些境界，毕竟输了起码也有个台阶下。于是，一行人在院子里面拉开架势，老李头和赵玄洛很明智地站在了虾仁的身后。玄洛，等会注意躲着点，别被我伤着了。区区一个8阶武夫，就算我压制了境界，应付对方还是很轻松的。我今天就要看看这仙人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回事？完全提不起半点抵抗的心思就跪下了。剑法不错，同界之中少有能与你匹敌之人。不过你切不可因此成就而沾沾自喜。接下来我把境界提高一个档次来试试你的极限在哪里，所以你要小心了。不错，不错，接下来我会把实力提升到6阶，那可是宛若鸿沟一般的差距，就算是惊世艳艳之才，也很难在这种差距之下达成跨越境界挑战，你可要小心了。啊，还要来吗？你放心，虽然境界提高了，但我会控制力量，不会伤害到你的，这也好了解你的极限，对你以后行走江湖有莫大的帮助。原本只有自己一人跪，心情是不爽的，而现在又多了一个人，心情舒缓了不少，而且对方还跪了那么多次，我都有些不忍心看了。这便宜师傅实在是太惨了，已经把境界提升到4阶了，却还是连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这究竟是什么剑法？要是把自己提升到原有的境界再跪，那脸就彻底没办法要了。剑神所创剑法果然非同凡响，实在是让人敬仰啊！今日能领略这剑法也实属幸事，看天色也不晚了，不如我们到此为止如何？一个前辈给我跪这么多次，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也对，我也有些累了，施展这剑法也是要耗费不少心神的，尤其是对前辈施展更是劳累呀。哪里，我观小友气度不凡，才情无双，以后肯定能达到剑神那个高度。今日一见如故，不如喝2杯。这个便宜师傅虽然剑法不咋地，但脸皮绝对是最厚的。当初老李头跪一下，可是把自己关了1天。这便宜师傅跪了这么多下，脸都没红，还要跟对方喝酒，这脸皮，这气度，简直找不到第2个人了。不是说好的不打脸吗？不好意思啊，手滑。不一样的江湖第21集。皇帝的寝宫内，二皇子突然受到召见，这是魏父留给你最后的礼物，吃下去就能突破到3阶。父皇，一个蒲团之上，二皇子坐在上面，吞下了那一颗黑色的珠子，自身气血之力暴涨，成功突破到3阶。
父皇，你这是要做什么？当然是为了长生呀！我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呀！站在你面前的这副躯体也是我的亲儿子，严格来说，你也可以喊我爷爷。这怎么可能？为让你突破3阶，我可是花了不少功夫。原本在边境的各个重城，我画了阵法，想到是那里常年征战，能够收集到足够多的血魂。可是没想到你这么骁勇善战，北蛮的人根本就没机会打进来。到最后，我只能另想法子，在郡州掀起瘟疫。可是没想到你4弟居然勾结北蛮，让他们打了进来，10几座城池被屠，提供了大量的血魂。唯一可惜的是，那个神女解决了瘟疫，不然的话，你这具躯体还能更强。是你干的，那些可都是大周的子民啊！整个大周都是我的，为了千秋万载的宏图霸业，为了我的长生，让他们付出一点生命，这是无上的荣光。跟你说这些，只是想让你死个明白而已。别怪爷爷，等爷爷到达了更高的境界，我们大周定能更为辉煌。黄都的街道上，家家门窗紧闭，却有无数道人影在穿行。甲胄之间的碰撞声此起彼伏。赵府主母徐氏和二娘在房间里闲谈。你说老爷突然叫我们不要外出，该不会是宫里那边有大事发生？老爷是位高权重的丞相，尤其是李佑丞相死后，现在大权在握，他们会不会冲到赵府来呀？你就担心这个睡不着，把我喊起来，不然呢？这可是大事呀！后院一个是大周第2剑仙，还有一个是鬼剑李莫狂。你当老爷为什么偏偏选在今天晚上让老儿拜师？可以说，现在整个黄都最安全的就是赵府。反正现在也睡不着，我们去厨房弄点吃的吧。都30多岁的人了，怎么还用这一招？真当我会中招吗？另一边，周岁凡在和虾仁把酒言欢，聊着聊着就扯到剑法上面的事情。夏小友，你这剑法变化莫测，诡异无常呀！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从未见过如此霸道的剑法。刚才在较量当中，还有一点点看得不是很明白，小友可否为我答疑解难？于是虾仁将那一天对老李头吹嘘的那一番话，对周岁凡又讲了一遍。然后周岁凡就在那里感慨剑道规则的玄妙，不过他身上没有任何变化和领悟的迹象。果然，骗人的东西怎么可能会具有普适性？老李头那一次也只能算是他运气好了。这货废了，这么精妙的东西讲给他听，居然一点领悟都没有，还一个劲的在那里感慨，知不知道自己错过了多大的机缘呀？第2天清晨，有公公来到赵府，送来黄帖，让赵丞相穿戴整齐去恭迎新皇登基，商量为老皇帝举办葬礼，以及处理那几个意图谋反的兄弟等事情。没想到二皇子居然如此迅速，甚至都没有让我帮忙，就将几个皇子摆平了。原本以为二皇子虽然带兵有加，但关于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可能还差点，没想到我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一众官员来到朝堂，赵丞相携众人跪拜。当赵丞相抬起头看见这位新皇的双眸时，心中不由得一怔。仅仅只是那一眼，赵应天就无比肯定，坐在皇位之人绝对不是二皇子。赵府昨天喝醉了的4人才起床，虾仁要准备开始自己新的旅途了。老李头，你后面有什么打算？我准备去一趟大秦。你个老小子，脑子进水了吗？你该不会是想挑战他吧？老李头要挑战谁呀？10年之前，正道剑仙的第1战，打败了青山剑仙的那位女子剑仙端木妙云，也是现在天下公认的第1剑仙。你这老小子这么厉害，那你怎么不去挑战剑神呀？你要去把他挑战赢了，剑神的名号就是你了，这可比挑战天下第1剑仙还要响亮。有些事你不懂，我不懂，我是不懂，但是我懂怎么给人办葬礼以及哭丧的流程。要不要？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联系。听人劝，活得长。你要挑战高手，我也不拦你，但你不要一来就挑战最强的好不好？循序渐进，从最弱的开始。行吧，走，出去打一架。你几个意思啊？从最弱的挑战，你第1个就挑战我是吧？在你眼里就我最弱呗？没有，你离我最近而已。先说好，别打脸，我徒弟看着呢。一定。这才是高手之间的对决，不像我跟高手较量就得装逼，真要比拼硬实力，对方一剑就能把我砍死。不是说好的不打脸吗？不好意思啊，手滑手滑。恭喜啊，你现在是剑仙了。你被正义盟通缉的事情，你准备怎么弄？要不我们帮你把你是剑神徒弟的事情给传出去。正义盟要是得到这个消息，多半会撤销悬赏。这只是解决了小麻烦，现在剑神之名冠绝江湖，哪个不想见识一下？就算你手段众多，也难免会栽了跟头。
这里面有4张人皮面具，你可以先用着。正一盟那边我会去帮你处理，到时候我会说你是我徒弟，正一盟会给这个面子。你确定报你名号我能更安全？我怕到时候蹦出一大堆仇家来找我麻烦。不会，跟我有仇的年轻的时候就被我弄死了，不可能留到现在。还能怎么说？老李头是真霸气，就这么来吧。你要不要洗洗脚？我感觉你的脚气好重啊，花草都枯萎了。不一样的江湖第22集。阿奇，等会儿到尸山，我跟铁狮动起手来，你躲远点，免得伤到你。知道了。好不容易用替身逃出来，那个替身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被父皇发现，反正要么死在这里，要么被杀死。莫道离说尸山有我的一线生机，半路上遇到了这个女生，女孩叫小铃木，是一位蛊者，她有着混元毒体这种特殊体质，身体表面蕴含剧毒，凡是触碰着不到10个呼吸之间就会毒发身亡，说不准这女孩就有可能是自己的一线生机。花草都枯萎了，此地定有大凶之师，这尸山可真是一座金山。阿奇2人到了尸山附近，就停下了脚步。再往前的话，就进入尸山的外围了。你先在这里等着，我进去看看。那你小心点。我会的。有的时候，这老天真的喜欢开玩笑。本来作为一个皇子，享受着锦衣玉食，而如今活着却成为了我最大的奢求。有一群死人诈尸了，现在正在朝我们冲过来。有一个银色的特别凶，还愣着，快跑啊！当小铃木说银色的东西后，我就明白是个什么东西了。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在外围碰到隐尸？后面有隐尸，快跑！出来吧，饕餮！是你的味道，居然真的是你！你谁呀？仔细看看这张脸，你确定不认识？你是那个女鬼呀？那一剑之仇，我至今刻骨铭心。在多番的奇遇之下，我已经有了如此强大的实力。现在你就是跪下舔我脚趾头，我都不会放过你。你那是什么眼神？你是看不起我吗？我今天就让你尝一下狂妄的代价。在下虾草会虾家村第365代凶兽封印使。我叫阿奇，他叫小铃木。你好厉害呀，手居然可以变成那么大的一个怪物。那是上古凶兽饕餮厉害，我本身并算不得多厉害。上古凶兽饕餮，虾兄，你这是打算前往尸山？是的，我打算在这里获得更为强大的力量，然后去往封禁之地。我们也去往尸山，要不一起同行？我也正有此意，那便一起吧。强大的实力，神秘莫测的来历，未曾听闻的上古凶兽饕餮，如此不凡之人，说不定能带我走出困境。在这尸山上，万籁寂静，除了3人的脚步声以及小铃木一直说话的声音，再没有其他任何动静了。刚才我都没有踏入外围，就看到一群，现在走进来了，怎么一个都没有了？难不成全躲起来了？与此同时，在1000米深的地下溶洞内，所有洞口被大量的石块堵着，一群行尸在里面瑟瑟发抖。还得是老大提前让我们躲起来了，不然就完了。真的有大凶之物，没想到作为行尸，居然也有天敌。老大，你干嘛呀？就是啊，外面有大凶呀，是行尸的那种呀，很危险的。我感受到了，是他的气息，他来找我了，我要出去找他。老大，我替你去吧，这样贸然出去太危险了，有我探路，你后面也能更多一份把握。小春，你贸然出去也是死，我实力比你强，我说不定还有机会逃。我学过一点人类的美人计，上面虽然是大凶，但它也是人的样子，说不定能起效果呢。况且在几位金尸当中，我的速度是最快的。虾枣会在四处寻找，一会儿爬到树端，一会儿翻开草丛，甚至连大石头底下他都翻开看了看。别说行尸了，连一根行尸的毛都没看见，经验值跑哪里去了呀？难道全部搬迁了吗？最后天色渐晚，3人在山上找了一个山洞。当几人点燃火把走进去的时候，被一堆金灿灿的东西闪得睁不开双眼。大量的金银珠宝随意丢弃在旁边，一个巨大的石座上面铺了一张巨大的白色虎皮。
这次来到土匪窝了吗？这么多钱财，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离开？为什么？在这个尸山上能有资格，并且有那个只会为自己建造这么个地方的只有一位。看吧，这里的东西都没有被收走，全都摆放在这里，那说明对方才离开不久，随时有可能会回来，所以我们得赶紧离开。你该不是认为自己有能力收拾得了汉魃吧？我没有，但他有。天底下一切行尸的克星饕餮，饕餮上古4大凶兽之一，曾经吞掉了世界上将近1半的生灵，人族最为顶尖的大能合力将其封印。虽然饕餮被封印了，让他不能吞噬生灵，但那些行尸却还是可以被吞噬。要知道，当年除了那些鲜活的生灵外，最让他喜爱的就是那些行尸了。这么危险的凶兽，为什么会封印在人的身上？以前一直封印在虾家村的地下，并没有封印在人的身上，只是在5年前，他将神识附在一个少年的身上，操控着那个少年，妄图解开封印。无奈之下，村子里的人只能倒行法阵，当饕餮的封印集中在一个少年身上，让少年成为了饕餮的封印法阵。只不过这代价是惨重的，一个世世代代守护着封印的村子，只活下了1人。封印饕餮的村子只有1个人活下来，而面前这个人的身上有饕餮，那岂不是说，原来这个少年跟自己一样可怜？那你来到尸山，又打算去往封禁之地的目的是什么？我身上的封印不是永远的，我需要提升实力，去封禁之地寻找永远封印饕餮的方法。我不想等我死后，饕餮跑出来危害人间。这些年来，你一定很辛苦吧？在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辛苦2字，有的只是承诺。总感觉那故事有问题，不对，是这个讲故事的人有问题。你要不要洗洗脚？我感觉你的脚气好重啊，花草都枯萎了。看见他一直盯着小铃木的脚，还以为他有什么别的想法，结果你现在说人家有脚气，脑子没进水吧？谁家脚气能把花草都给毒死呀？黑色的手好酷，一般中了你这个毒的能活多久呀？10个呼吸。哦，10个啊！不一样的江湖第23集。我这不是脚气，我这是毒，浑身都有的。我不信。你为什么要碰我？碰我会死的，你知不知道？我与小铃木虽说是一起同行，但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这2傻子居然敢直接碰，还以为这家伙能帮我逆天改命，没想到如此莽撞。我看也没什么事嘛。你手都黑了，你快死了。哦，黑色的手好酷，一般中了你这个毒的能活多久呀？10个呼吸。哦，10个啊！已经6、7个呼吸了，还有什么遗言？赶紧说吧。说个毛线，一点小毒而已，还能毒死我？手臂上的毒素已经消失了，这家伙的毒的确是解了。这毒你怎么解的？我们家祖传的9转还魂丹，可解天下一切之毒。如果真的有这么厉害的丹药，怎么可能就这么浪费掉？这人肯定不简单。你好厉害，你是第一个碰到我身体没死的人。洒水了，我可是凶兽封印使，天底下有什么毒能毒死我的？你这么厉害，能不能把我身上的毒也给解了呀？这不是中毒，而是自身带毒，鬼知道这毒会不会跟他的生命直接挂钩？万一把毒解了，嗝屁了怎么办？解不了的话就算了，等我以后修为更强了，说不定就能把毒完全内敛了。别对女孩子动手动脚的，这样不礼貌。看着太可爱了，没忍住。没关系的，我觉得很开心，你是唯一碰到我还活着的人。总共就10个呼吸的时间，还是早点吃为妙。万一没把控好时间，那就直接嗝屁了。救命啊！谁来救救我？经验值来了。石山方圆50里没有村庄，哪里来的女人的呼救？这当中定是有诈。有人在求救呀，我们出去看一下。小铃木，你江湖经验还是太少了，这荒郊野岭怎么可能会有普通女子在这里呼救呢？还是出去看看吧，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万一就因为我们那么一点点警惕心，让一个无辜的人在这荒郊野岭活生生的饿死、冻死，或者被野狼吃掉，我余生都会愧疚不安的。白天你吃行尸的时候，怎么没有看见你这么善良？几人举着火把，顺着声音的来源前去，就看到一位身系一缕薄衣的女子，在被一群普通的行尸追逐。哦，我将是你们此生的尽头。这男子太吓人了。你没事吧？怎么了？哪里受伤了？要不要我给你上点药？
这荒郊野岭的，你个弱女子在这里也不安全，要不跟我们回山洞吧？我们那里还生了火，你还可以取暖。荒郊野岭的，这可不是什么正经女子，你确定要把她带回山洞？谁会把正经女子带回山洞啊？要的就是不正经的。不要害怕，我们都是好人，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别再坐着了，我扶你起来。不用，我自己能起来。那就跟我们一起回去吧。搞不明白这人究竟想要做些什么，毕竟他也不像是小铃木这种不经世事的，不可能看不出问题。他现在故意为之，应该有把握拿捏这个神秘的女子。见过不少行尸，居然还有智慧能说话的，说不定可以通过他找到其他行尸，这叫放长线钓大鱼。不然这么大一座尸山，总不可能说所有行尸说搬就搬吧，肯定是藏在哪里了。随后虾仁一行人回到洞穴，神秘女子被安排在最里面。你家在哪里呀？还有没有什么亲人？我们可以送你回去的。我的家人都被土匪杀了，我现在没有家了。哦，那你怎么会来到尸山？我是被一群土匪绑上来的，他们说要把我抓去卖，然后路过了这里，在山脚下休息的时候，突然就遭到了袭击，然后我就跑了出来，那些怪物就在后面追我。那些人是土匪，不是傻子，他们是想赚钱，而不是想找死。别说买卖人口，就算是倒卖军械、贩卖私盐，都不会选择走这条路。阿奇，你怎么能这样呢？人家编个故事，人家把这个悲惨的故事讲出来，内心也是极为难受的，你怎么还能这样质疑人家呢？还没问你叫什么？我叫杨碧莲。所以你的家人在哪里呢？我不是说了吗？我的家人已经……你早就发现了。在你传出呼救声之前，我就发现你的到来了。你是在看戏，也是在陪我演戏。恭喜你答对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贸然出现的目的是为了小铃木吧？从你遇见我们开始，你的目光大多留在了小铃木的身上。他们怎么了？说起话来怎么神神秘秘的？那个被我们救回来的大姐姐，其实是坏人假扮的，对你别有用心。真的假的？我有骗过你吗？除了我的名字。和阿奇一起的这段日子，阿奇对我可好了，有好吃的都会让我先吃，还会耐心为我解答问题。阿奇是不会骗我的。只要他们打起来了，我们立马跑。他们这种层面的战斗，我们帮不上忙。要是你告诉我其他行尸在哪里的话，说不准我可以放过你。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只给你5秒钟的时间。如果不愿意说，那你就去死吧。3，这个男人这么可怕，真的要打起来，我没有半分胜算，只能想办法逃了。2、1。这是一件仙人柜，这个剑法只有剑神用过，剑神每次出场都戴着面具，没人知道他的长相。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莫道里果然没说错，我的一线生机果然在尸山。阿奇，你在笑什么？没事，虾大哥已经制服坏人了，我们进去吧。你对我干了些什么？没什么，让你多了一些你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同时减少了你身上的一点负担。他妈了个！不一样的江湖第24集。哦，我的朋友，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家人在哪里吗？你一个弱女子出门在外，跟陌生人相处是不安全的，还是把你送回家比较好？我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我哪来的家人啊？是我措辞上面有一丢丢小小的失误，我现在重新组织语言，再问你一遍，跟你一起在这座山上肆意奔跑的小伙伴们去哪里了呢？要杀要剐随你，我是不可能出卖他们的。既然你这样，那我只能用一些特殊手段了。你们2个在洞外面待一会儿，不要偷看。周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希望你能好好和我合作，我是不会亏待你的。要杀要剐随你，但凡老娘眨了一下眼睛，我就不信阳。好，有骨气，我很欣赏你，希望等一下你还能如此有骨气。你对我干了些什么？没什么，让你多了一些你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同时减少了你身上的一点负担。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如果你硬要谢我的话，叫我一句好人就行。他妈了个！你
以前体验过生孩子的感觉吗？准确来说，你体验过男人生孩子的感觉吗？你们要过来啊！声音都喊哑了，没想到剑神居然好这一口。强者总会有点不一样的癖好，也是可以理解的。居然什么消息也没透露出来，等1个月后，希望他还能这么坚持。之后虾人便把洞外的2人给喊了进来。没想到剑神居然这么快，这时间也忒短了吧？才没走几步就被叫回去了，难道有什么隐疾吗？刚开始以为是太过恐惧了，声音破音了，没想到居然性别都变了，这也太可怕了。前辈，弄完了吗？你叫我前辈，我比你也大不了多少啊。那我叫剑神。我感觉你可能误会了什么，我不是他。虽然我修炼了他所创的剑法，如果最后我还是没有找到彻底封印我体内凶兽的办法，那么我将会请他出手。他是真正的惊世之才，古往今来，他是唯一一位单凭一己之力真正杀死凶兽的存在。虾大哥自称凶兽封印使，不是饕餮封印使，也就是说还有其他的封印使存在，那其他事情就可以解释得通嘛。剑神也是封印使，剑神的对手不是人，而是凶兽。我接下来会在狮山待1个月，你们要是有其他事情的话，可以先行离开。我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也可以在狮山留1个月，离开是不可能离开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开的。虾大哥去哪儿，我去哪儿。我恐怕待不了那么久，明天就要走了。你不是要抓一具铁狮吗？留下来说不定还可以继续找。现在离开你去哪里弄？我现在用不上了，找不到也没什么，我还有一些其他事情。什么事情？那就是你没找好目的，那就继续留着，跟我们一起同行。你这姑娘江湖经验太少了，跟着我们就不会被其他人骗了。这姑娘可不能走啊，她要是走了，估计那些行尸就把目光放在她的身上了，到时候全跑了，留在自己身边能钓很多大鱼。小铃木自己一个人闯荡江湖太危险，毕竟她真的不太适合留在我们身边，还能更安全一点。要是离开狮山了，以后老大去哪里找人啊？现在这个大凶也在狮山，其他人还不敢出来，到时候追都没办法追。3个目的不同、想法不同的人出奇的想让小铃木留下。第2天清晨，虾人又开始了1天的挥剑。阿奇大清早就出去狩猎，不知道从哪里抓到了一只兔子，正在辛勤的准备早饭。小铃木只能在一旁看着，并不能参与。毕竟就算是让他去捡点柴火回来烧，那木头都是带毒的。杨碧莲只能无助的怀抱自己，毕竟他现在也不敢跑，而且还变成了这个样子。不给他吃点吗？他不能吃这种东西的，吃这种东西他会拉肚子的，我们吃就好。这狮山虽然说能找到一些动物，但都很少，怎么着也不够吃1个月的呀。难不成的自己下山去买？问题是这方圆50里都没有人家，而且离开了大佬的庇佑也不安全，真希望能有人送些粮食上来。虾人砍了好几棵树，又重新捡起了自己木匠的手艺，做了3张床，干得很漂亮，总共就做了3张床，没有给自己准备的意思，这是赤裸裸的虐待。去捡点儿柴回来，别一天天在这里蹲着，别光吃饭不干活呀。你给我吃过饭吗？行尸也用吃饭吗？再说了，你没吃饭就不能去干活吗？快去给我捡点柴回来，不然拿你煲汤。夜晚，小铃木趁着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偷偷下床了。谢谢，这些天我过得很开心，但是我不能再留下了。你要去哪儿啊？你能跟我仔细说说，你为什么一直想走吗？从我们刚才听到的话语来看，你跟我们相处得很好，是有什么人在追杀你吗？小铃木看到已经瞒不下去了，只能如实交代。我从记事的时候就被一个门派一直囚禁着，他们有着特殊的方法，可以防着我身上的毒。直到某一天，我见到有一群穿白衣服的人跑来攻打这个门派，我就趁乱逃了出来。他们的掌门要杀了我，来练成某种毒功，便一直追寻我，现在估计快追上来了。就这种情况，你跑也来不及呀，迟早会被抓到的。况且这个掌门有多强，会让你觉得会威胁到我们？仔细说说，大概什么实力？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很强。不用怕，虾大哥的实力你也见过了，他们也翻不起什么风了。无所谓了，实在不行的话，让那头金狮上，然后自己在背后来一个暗针伤人。老大等了这么多年的人，跟大兄一同来到了狮山，居然是这群人的缘故。要不是他们囚禁的小铃木，小铃木或许早就来到了狮山，这样就能避免遇到大兄，我也不会变成这样子。那群人真可恶。看来只能动用绝招了。前辈是在下管教无方，给你添麻烦了。今天在这里给前辈磕一个，以表诚意。
对，一个响头这么够，我再磕2个。不一样的江湖第25集。回禀掌门，发现了小林木的踪迹，和3个男人在一起，其中估计只有一个是修行者，修为应该并不高，另外就是一个乞丐和一个普通人，不值一提。这次你立功了，回去之后重重有赏，召集门派所有弟子跟我前去围剿，这次千万不能让他逃了。而与此同时，阿奇在做饭，虾仁也去抓了只鸡回来，开始捣鼓起来。虾前辈，是我做的不好吃吗？你还自己动起手来？还好意思说，每次开饭把吃的东西基本全给了小铃木，指望着你小子迟早得饿死。没想到前辈都这种境界了，居然还保留着对食物的爱好。我觉得阿奇做的饭菜很好吃呀。好吃你就多吃点。自己是不是猜错了什么东西，还是得罪他了？高人的心思可真的难以捉摸呀。这里面当中最强的是个老头子，才5阶，而且还是受了伤的。这里有2个实力在我之上的，怎么着也用不着我出手。虽然说一个人看起来像乞丐，还有一个是厨子，而那个少年看起来像是修行者，有些实力我已经展露出来了。自己作为5阶强者的气势，居然没人被自己的气势吓到，看来得先跟对方交谈一下，看一下的。兄弟们上，为掌门抢回小陵墓，帮助掌门神功大成。这祭司，这位呀，这居然是一头金狮，现在跑肯定是来不及了。我一个5阶的骨折，跟金狮比速度，那就是找死。看来只能动用绝招了。前辈是在下管教无方，给你添麻烦了。今天在这里给前辈磕一个，以表诚意。对，一个响头怎么够？我再磕2个。人才啊！这掌门虽然见识蛮广的，但这审时度势的能力却是一流。门派里面最强的就是掌门，掌门都跪了，这还打个毛线？找死呀！先别动手，回来吧。一点骨气都没有。抬起头来，前辈好！你这怂的也太快了吧，还都没交手呢。这不有句老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又何必去交手呢？再说了，刚开始也只是想与前辈交谈一番，并没有动手的打算，都是我那徒弟擅作主张，冲撞了前辈，在此为前辈赔不是了。虽然下跪磕头很屈辱，但是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活着。只要活着，人生就有盼头。你叫什么名字？小的叫王铁山。你比那头小金狮要懂事不少。哪里？小的这种废物，哪敢跟这位比？只是实力不强，胆子小罢了。那小陵墓的事，从今以后，这位就是我祖奶奶。以后见面我们都绕着走，绕不开我们就把她供起来。谁敢打她主意，我就跟谁拼命。这不就解决了吗？来，你们把这些丹药吃了。王铁山接过这些药丸，二话不说直接吞了下去，然后又给剩下的人分发了，让所有人都吞下去。刚刚给你们吃的是九转灭魂丹，吃下去的效果，我想你们也发现了。这丹药果然不同凡响，吃下去之后完全感知不到这丹药的毒性，看来隐藏的极好。虽然并没有发现什么，但是掌门都点头了，一定是我们境界太低了。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些尝试，但是后果就得你们自己承担。不干。很好，交给你们个任务，接下来的时间负责照顾我们在狮山上的饮食起居，简而言之就是负责帮忙做饭，不为难你吧？不为难，一点都不为难，能为前辈做饭是我们的荣幸。之后接下来的几天，虾仁几人享受着被照顾的饮食起居。地下1000米深的洞穴，汉魃看着小春费尽心思给他传递出来的消息。大雄极为强悍，只能智取，不可与之正面对抗。诡异剑术能让人就地而跪，手段残忍，用某种邪术让我变成男子，又采用某种邪术，可能让我怀孕了。若再次派人出来打探情况，一定不能与之正面碰上。我已被这邪魔做了标记，不敢回来，怕暴露所有人，只能在他身边忍辱负重，为老大继续打听情报。若我身亡，随便捡些我以前用过的物品为我修一个墓。
这何止是大凶，简直就是邪魔呀！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别说人，连畜生都干不出来这种事情啦。老大，小春怎么样了？虽然生命没有危险，但是情况并不好，被对方变成了男子，还怀了孕。老大，没搞错吧？变男的，她怀孕了，我们可是行尸，这怎么可能？这是小春传递出来的情报，应该是真的。可怕，实在是太可怕了。要不我去把小春救出来？对方在小春的身上施展了某些手段，去救她的话，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暴露。那怎么办啊？最后实在不行的话，我会出手，兔子都有机会从鹰的利爪下逃脱。我不信，我不行。你们几个人还跪在这里干嘛？还不去准备晚饭？等一下。我要吃叫花鸡。喊，我们马上去办。不一样的江湖第26集。杨碧莲现在挺着个大肚子，宛若10月怀胎的孕妇一般。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之前问你的问题，你确定不回答？你休想从我口中套到任何关于我老大的消息。你们知道吗？如果将疼痛划等级的话，1为最低，12为最高，那么1的疼痛相当于蚊子咬，而12也就是孕妇分娩时的疼痛，一般人可是很难忍受这种疼痛。太吓人了，原来这就是不识时务的代价，还好当初跪得快。你确定不说？我就算是疼死我也不会说的。你厉害，有骨气。然后虾仁就走出了洞外。这1个月我也试着在山上搜寻过，居然找不到任何行踪。之前放出消息，今天过后我就要走了，并且把小铃木也要带走。今天就是对方最后的机会了，看来我只需要慢慢等了。前辈好像是在等人，还记得他曾经说过，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更为强大的力量，那么估计是为了那一头旱魃了，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那些形式都藏起来了。小六师兄，那位前辈已经在石头上站了好久了。你懂什么？少说话，多做事，多观察。一旦发现前辈有要与人交手的迹象，赶紧跑远点，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需要前辈这种高人挡？你们忘了吗？在这石山上，相传可有一旱魃，实力强劲无比。恐怖如斯，那待会儿我们跑快点。迎着夕阳的余晖，一个女子从森林当中走出。对方这时间选的是真好。你总算来了，在这里停留了1个月，不就是在等我吗？错了，我等的不仅是你，而是这尸山上的所有。只是可惜，等了那么久，只有你一人出现。虽然知道很可能不敌，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你究竟有多强，能成为我的天敌。如果是在平常时候，我肯定立马拔剑而出。可现在是黄昏呀，黄昏之下我无敌，神明来了也枉然。在尸山称霸的旱魃就只有这么点实力了。哎，还以为旱魃有多强呢，就这。这能量居然连吟诗都不如。不好，中计了。你总算来了，你认识我吗？认识，很早以前就认识了。呀，没事的，这毒不会伤害到我。接下来我再也不会跟你分开了。旱魃呢？跑哪儿去了？前辈，刚刚旱魃化成光，飞进了小铃木体内。是真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还有这一手，居然还有分身，这下可不好办了。小铃木，你有没有什么感觉？比如说可以把某些东西挤出体外的感觉？你是说拉屎吗？不是这个，是别的一些东西。就是刚才那个大姐姐，你能跟她说话吗？我试一试。你为什么要进入小铃木的躯体？是不是图谋他的混元毒体？那不是混元毒体，那是灾厄之躯。况且我们2人双生一体，严格来说，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用不着分那么明白。所以你是要吞噬小铃木恢复到完全？吞噬？我为什么要吞噬我的姐姐？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们双生一体，共用一副躯体，千百年来都是这样度过的。要不是因为那次大劫导致我们不得不分开，我何至于如此？完蛋了，这下到手的肥羊没了。那为什么小铃木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因为在那次大劫当中，姐姐为了护住我，硬扛大劫导致魂魄四散。虽然魂魄凝聚了不少，但还是有一部分缺失，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几人话聊到了这里，
在后面站着当背景板的王铁山几人开始默默的跪下。汉魃合体了还能出来？而且看现在这个情况，前辈应该是不想杀对方了。现在就是我们表现态度的问题了。还好当初在门派没有与小铃木有多少接触，应该可以活一命。之前碰到这个女娃子的时候，多方打探，把对方前4年的底细查了个遍，确定没有任何问题后才动的歪心思。没想到，看来今天是难逃一死了。那你后面打算怎么办？把小铃木留在尸山吗？不会，后面去哪里完全由他自己决定，因为他想要找回自己的魂魄的话，就得自己出去寻找，这个得完全凭他自主意愿。散落魂魄之间会有一些隐约的联系。尸山果然是自己的福地，就算父皇发现自己失踪了，派人来追杀自己，身边这么多高手，应该也会很安全。你们几个人还跪在这里干嘛？还不去准备晚饭？等一下。我要吃叫花鸡。哈，我们马上去办。我实在是很好奇，这段时间你们到底藏哪里了？我居然找不到你们。你还在打我们的主意？京师以下的所有行尸可以任你处置，不过我是有条件的，你要把下在小川身上的邪术给解除了，同时保证不伤害他们。这些都是你同族呀，你就这么出卖了？你们人会把一些猴子当作自己的同族吗？第一个要求我可以答应你，第二个要求我也有附加条件，只要他们不犯触及我底线的事情，我可以放过他们。可以。于是2人的交易就这么达成。御书房内，已经当上了皇帝的2皇子看着手下呈上来的密报，老七啊，老七，要是没有这夺舍之法，我一定会将皇位传给你。在那么多监视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偷梁换柱，还敢于冒险去往尸山，可以说是有勇有谋。不过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这阴阳针扎在太监身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不一样的江湖第27集。汉魃带下人去往他们之前藏身的洞穴，于是便来到一处广阔的地下空间内，看着里面的密密麻麻的行尸，虾人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爽！虽然没有金狮那么好的质量，但是量大管饱，简直太爽了。吞噬完行尸后，虾人便回去了。这尸山现在没有什么值得我留念的了，后面我就要走了。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也没想到什么要去的地方，就跟你一起吧。你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等死死追随前辈。你知道我后面要去哪里吗？我要去的地方可是封禁之地。无论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我们都追随前辈不离不。封禁之地。其实我并没有给你们吃什么毒药，你们要是不愿意去，我可以放你们离去。如果跟着这位前辈一起去的话，九死一生。不过根据这些天的观察，前辈虽然神鬼莫测，但人还是极好的。想当初我也是一位鲜衣怒马的少年郎，虽然说人生在世，重要的就是趋利避害，但是我已经躲避了这么多年了。这一次虽然很险，但是只要抓住了，说不定我能遇到什么大机缘。我愿意追随前辈。虽然不知道封禁之地是个什么地方，但是能够让掌门犹豫如此之久，这个地方肯定比尸山更为凶险。掌门要是离开，血毒门就彻底没了，门派都没了，那我离开又有什么意义？我也愿意跟随前辈。而至于其他几人，他们不知道封禁之地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但他们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跟着掌门混，于是也表示愿意跟随。决定权已经还给他们了，路是他们自己选的。既然如此，明早下山。如果你要跟我们一起去的话，记住稍微隐藏一下，别在外界把你金狮的身份暴露出来了。听他的，你一个3阶的金狮太引人注意了，还是隐藏着点好，这样在外行走不会惹来太多的麻烦。知道了，老大。第2日，王铁山等人背上了大量的金银珠宝，以及一口煮饭的铁锅。毕竟他们是提供不了太多的战斗力，所以他们得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价值。这些吃饭的家伙必须得带上。一行人才刚下山，走进了一个峡谷，突然峡谷前方巨石坠落，挡住了前行的路，而后方同样也有巨石落下，前后背堵。同时一道阵法从众人脚下升起，而这时有5个黑衣人出现。七皇子殿下，玩够了吧？跟老奴回去吧。我们当中居然还有人是皇子，这么离谱吗？阿奇看到这一幕，也不再隐藏，露出了那帅气的真容。
没想到天底下居然有人的容貌能够威胁到我。有我年轻时的几分实力，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十里八乡的军后生。夏公公，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还要麻烦你跋山涉水来找我呀？靠，这死太监居然跟我一个姓！不麻烦，只要殿下平安就好。老奴再怎么辛苦也是应该的。夏公公，若是我不想回去呢？殿下就不要说笑了，还是老实跟我们回去，不要跟着这些不三不四的武林人士一起走，会把你带坏的。夏公公出门在外，要谨言慎行啊！你们中最强的就这老头和殿下你了，如今还被我们的阵法所困。殿下，你该不会以为这样你还有机会跑吧？我也就比这些弟子强一点，在场的诸位哪个我比得过的？这是太监今天要倒大霉了。你这死太监还在这里逼逼赖赖什么？居然真的有一头金尸，怎么可能？虽然我们能够短暂的与3界高手交手，但时间一长，落败的还是我们。抓住这女孩，说不定能起到威胁的作用。你到底在世上获得了怎样的机缘？身边竟有如此强者相随？侥幸同行罢了。现在别说是这几个人，就算是父皇来到我的面前，我都敢横着走。留他一命，我还有些东西要实验。这阴阳针扎在太监身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一个阴柔的太监变成了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女性，自己对于阴阳针的研究可能还不太彻底呀。虽然说现在很想看一下某些地方有没有变化，但是现在在众目睽睽之下，会显得自己有点变态。杨碧莲，你过来一下。那个，我去前面给你们探探路。那就小六你了，给我过来，你帮我摸摸，看看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变化，看看跟一般女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回禀前辈，没有区别。对方虽然说性别变了，但是生物上的阴柔特性也消失了，反而变得更为粗犷。看来这个阴阳的概念可以再研究研究。这是什么东西？我杀了他们，还给我纹个身。这个印记名叫五鬼咒杀，是一种极为高深的阴毒诅咒。5个死者的灵魂会变成凶灵，中咒者会每日被噩梦缠绕，吸食中咒者的气血，而且还会给中咒者带来霉运。一般中咒者都会亲友被弃，精神涣散，气血精尽而亡。而去除诅咒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积累大量功德，抹平诅咒。你那里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诅咒这种东西对我是无效的，所以我这里没有什么办法帮你。只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强大的实力，居然阻挡不了这种诅咒。我强是因为我体内的饕餮，没了饕餮，我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8界武夫而已。难道让人变性的能力也是饕餮给的？大人的事，小孩少打听。怎么，老头不服啊？给你个机会来打我啊！不一样的江湖第28集。要消除诅咒，这功德怎么弄？首先就是需要修炼道宗或者是佛家关于功德累积的法门，然后积累善事并获得信仰功德，还有就是阻拦了那种极其重大的灾祸。但是这个单凭一己之力是极难完成的。功法，惠慈不是和尚啊，而且据他来说，他所在的寺庙来头挺大，找他借一部这样的功法练练应该不难。这个倒霉玩意儿还吸气血，虽说我现在气血很足，但后面还要靠这玩意儿突破，这些可都是我一路辛苦积累起来的，可不能这么浪费掉呀。这样你们先在这里待一段时间，我去一趟上明寺找他们借一部功法练练。上明寺可是大周境内佛家的最强寺庙，里面的住持可是一位上3界的强者，前辈果然来头不小。众人也没有异议，决定后面就在尸山原地等着。毕竟没有了这个胸有成竹的人，他们也不敢贸然去封禁之地。虾人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奔行，直到绕过一座山后，确定他们发现不了，直接化身剑神向上明寺飞过去。另一边，正义盟的门派大选如期举行，赵大力这位合欢宗的掌门带着王富贵等人很早就出发了。
那不是老李头吗？他也要去正义盟。李大夫，你也要去正义盟吗？我有些事要去处理下。你们这是要去参加门派大选？是的，我看你一个人在这路上走也不安全，不如我们一起同行，这样多少有个照应。老李头看出他们没有恶意，也不再加紧赶路，便与他们一起同行。于是几人便来到了正义城，在这座城里的大多都是些武林人士。赵大力拿着门派贴在门口等着登记。原本铁蛋和二虎年纪大，我还担心这两人修行不行，可是没想到这两人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成功踏入了九剑，修行方面也极为刻苦。这两人要是再年轻一点就开始修行，那资质简直没法说呀。虽然合欢宗看着好像不靠谱，但是确实是实打实的教真东西，而且那几个师兄也没有架子，对我们极为照顾，就是每当干饭的时候就不太客气了。为什么他们可以直接进去，我们要在这里排队？门派有大有小，大门派有名的可以直接进去，像我们这种让人记不住的小门派就得去登记。这样看来，我得努力修行，等以后再来这里的时候，就可以骑着马进去，不用登记了。你再说一遍，你们门派叫什么名字？合欢宗。有什么问题吗？哪个合欢？就是你理解的那个合欢宗的合欢。跟他们一起同行的时候，并没有问他们门派的名字，这些人也没有主动提起，没想到居然叫这个名字。我们以前不叫这个名字，是之前虾哥帮我们改的，说是能壮大门派。这就正常多了，就说嘛，正经人谁会取这个名字？也就臭小子能整这出了。登记通过后，有弟子带他们进城安排住处。这位弟子正是上一回通知他们要去参加门派大选的其中一名弟子阿来。虽然这一路上遇见很多小门派，但是这个门派他们那不正经的名字和那穷酸的样子，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阿来带他们来到住处，一个黄土茅草房，与这一个繁华的城市格格不入。这位少侠，能不能帮忙换一个房子？毕竟我们这10几号人，这个房子小了点，怕是住不下。小门小派就得住这种地方，有的住就不错了，还想用这点臭钱玷污小爷我那高尚的品格，你们也配？虎哥，别动手！哼，一群怂蛋！小友，来者是客，这样说话怕是不太礼貌吧？怎么，老头不服啊？给你个机会，来打我啊！给你脸了是吧？在我面前装，你以为你谁呀？以为虾哥已经不凡了，没想到老李头也如此勇猛。当初城里真的是藏龙卧虎，有人在城里闹事，立马有一群巡逻弟子前来，将老李头等人团团围住。老李头看到有人将自己围住，也不藏了，2阶剑仙的气势宣泄而出，这恐怖的气势立马引来极为大的动荡。在一座豪华的住宅当中，一道流光冲天而起，以极快的速度来到了这里，而此人正是正义盟的盟主长风天。原来是鬼剑仙驾到，有失远迎啊！徒弟背景深厚啊！好歹我也踏入修行了，关于江湖上的一些传言也开始听说，尤其是青山剑仙与剑神之战，随之而来的就是周岁凡大战李莫狂，确立了鬼剑仙的威名。结果现在和我的同乡的不起眼的老头居然是剑仙，感觉自己回去可以写一本话本了。哪敢呢？像我这种人只配住茅草房，怂货软蛋，哪里敢劳烦正义盟的盟主来迎接我呀？盟中弟子不懂事，交给我，我会处理好的。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了，我来这里就为了告诉你一件事，虾仁是我徒弟。你徒弟这是何意？正义盟给他下了通缉。既然是阁下的弟子，那就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我这就令人取消通缉。阁下要不来我府上坐坐，我也好尽些地主之谊。不用了，我还有其他事。对了，二虎、铁蛋，以后你们若遇到什么麻烦事，可以报一下我的名号。说完这些话后，老李头就此离去，而其他人看二虎和铁蛋的眼神就不一样了。然后立马有人给合欢宗等人安排了最为豪华的客房，更是由盟主专门接见。活了大半辈子也没遇过这种阵仗，这2个徒弟简直就是我的福星呀！阿弥陀佛，在下法号圆通。大师速度快嘛！老衲轻功还算不错。不一样的江湖第29集。虾仁游走在上明寺里，看见了一个巨大的佛像。据说在郡州给神女建了一个老大的雕塑，我还没见过呢，不知道跟面前这个佛像比哪个大。施主看到这个佛像是有什么感悟吗？
这人衣着朴素，还打了补丁，拿着个扫把，年纪很大，要素齐全，多半是个高人。我是在思考，我曾经遇到的一个问题：救对和救多。什么是救对和救多？就是在2条山间小路上，一条小路是安全的，一条小路是危险的，且有人挂了牌子标明的危险。而这时有6个孩子，1个听话的孩子去了那条安全的小路，5个不听话的孩子去了那一条危险的小路。而这时有一个巨石滚下，顺着那一条危险的小路滚了下去。这时我有机会改变巨石滚落的方向，只能将它移到另一条小路。这个时候该怎么做？我乘屠夫早杀孽，救多。我曾经有过这个想法，后来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那个选择安全小路的小孩子是我愿意被自愿牺牲吗？又或者说，我凭什么决定别人的命运？我只是一个路人，危险与不危险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巨石落下也是命，按照佛家所言，前世因，今世果，这是他们的选择，也是他们结出的恶果。为什么他们做了错事，我要把这份恶果承加在一个好孩子身上？对方这副模样，该不会走火入魔了吧？虾施主，你怎么来了？你在干什么呢？我在与这位大师讨论佛法。这位老者因为心智不正常，又没人照顾，所以住持由他在寺庙扫地，算是给了他一个栖身之所。你跟他讨论什么佛法？你跟他说什么了？感觉他的状态又不稳定了。讨论了一点点的佛法问题，你有办法能让他稳定下来吗？他病得有点重，只有我师父才能让他稳定下来。多谢住持。师父。大师。阿弥陀佛，在下法号圆通。大师速度快吗？老衲轻功还算不错，有什么事的话，我们不妨进屋再聊。虾人跟随着圆通大师一起进了屋，而此时，那一个刚刚才面色平静的扫地僧猛然抬起了头，一双眼睛如墨一般漆黑。一个胖乎乎、笑嘻嘻的和尚来到了他的身后。住持，你藏得够深，可惜还是被我发现了。客房里，虾人简单表明了来意。等会儿让惠慈带你去藏经阁。功法之类的不是不外传吗？这种功法也算不得上明寺的核心功法，况且本功法的核心在于积攒功德。施主想要去做一个好人，我又何必阻拦呢？更何况你救过惠慈一命，于情于理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希望施主练习此功法后，一定要注重坚持。我会的。我们佛家有很多其他容易修炼的法门，虾施主为何要练这个最难修炼的积累功德之法？虾人扯开衣服，露出了胸口的印记。我中了诅咒，需要修炼功德法来去除。这居然是5位4界的修行者联手所下，很棘手。师父，你也没办法吗？这种诅咒只能用功德来抵消，就我积攒的那些功德还远远不够。虾施主这么年轻，即使从娘胎里开始做好事，又能积攒多少功德？中了这种诅咒，神仙难救。惠慈，再去温习一下往生咒吧，到时候也好为虾施主。我相信虾施主吉人自有天相。我也觉得我吉人自有天相，命不该绝。那既然如此，你先带着虾施主去藏经阁吧。于是虾人2人便来到了藏经阁。慧仁师兄遵师父之命，来为这位施主取一部功法。什么功法？功德千身。整个寺庙里修炼这部功法的不超过5个人，唯一有所成就的也就只有住持。你确定没弄错？会不会是不坏金身之类的炼体功法？没有弄错，就是这部功法。听到如此肯定的答案，慧能不禁高看虾人几眼。不管能不能练成，对方的这份想做好事的心就值得尊重。稍等一下，我这就去把功法取来。你可以去藏经阁旁的练功室内去修炼此功法。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太过于着急，练这功法是需要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就算只有一点金光，也是莫大的成功。多谢了。于是虾人便来到了一个练功房，盘腿而坐，打开功法开始修炼。师弟，你这朋友等会从练功房出来，还是安慰一下他，别让他太过于灰心丧气了。寺庙中人修行这个功法都是千难万难，而像这种江湖中人就更别说了。至今为止就没见过他对什么事情感到为难。虾施主如此有信心找到了这里，并且要修炼此功法，定是有他的缘由。渐入深夜，香木镇九天教所在的大本营，胡四才来到了这一个早已被扩建的神庙。神庙的大堂内空旷无比，看着大家为神女修建的玉身，胡四才忍不住叹息一声，眼神当中满是失落。在以前，我还期待着这神像能有一些动静或者变化，可是这么久过去了，神像就真的只是一个死物。要是他现在还在的话，
胡爷爷，阿乐还没睡呀？我在为仙女姐姐擦拭神像。熬夜对身体不好，早些去睡吧。胡四才带着阿乐退出了神像大堂，背对着大门离开时，神像突然发生异响，一股璀璨的金光冲天而起。阿乐发现胡爷爷拉着自己的手在颤抖，胡四才有些不可置信地回过头去，看着那冲天的金光，这是他这几个月来一直心心念念所想要的动静。每家每户供奉的神女小雕像都散发着微弱的金光，郡州大地上的人们都被这动静惊醒，在家中的人看着自家供奉的神像，无数人把这一幕当作神女显灵。郡州与天上的星河相对应，一州大地尽是金光。这一剑效果极其深远，只要在挥剑所向这一方，只要在大洲，所有人都得跪下。有些在床上睡觉的人也突然起身跪下，有些蹲坑蹲一半，直接跪到了粪坑里。不一样的江湖第30集。上明寺内，在住持的房间内部，住持身上的功德金身在诡异的衰弱。胖和尚带着扫地僧来到屋内，化作一道黑色的虚影，钻进了他的体内。一善一恶，两道意志在相互争夺。扫地僧是他们二者相互制衡的关键。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虾施主的那一番话，居然会给混沌人格带来如此大的冲击。以少就多是错的，你所坚持的也是错的。你所谓的善良，皆是虚伪。当初你将我分离而出，大修功德，妄图借着功德之力将我完全抹除。现在这样子，你可坚持不了多久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当圆通准备一掌拍在自己的脑门时，原本已经进入黑夜的上明寺，在这一刻亮如白昼。刚才还胜券在握的邪念一瞬间消融，连惨叫都没有机会发出。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与此同时，上明寺山脚下的居民，我才刚躺下，怎么天就亮了呀？那些光头反射月光也这么亮啊！在山脚下的居民也看着上明寺，那巨大的光亮变成了一个飘飘欲仙的巨大神明。这是哪个菩萨？不知道，没见过呀。上明寺是菩萨显灵了。难得有神仙显一次灵，这不得赶紧跪求保佑。刚才那晃眼睛的东西，不会是功德吧？不知道啊，我也没见过这种情况。神女的显化并没有因此简单的结束，反而在巨石上，一道剑光冲天而起，闭关不出的青山剑仙感受到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剑意，看着北方那一线金光，原本蒙上阴霾的心境突然有了一丝明悟。破完厚礼，不破骨力，下一次我一定可以让你出剑。周岁凡也有所感应，在他心脏深处的灵剑在不停的轰鸣，巨大的心跳声宛若打桩机一般轰隆隆的作响。别看我，看北方，看看你能不能领悟出什么。你不会要死了吧？我才拜师没多久，你要这么死了，别人会说我克师的。这徒弟怎么和瞎小子学坏了，突然就后悔收徒了？不会，只是心有所感罢了。原来心有所感是这个意思。老李头感受着这让人无法理解的建议，陷入了沉思。这个方向，这种动静，该不会是那小子搞出来的吧？这臭小子又有了什么顿悟？这小子快满16了，我当初这个年龄还在想着怎么出名呢，而现在这小子就要开始藏拙了。在皇宫里，李明战也感受到了这一股庞大的剑道功德。剑神究竟是何许身份，居然能引发如此大的异响？在上明寺，金光突然又来了一轮暴涨。所有人立马盘腿而坐，细细感应，这是天大的机缘，切不可浪费。而在寺庙上方那一个巨大的金光女神手中，出现了一把璀璨无比的金剑。女神拿起手中的金剑，突然一剑向前挥去。原本还在皇宫忌惮剑神强大的皇上，突然双手合十跪下。从来只有别人跪我，哪有我跪别人？剑神是第一个，也只会是最后一个。总有一天，我会将他踩在脚下。道宗莫道离正在纠结要不要算这一下的时候，也突然双手合十的跪下。我还没算呢，这也太小心眼了吧！青山剑仙刚要准备潜心修炼，也突然双手合十的跪下。我是说过会让你出剑，但不是这种情况啊！双手合十的老李头感受着这与半年前相同的感觉。就是那小子，没错了，这双膝与地面突如而来的接触，就是这样的猝不及防。在徒弟剑下跪了后，还得在人家师傅剑下再跪一次，这么远的距离都能让我跪，不愧是剑神，真是厉害。这么久了都没找虾仁比试这剑法，就是因为不想跪，结果没想到现在还是跑不掉。这一剑效果极其深远，只要在挥剑所向这一方，只要在大洲，所有人都得跪下。有些在床上睡觉的人也突然起身跪下，有些蹲坑蹲一半，直接跪到了粪坑里。而虾仁并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一切，只是感觉自己进入到一种玄妙的境界。
看来虾施主不仅是获得了大量功德，剑法上也有所突破呀。怎么回事？我不是在感受功德吗？怎么跪下了？这是仙人跪。惠子，你这朋友到底怎么回事？我不能说，你有疑惑的话可以去问他。良久过后，虾人开心地离开了练功房，在门外，圆通大师和惠慈慧能在这里等候。虾施主这次收获颇大啊！侥幸罢了。没想到虾施主与剑神有如此关系。惠慈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虾施主那一件仙人跪，让整个寺庙乃至山脚下的村民大多都跪下了。我挥剑了吗？你的功德金身挥了。圆通大师，我们可否借一步说话？几人来到一处清静的院子里，虾人开始娓娓编来。剑神跟我的确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是我师父。虾人又眉开二度，编起了凶兽封印史的故事。而我师父剑神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一名凶兽封印使。随着时间的久远，这世上的人们已经渐渐地忘却了我们。凭什么如此英雄人物竟能忘记？阿弥陀佛，剑神这样的人物才是行走在世间的真佛。不只是我师父，在这个世上还有着其他凶兽封印使的存在，而我如今能修成功德金身，汇聚着海量的功德，也算得上是成仙人余因。的确，若有前人做大功德之事，这种功德会汇集后代子孙。虾施主能汇集如此海量的功德，这样算来也在常理之中。可算是将他们忽悠住了。圆通大师，我的事情还希望你帮我隐瞒一下，顶着这身份行走江湖的话，对我而言并不是很安全。虾施主放心，这次异象我会对外说我修行有所突破。可是虾施主幻化出来的功德金身是一个女子，功德金身可是根据本人所观想的事物显现出来的。住持观想一个女子，传出去的名声怕是。那不是一尊女菩萨吗？普通女子能有这样的亲身，能有这样的功德，所以那是女菩萨。学得真快，难怪师父这么喜欢你。将女菩萨画下来，挂于大堂供人参拜，过段日子将金身修好。大师不至于如此。施主此番突破，为本寺弟子们洗刷心境，给了我们一桩不小的机缘。而且这次要不是你，我恐怕神佛难救。以后施主若有事可来找老衲，老衲绝对鼎力相助。金刚剑指。这个武功可以远攻，也可近身。不一样的江湖第31集。为什么你的功德金身虽然说脸有些模糊，但是身形总有些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仔细想想，应该能想到一点。是神女吗？她也是凶兽封印使。算是吧，关于她的事情比较复杂，涉及到一些隐秘，不能轻易对外讲。这么一个隐秘且强大的群体，的确不可能什么都告诉我们。对了，关于仙人跪的事情，可能就要麻烦虾施主与剑神那边通一下气，怕避免有人起疑。到时候我会宣布一下我有所领悟，与剑神也有一些关系。我会的。感觉自己师父好像装了一个大的，青山剑仙都没有能力让剑神出剑，而师父有所领悟，居然还与剑神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这当中说明了什么，自然不言而喻。既然这样，我们就先离开了，虾施主也早点休息。我会的。第二日，上明寺就放出风声，在江湖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据说圆通大师和剑神打起来了，赢了还是输了？没说，估计是输了。为了面子，所以没宣布输赢。这也算是厉害了。青山剑仙跟剑神打一场，对方连剑都没出呢。看来圆通大师实力已经在青山剑仙之上。据说这一战，圆通大师还有所领悟，能更上一层楼。上明寺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让江湖上掀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与流言。虾人此时正在一个地方待着，看着两个和尚练功。练功都这么狠吗？虾施主对他们练的武功很感兴趣。他们这是在为练金刚不坏神功做前期准备，锻炼全身不留弱点。这样不会练坏了吗？不会的，我们都有专门的练习方法，还有药浴配合，一般不会练坏的。就算练坏了，用这部功法创建祖师的话说，都是和尚，反正那玩意也不用的。练坏了就练坏了，还能少去烦恼根。这是什么绝世狠人啊？想学吗？我可以教你。算了，这种武功不适合我。这本武功是我之前教会你的金刚指的后续。我之前跟你说，金刚指在某种方面和剑法很相似，就是因为它的后续功法金刚剑指。这个武功可以远攻，也可近身。
虾施主打算什么时候走？就今天，还有人要跟我一起同行去封禁之地。这本书你可能用得上。往生咒。虾施主手段众多，肯定没问题。和你同行的那些就不一定了，到时候万一，你可以给他们念一下。不用了，跟我同行的人实力不弱，上3界的高手也有，用不上。你还是留着吧，行走江湖总有用到的一天，多学点东西没坏处。你就不能判我点好的，教我点别的东西？有什么东西是你不会的吗？会剑神的剑法，自己还是个武夫，有祖传的解毒丹药，还是凶兽封印使，有大功德庇佑，我实在想不到还能教你什么了。要不试试刚才那个金刚不坏神功？那还是算了吧。对了，这次我吸收了不少功德之力，要在你们这里突破下境界。我们这里有专门供人突破的地方，我带你去。虾人来到突破的地方，运功进行突破，而圆通大师等人则在外面为他护法。师傅，为什么你也来帮他护法？太隆重了点吧？不就是从8界开始突破吗？你想的太简单了，等会儿你就明白了。不到1会功夫，从洞府内就传出7界的气息。厉害呀，这么快就突破完了。稍安勿躁，再等等。慧能和慧慈都有些不解，洞穴里的气息开始再次攀升，连续突破，这样会造成根基不稳的。虾施主很是不凡，他这样做自有他的用意。虾人7界的气息不断攀升，到达临界点，一举突破到6界。虾施主厉害呀，居然一次突破2个境界。虾施主的根基极为深厚，乃是我平生仅见，应该不止这么简单。而此时在洞内，虾人看着自己突破到了6界，感受着体内元气运转没有丝毫阻塞，看来没有什么副作用，继续冲脉，再接再厉。虾施主怎么还没出？师傅，他又开始了。这一次时间要比之前长，随后5界的气息开始传出。没想到虾施主这么快就和我一个境界了，这下应该停了吧？突然突破到5界之后，气息再度开始攀升，慧能彻底傻眼了。曾经我还认为自己资质不错，也能算作天才一流了，现如今见证了真正的天才，实在是逆天啊！没想到这就被超过了。算了，世界上比我境界高深的人不少，多加施主一个又何妨呢？圆通看自己徒弟有被打击到信心的样子，于是宽慰道：人不要老是想着做比较，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不开心和烦恼都来自于比较，放下心中的比较心理，安安心心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方能春暖花开，朝阳勃发。师傅，那你跟人比武是为了什么？我这是为了交流修行，相互促进，取长补短，让修行之路走得更远。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可以相互学习，但切忌相互攀比，不然嫉妒、怨恨等多种杂念就会生出。自私邪念一旦出现，就会如春生的野草一般，极难斩尽。弟子谨遵师父教诲。虾人再次冲脉成功，4界上气息攀升到一定程度后，就彻底停下了。过了一小会儿后，虾人便出来了。恭喜虾施主连破4界，我观虾施主应该是能一鼓作气突破到3界的，为何停下了？感觉欠缺了一点东西，所以就没有妄作突破。毕竟突破3界是以后随时都可以的事情，操之过急不太好。看来是缺点领悟了，虾施主可以与我论道一番，说不定能补全那一丝契机。圆通大师讲了1个时辰，虾人睡了快1个时辰，虽然没理解，但是睡得很香。不一样的江湖第32集。尸山脚下，王铁山一行人正在日常准备饭菜，突然天上有一个黑点急坠而下，猛烈的撞击在地面上。夏前辈如天人之子，神兵天将，气度不凡，令我等膜拜。小道而已，低调低调，低调不起。前辈的气势太过于宏大，是如此令人仰望和惹人注目。前辈神功大成，整个人看起来极为不一样，玄而又玄，妙而又妙，整个人神采非凡。嘿嘿，那是自然。低调个鬼啊，笑这么开心。大家简单的准备一下，我们接下来出发去往封禁之地。一行人来到了一处充满毒气的沼泽之地。小六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截枯木，直接一个大力飞头扔了出去。枯木刚落在沼泽，溅起泥土，就被给咬得粉碎。居然还有鳄鱼！
这么大一只凶猛的鳄鱼，肉质一定不错，这玩意肯定大补。知道这沼泽地有多广吗？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知道？这地方不就在你们狮山旁边吗？你们没下来溜溜？狮山那么大一座山头，我不够溜的，我跑外面来喽。虽然我走过这个沼泽不是问题，关键是有这么多鳄鱼，这些服侍的仆人不好带走，得想个办法呀。我听说在去往封禁之地的路上，有一条旱路可以绕过这沼泽。小春，你先去探探路，看能不能找到那条旱路。把鳄鱼腿留下来炭烤，要麻辣味的。哦。夜晚，小六带弟子外出寻找柴火，以及采摘一些新鲜蘑菇用来熬汤。一位弟子采到一半，在不远处的树丛突然出现了一位妙龄女子。好哥哥，人家在这附近洗澡，衣服弄丢了，你能给我提供2件衣服吗？哦，只要好哥哥愿意帮我，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剩余的弟子看到如此情况，开始打退堂鼓。虾人也是看出了他们的心思。封禁之地就是如此凶险，即使跟着我，你们也不一定有命能走下去。你们现在想走还来得及。到了夜晚，剩下的弟子纷纷离去，整个血毒门只剩王铁山和小六继续留了下来。而这个时候，杨碧莲也探路回来了，找到了一条旱路，明早就可以准备出发了。虾人看向了留下的王铁山和小六两人，你们俩确定还继续跟着？这是我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不会轻易更改。这个世界上做什么没有风险？修行也是，抱大腿找靠山也是，不同甘共苦，就想抱大腿。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我这人修行天赋差，日后也难有成就。虽然说与前辈的遭遇刚开始时并不怎么美好，但能与前辈走到现在是我的荣幸。我也想去看看那令所有江湖人都惧怕又向往的封禁之地，也算是不劳此生了。那好吧，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也不再追问了。话说我之前还没问，大周现在当皇帝的好像是那个二皇子，他追杀你，该不会是怕你跟他抢皇位吧？我听说你其他兄弟好像都被他给嘎了。之前我通过种种的蛛丝马迹，有一个大概的猜测，所以在皇都政变中，我提前离开了。不出我所料，除了我二哥以外，其余的皇兄全部死亡。我看你实力不弱，就没想着联合你那些兄弟反抗一下。虽然你父皇位高权重，但我听说他身体不行。你也是听说？说实在的，如果真的论本身的实力的话，我感觉青山剑仙都不一定打得过我父皇。老皇帝居然这么强！不要小看皇室的底蕴，我们手中掌握的修炼资源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凭借这种底蕴，再加上不差的天赋，培养出一个高手其实不难。这么隐秘的消息，你就这么告诉我们了？继续藏着掖着也没意思了。你们已经知道我身份了，况且这些事情我要是不说出来，说不准哪一天就会带进坟墓里了。不要怕，阿奇哥哥，我会保护你。有我在，没人能伤得了你，他除外。虽然享受着这么多年的荣华富贵，但我一直被囚禁，从未获得过安全感，总会担心哪一天突然死去。就像我一样，被他们关起来。我开始还以为是他们人好，没想到……你们当初怎么想的？不关我事啊！我原来在门派就一个小卡拉米。当初有村民找我们求助，那个时候他浑浑噩，只知道到处找吃的，身上还有毒，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把姑奶奶接回宗门也是好吃好喝供着，只是我后面修为一直没有进展，才有了不该有的心思。多亏前辈阻止了我愚蠢的行为，我再给前辈磕一个，以表感谢。好了，今天各位就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继续赶路。来点你们这里的特色菜，这就是你们这里的特色菜，不一样的江湖第33集。第二天凌晨，杨碧莲在前面带路，虾人一行人就这样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建筑，而在这个建筑的上面挂着牌子，写着4个大字：独找客栈。这商人为了赚钱，真的敢拼，居然把客栈开在了这里。要不今晚我们在这地方休息一下？哦。虾人等人进屋之后，发现这家客栈特别冷清，柜台那边有一个阿婆在记账，一个2米多的猿人在端菜，客人总共就2位，一个中年男子以及一个看起来只有1.4米不到的小女孩。
几位是解毒用膳还是住店？住店。住店的话，1间房1斤黄金1个晚上，不要任何银票。没有的话，可以用其他宝物替代，也可以用一些隐秘的消息交换。这么贵，能不能降下价格？小本生意，不讲价，不赊账。你这比抢劫勒索来钱都快。那你觉得他现在在干嘛？虾仁对小六招了招手，小六从包袱里面拿出了一颗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大珍珠。这个够吗？够了。几位客官要几间房？你们打算怎么住？先说好，我不和别人一起住。那我和老大住一间。那我们3人1间，来3间房吧。小六，什么时候开饭？能不能用一下你们的厨房？厨房重地，谢绝客人。如果你想吃东西的话，可以在这里点。这种店一看就是黑店，我可不敢乱点。先看看下前辈什么意思吧。来点你们这里的特色菜。洗劫了汉魃的洞府之后，反正不缺钱了，随便花。至于担心他们下毒什么的，除了让食物变得更有风味，对我来说毫无危险。小六等人面对虾仁的随意点菜，没有任何发言，只是坐在桌子上等候。这就是你们这里的特色菜，别再上特色菜了，把菜单给我，我点些正常的。于是乎，虾仁便在菜单这一堆不正常的菜里面，选择了几个稍微看起来正常一点的菜。虾仁刚准备叫人撤下去这2道菜，小铃木却已经伸出了筷子，夹起了一只虫，吃了起来。味道不错耶，好好吃。阿奇听到这话，也拿起了筷子，夹起一个尝了尝，确实挺不错的。小六看到那一盘舌头有些跃跃欲试，但是在这家诡异的店里，他不敢随意尝试。你吃吧，中了毒我帮你解。小六听到这话，拿起了一个舌头，一口咬了下去。他们这个舌头处理的很棒，酸甜口的舌头应该是用高温蒸熟的，而且头部还保留着这个毒蛇的毒液，进一步提升了它的风味。这么个队伍里只有我一个正常人吗？我们这里就你最不正常。小友也是个会吃的人，评价很中肯，也很有尝试之心。来我这个客栈的大多数人，很多人都是点了菜又不吃，极为浪费，连品尝都不敢。难得遇到像你们这样会欣赏的人，我等会儿让阿金把我的镇店之菜做出来，让你们尝尝，算是送你们的。那就谢谢阿婆了。这东西难道真的这么美味？最终在一番犹豫之下，虾仁实在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尝了一口。小二，这2个东西再来2盘，然后再把你们这里那些稀奇古怪但是味道特别好的特色菜给我端上来，我之前点的那些不要了。好嘞，客官稍等。然后一群人就对着一大堆稀奇古怪的菜大快朵颐的起来，而另外2位客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都深深皱起了眉头。难怪敢组团来到这种地方，都不是什么简单之人，这么恶心的东西都能吃得这么津津有味，光是这份心性就不一般。那个女孩实力比较弱，而且心思单纯，边艺人虽然年纪轻轻有着4界的修为，但是在所有人当中警惕性是最低的，看起来就属于那种有实力就有些自大的家伙，看来又是一群肥羊。半夜，小铃木起来上厕所回来时，发现今天看见的小女孩坐在楼道里。小朋友，你是睡不着吗？怎么坐在这里？要我送你回去吗？原本还怀疑你有可能在伪装，原来真的这么弱，看来你是那小子养的金丝雀，你们这些富家子弟真的弱。金丝雀这个尸体他应该会喜欢，趁热给他送过去吧。幸亏还有这一招，不然就真死了。不过没想到那个家伙居然这么变态，尸体都不放过。不过这人真是个废物，居然睡这么死。是吗？就知道这货在假死，忽悠得了汉魃，难道还能忽悠得了我？3号房的顾客吃了1号房的顾客，难办哟。阿婆，你这话不对吧？这家伙找我们麻烦，我还不能还回去了。我的意思不是这个，而是那位客人还欠我1天的房钱，本来说是在明天早上给的，可惜现在人没了。我这小本生意，客人不给钱，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呀？孤儿寡母，那头大猩猩一样的家伙是你儿子，那他爹是谁？小本生意，你这里的房钱都是收黄金还是按斤算的？所以你是要让我赔
赔钱。你赔什么？杯子都没打碎一个，我又不是什么开黑店的，不能抢客人钱。阿婆的险恶用心，我算是看出来了。知道今天晚上这么多人要出事，就等着客人打起来，打输的死，打赢的打破了店里的东西，肯定要赔钱。这店这么黑，至少倾家荡产啊！没看出来，阿婆也是讲究人。那是自然，我做生意还是很守规矩的。这算是昨晚的报酬。昨晚报酬。原来你好那一口。不一样的江湖第34集。看今天这个情况，小友估计无心睡眠了，要不陪我这个老婆子喝2杯？哎，阿婆，这不收我钱吧？不收钱。就这么点，算了，免费的东西不要奢求太多。小兄弟，你们这么多人去封禁之地，想要干些什么？是寻宝还是采药？郊游。都来这里了，还不跟阿婆说实话？你这话说给别人，别人信吗？真的是抱着郊游的目的去的。我听我朋友说，这里充满着奇珍异兽、地狱怪象，是一处郊游的好地方。你这话说的语气跟真的一样。虽然我这里的客人比较少，但去那个地方不是寻宝就是寻仇，要么就是有人寻亲，带着个骨灰盒子回来，就没听过要去郊游的。现在你不就听过了？话说阿婆，你们怎么会想着把客栈开在这里呢？这里烟大头多，给钱都贼大方。你这话当着我这么一个客人的面说，合适吗？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总不能背后说人坏话吧？这不道德。小伙子，我这里有一则严密的消息，跟封禁之地有关，买不买？哦，什么消息？怎么个卖法？我这里交易也很简单，给宝贝或者同样的消息，不过2条消息换1条，而且这消息涉及的人、身份、地位或者说实力境界不能低，起码的是2阶以上，因为我这条消息可以算得上是一桩大机缘，知道的人很少。剑神、神女与这2个人有关的消息够吗？够是够，但你这消息保真吗？绝对的。那你的消息保真吗？你该不会以为我这家客栈真的是只凭借住店和用餐那点收入吧？贩卖消息才是我这里的大头，不一定物超所值，但一定真。你先说还是我先说？你先来一份消息，我检验一下真假。神女没死。难怪之前在郡州有那么大的动静，这果然不是胡四才引起的。这则消息要是放在大周，那位皇帝肯定寝食难安。南陵国的上任国师，实力为1阶的术师，在封禁之地留下了传承，还留下了他在封禁之地所探索到的隐秘。我感觉你这么长一段话没有那4个字顶用，光知道那有个传承，那怎么找啊？我还知道封禁之地有长生不老的秘密呢。稍安勿躁，我还没有说完。最近这个日子将会迎来幽暗碧潭的退潮，而它的传承也会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不过时间只有3个时辰。后面呢？我已经告诉你那里有什么了，也告诉你那个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现了，以及出现的时长是多久了，还不够吗？孩子，你比我都贪，要是后面的事情我还知道，我就自己去找了。况且还有关于剑神的消息，你还没告诉我。剑神有一个身份是凶兽封印使。凶兽封印使是个什么东西？能不能详细说说？这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一群人，一群值得被所有人敬重的人，一群伟大而隐秘的人。他们的秘密可比一个1阶术士的传承还要重要，他们早就超越了1阶。怎么可能？据记载，古往今来超越1阶的只有3个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秘密是你不知道的。剑神之威是一个1阶的修行者该有的实力吗？你心中应该早有所怀疑了吧？阿婆听到这话不再言语，她的确对剑神的实力始终有着怀疑，那份实力的确不像是一个1阶的高手应该有的。
你应该庆幸你没有听过这个称呼。如果当某一天你从别的地方也听到了这个称呼，甚至有人在赞扬这个称呼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以开始悲伤了，因为在那时将会有一场席卷这个世间的灾难。阿婆看着虾人离去的背影，细细地琢磨着这一番话，同时脑海中在回忆着与凶兽有关的消息。某则消息在他脑海当中灵光一闪，然后阿婆扭头看向了一个方向，那里是封禁之地。封禁之地除了有长生不老的传言外，还有另一个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传言。封禁之地是一处镇压邪魔的地狱。第二日，阿婆为虾人一行人准备了早饭，早饭也是极具个性、血淋淋的动物心脏、难以言表的诡异虫子。一行人吃过早饭之后，阿婆并没有要几人的钱，这让小六有些惊讶。这算是昨晚的报酬。昨晚报酬？咦，原来你好那一口。不做就不会死，还好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小春有的时候的确是有点跳，属于3天不打上房揭瓦的那一种，让他吃点苦头也好，不然早晚有一天会把自己作死。重新变了性的杨碧莲现在很不开心，于是乎这一路上的那些凶兽就倒霉了，只要是赶来在路中间，都直接一拳呼死。走着走着，一行人也终于跨越了毒气沼泽，几人来到一个满是黑色树木的森林，而森林早有人开出了一条道路。哦，这树枝上面居然连个豁口都没有。这满地的断树枝，看来客栈那个走在我们前面的中年汉子是个高手。这是黑钢树，坚硬无比，要是用来锻造神兵利器的话，最好选那种上百年树林的老树的树心部分，用来锻造神兵利器最合适了，在外界也算得上是难求的宝物了，卖得很贵。哦，可惜了，系统也不提供个系统空间什么的，要不然我肯定攒一波。众人离开了这里后，断裂在地上的树枝突然长出树根，然后疯狂生长起来，转眼之间就将入口给堵住。别挡路！不一样的江湖第35集。转了这么久都没出血，看来我们迷路了。现在又是大阴天，乌云密布，很难辨别方向。果然，稀奇古怪的地方，树都不正常了，居然都没有年轮，黑的跟墨一样，什么都看不到。前辈们不用担心，我这里有司马。哦。虽然现在是阴天，还是能看到树木轻微的余影，大致能确定一个方向，找个人开路，应该能走出去。哦，开路。不过在开路之前，先观察一下，我想看一下这东西怎么变的。于是众人耐心地等了一会儿，只见刚才倒塌的树木居然重新扎根，在极短的时间内长成了一棵与周围大树差不多模样的树。哦，这树用来防风治沙，岂不妙哉？一根树枝就能无限再生，从这里捡根树枝，拿回去卖材料，那岂不是赚大发了？别想多了，这东西也只是在这里才有这种效果，拿到外面就没有了。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我以前自己宅子里面就有一捆，你说我怎么知道的？就当我没问过，自己怎么会问一个皇子这种问题？人家的见识跟自己的完全不能比。看来不能在森林里面留宿了，我们行动要快些。别挡路。孽畜还敢在这里伤人，看我今天降服你！嘿嘿，咦，浑身鲜血淋漓，还有些黄绿色的污秽，浑身臭乎乎的，也不知道刚才钻进了哪里。几位受惊了，这怪物我已经收拾掉了，不用谢我，我先走了。兄弟都是出来闯江湖的，你这样演我们怕是不太好吧？兄弟，这吞藤兽是我打死的，木灵丹也是我找出来的，你这么拦住我不合适吧？我抢你东西干嘛？拦住你的目的主要是想问个路，怎么去封禁之地？问路？问什么路？兄弟，你在逗我吗？谁去封禁之地的更深处走这条路？你别告诉我你们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啊。来这么危险的地方都不仔细查查消息吗？就算不知道，之前住的那个客栈也有卖的呀。从这里一直往东北方向直走10里地，然后再往东走30里就差不多了。我们直接往东走不也能到吗？你们如果一直往东走，会经过吞腾兽的领地，他们是群居的怪物，强悍无比。这一头我都是趁着他落单才敢下手的，可就算这样，我也差点被围攻了。哦，那就谢谢了。对方终于按捺不住，要动手了吗？这个怪物的尸体你还要吗？能不能送给我？送你了。你人真好。这究竟是个什么怪物？此地不宜久留，我得快点离开了。这个汉子在为虾仁他们指路的时候，忘却了一件事：他杀死这只吞藤兽的行为，惹得吞藤兽这个群体躁动无比。这些吞藤兽这个时候正在四处找人，没有安安稳稳的在聚集地待着。操的，那汉子坑我们，按照他的路线走，一路上全是怪物。这个人才坑，全程用4阶的修为划水，让我和老大当主力，就偶尔有怪物离太近的时候，才会用那诡异的针帮我们一下，还装作很累的样子。虾仁面对这2人多多的目光，若无其事地看向别处。我能有什么办法？要是能把100%被空手接白刃练到3级，我一剑就能把那些东西全秒了。太刺激了！第一次被这么多实力强大的怪物追杀，居然还活了下来，这辈子值了。吞噬完毕后，虾仁发现有2个人在看着他们，一个萝莉脸、壮汉身，还有一个柔弱公子。要小心这6人，那一个5阶和那一个8阶的家伙肯定在隐藏实力，而至于那个手变成怪物的，表面修为看起来是4阶，但不可轻信。那一个邋遢的男子是一个3阶的金狮，那个女子可能是那头金狮的操控者，估计是一个实力不弱的骨者。而至于另一个4阶的，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看起来最平凡的才有可能是最致命的。意思是说，我们一个都惹不起呗？月白师弟，师父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这次一定要找到师爷的骨灰和传承，带他老人家回家，所以一定不要冲动行事，先看看他们会做什么。知道了，师姐。一时间也拿不准对方要干什么，先看看再说。小6生火做饭。看对方要做饭，也没有与他们交谈的意思。越狱2人就此退去。能看出那2个人什么境界吗？一个2阶，一个3阶。怎么这里这么多上3阶的高手？这种高手不应该很稀有吗？这里是5国交汇之地，5个国家的高手都可以来这里。这里既凶险，又存在着机缘，在这里能看到这么多上3阶的修行者，也不足为奇。吃完饭后，虾仁一行人便很快来到了幽暗碧潭边。来都来了，空手套白狼，套了一个消息，要检验一下真假。一个1阶的术师留下来的传承，估计应该会有不少宝贝。要是找个能算命的东西，自己应该也能算是术师了。我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不一样的江湖第36集，都过了1夜了，什么都没有发生，看来运气没那么好，没碰到退潮的时候。你决定什么时候过去？下午。能有办法把我也一起带过去吗？我姐姐有一股极其强烈的欲望，想去往那边。不出所料的话，那边很有可能有她的残魂，不让你白帮忙，有报酬。你山洞里面那些值钱的东西都让小6带着呢，你还能拿出什么报酬？我是正经人，不接受这种交易，而且你现在用的是小铃木的身体。老娘也是正经人，也不做这种交易。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帮你办3件事。成交。那2个实力强的都去了，那我们咋整？不用慌，杨碧莲还在，就算发生什么，也能拖到他们俩回来。时间差不多了，我去那座小岛。如果今天退潮了，你们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术士的传承。怎么着，这也是个1阶高手的传承，应该会有点好东西。不过你们也别强求，捡点漏就行了。越狱和月白也注意到虾仁等人好像有什么行动，然后他们看着这6人当中的唯一的女子趴在了虾仁的背上，向着幽暗碧潭走去。他们这是要殉情吗？应该不是，看看就知道了。虾仁来到了河边，一脚踩在了水面上，就此踏着水面前行。多亏了以前系统送的凌空漂浮1厘米，本来以为这技能没用了，没想到还能在这里用上。
想过这人不一般，没想到如此非凡。师姐，要不我们也试试？别犯蠢，这么多年来，有无数人尝试飞越这里，但都沉入湖底。别忘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没必要犯这个险。那师姐，我给这人算一卦。怎么回事？算他，我会死。这样一个可以在幽暗碧潭上行走之人，是这样的结果，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后面怎么办？静观其变。不去尝试交涉一番吗？之前我们对视那么久，对方都没有要与我们交谈的迹象，现在对方走了2人，你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去，他们会怎么想？别忘了我们的目标，至于他们，不是我们能招惹的。而阿奇这边也在注意着那2人，对方先是盯着在江面上行走的虾前辈，之后又看向了我们。不过还好，对方并没有要过来的意思，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今晚大家还是不要睡了，小心点为妙。另一边，虾人就这样背着旱魃踏过了幽暗碧潭，实在是有些出乎预料，这水里面居然真的没东西。发现了吗？这些尸体是化作了行尸吗？没有，只是尸体。难不成这水能起到福尔马林的作用，保证这些尸体不腐烂？不过现在也不是过多思考的时候，既然这一座岛能吃，到时候离开的时候，先带路去找小陵墓的残魂吧。另一边，夜幕完全降临，月亮出现，水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在潮水退去的岸崖出现了一个洞穴。昨天不退潮，今天2个大佬才走就退潮，玩我们呢？对方一直在盯着水面上的变化，也是在等潮汐，他们也要去找传承，现在不能再继续拖着了。师弟，你拖住他们，我下去了。我去拖住他，你们3个也下去。记住了，能跑就跑，能捡不抢，那是自然。达成统一的意见后，3人就进去了。刚开始进入洞穴，还有着一点月光为他们照亮，越走越深后变得漆黑。阿奇身上发出蓝色的亮光，照亮了黑暗。小六他们还刚要赞叹到阿奇时，然后一道光柱自阿奇脚底升起，阿奇消失不见。要不我点个火折子试试？不确定是好是坏之前，不建议你做这种尝试。那现在怎么办？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到。等时间差不多了就撤。这样不太好吧？阿奇，我们就不管了。能帮的话，我也想啊。但问题是，如果以他这样的实力都解决不了，我们又能帮得上什么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拖后腿。阿奇此时来到了一个空间内，空间里有着几扇门。陌生的术士，你好，欢迎来到我的传承之地，请在这里随意选一道门开启传承。这就直接开启传承吗？陷阱呢？为什么就我一个人？看来必须得选一个门了。阿奇只好根据自己内心的直觉选了一扇门，打开门后是一条狭长的通道，墙面上是一幅幅壁画。最开始的画是一个广袤的大地，一群人在这里生活。再往后看去，是一些巨兽的画像，巨兽侵犯着人的领地，对普通人发动着袭击，人们众志成城，打倒了这些巨兽。当人们以为胜利之时，天空上出现了一只眼睛，一只更为庞大的巨兽出现，张开深渊大嘴吞噬大量的人。之后大地破碎，巨兽掉进了一个大坑之中，无数人前仆后继扑倒在巨兽身上，危机成了一个小岛。即使这样，巨兽也有破风而出的迹象。一位大祭司引渡天上之水灌入人间，然后有一群人围着巨兽，掐着法诀施展了一个阵法，将巨兽彻底封印住，而这些人也变成了10项勇士镇压着巨兽。这些壁画年代久远，风化迹象严重，不是作假。这也难怪侠前辈要来这里寻找彻底解决凶兽的办法。看来这里很有可能也是一处上古凶兽封印之地。上古先贤前仆后继，不计生死，封印了这些上古巨兽，为人族开辟了生存空间，才有了现在的繁荣。哦，咦，一定是我看错了。当阿奇再一次进入，一位仙风道骨的老神仙坐在一个石凳上，他面前放着一张石桌，石桌上面有一盘棋。前辈你好，我叫李明哲，你也可以称呼我为阿奇。前辈，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做自己就好。我已经死了，就剩一点身后名了，我不想晚节不保。你就没有察觉我的到来吗？另一边已经有人在为我收拾尸骨，我以为不会有人来了。真的不必太在意，你都已经死了，就算我对外说，也不会有人信的。一个鬼会做那样的事。大家或许不会信，但是世人很愿意听到这么一个乐子，所以欢迎你接受我的传承。哦。
还以为要杀我灭口，没想到是收买，就这么给我了，就没想过再考验吗？就这个地方能来到这里就艰难万分了，更别提在这里等着潮汐退却。我想传承，不想绝迹，更何况最主要的东西我已经给我那个徒孙了。这些东西与其埋葬在这里，不如直接给你吧。那就多谢前辈了。在那里有长生不老的秘密，把那些武器拔出来，你就能长生不老。不一样的江湖第37集。这个你拿着，这个石头是我在这里发现的，只要在里面输入一点元气，就可以把东西装进去，很是神异。阿奇接过石头，把这些东西装了进去。老神仙看阿奇拿了东西后就想走。难道你对那些壁画上的内容不好奇吗？你就不想问我一下那些东西的来历吗？上古凶兽嘛，我听人提起过，知道一些事情。我为了知道一些隐秘，来到这里，把命都给搭上了。结果你都知道了，你知道些什么？都死了还这么好奇？术师一脉就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人，才拉低了整个术师的平均寿命。另一边，虾仁和小铃木来到了一处摆放着石像的诡异石林。来到这里时，二人却被隔开了。石林外围仿佛有一层坚不可摧的屏障，将小铃木阻拦在外。汉拔想要动手打破这屏障，却被虾仁给阻拦了下来。别乱动手，这屏障可能是为了保护某些东西，你要是这样随意打破的话，可不敢保证你姐姐的残魂能否安全。那怎么办？我姐姐的残魂总不能不要吧？我不是进来了吗？我帮你找。把这根头发拿着，能在短时间内为你起到一个指引的作用。一路上都很正常，就这里比较特殊。如果这座岛上真的藏着的秘密，那多半是在这里。当虾仁彻底远去时，四周突然传来了不一般的响动，有种莫名又强大的气息传来。这股气息混沌、堕落、暴虐、饥饿。另一边，虾仁随着这根头发的指引，走到了一面石墙边。虾仁仔细打量，却没有找到任何开关。看来小说里都是骗人的。这么小的缝，难不成是血给的不够多？我的手有反应，这不是石像，这些是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惨死在这里？还是以这样的形式？在那里有长生不老的秘密，把那些武器拔出来，你就能长生不老。在没弄清楚情况之前，这些东西我可不拔，我可不想成为闯祸的白痴。在这一堆的武器中，虾仁发现了一颗黑色的小玻璃球，发丝更是直直的指着这一颗黑色的小玻璃球。不出意外就是这个了。嘿嘿，小兄弟，你捡这个干嘛？帮别人。在虾仁的身旁，突然多出了10几道虚影，有男有女。这些人看见他没有恶意，反而笑嘻嘻的。这么多年了，总算有人来了。这后辈不错呀，这一身功德还可以。他背着个剑匣也练剑，不过看他浑厚的气血，应该是个武夫。几个人对着虾仁开始讨论起来，有夸他长得帅的，也有人夸他修为好的，像是父母看着自己那茁壮的成长的孩子，事业有为，成家立业一般。记得当初跟老爹学习木匠手艺出师的那天，老爹也是这种眼神。这些人应该没有恶意。几位前辈好。不用如此拘谨，随意就好。几位前辈，我想问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整座岛都是由人的尸骨组成的？这个问题的年代很久远，他们都是英雄，以无数血肉之躯构建了这封印的第一步，为封印上古凶兽混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应该不会这么巧吧？千万年来，这里始终没有人踏足，你是唯一踏足这里的人，而且身上还有大功德。孩子，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传承，在日后阻止混沌出世？家人们谁懂啊？有些是口嗨着就变成真的了。混沌还有多久出世？10年。 10年时间，自己勤奋一点，应该能把100%被空手接白刃练到3级，到时候应该能一剑劈死这种东西。不用担心，虽然你现在才8品后期，但接受我们的传承，一定能很快的提升你的境界。8品后期是一个什么样的进阶划分？现在外面不用这种境界划分的吗？ 外面的境界划分是9阶到1阶，而我现在的境界是4阶，1阶一般算到顶了。
原本还想这位后辈接受了传承，将混沌10年后要冲破封印通知出去，召集那些大能一起阻止。结果现在外界的4阶实力才对应到8品后期，那1阶岂不是要对应到7品后期？这还怎么打？前辈们不要那么悲观，不是还有10年吗？我们10几个人都是1品的实力，再加上无数人的前仆后继，也只是将混沌封印了而已。而如今，从阿婆那里得到的消息来看，是有人突破现在的境界顶点，但问题是很久以前有更高境界，怎么着也不该断层，断成这个样子啊！感觉这后面有大秘密。前辈，你们这里有没有以前的地图？这幅地图也并不完全，在我们的那个时代，世界极为广阔，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开拓。我现在所处的世界与你们以前的大陆相比起来，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应该是被分割出来了，只是我不知道这是自然演化，还是有些人故意为之。我们已经死了，这问题我们估计也想不出来，就交给你去探索了。这是用大量空间石压缩的空间介质，里面存放着一些我们临死之前还留有的物品，还有我们修炼的功法。只是可惜，我们并不能直接教导你，只能靠你自己摸索着学习了。这怪物肯定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要阻止他。怎么了？那凶兽要出来了，马上离开这里，跑得越远越好。混沌要出来了，接下来我们会送你离开，带着我们的传承藏起来，去寻找其他实力强大的人，等实力足够时再站出来，重新封印混沌。我或许有办法干掉他。好孩子，我知道你不想看见人间生灵涂炭，但是这不是冲动的时候。就算经过这么多年的封印，他的实力被缩减，也不是你能对付的。小早会，快走！前辈们别担心，他跟我是一起的。师姐，到手了吗？到手了，赶紧撤！前辈，我们快走！你们走吧，我是夏家村第365代凶兽封印使，凶兽出世，只有战死，没有撤退。我劝你不要犯傻，那东西很恐怖。你觉得我不恐怖吗？不要啊！你快回来！没想到杨碧莲如此钟情钟意。你去送死就算了，但是你死了，那我还怎么变回来？收了人家的传承，我可不能当缩头乌龟呀！小混沌，试试我这祖上全部修为的一击。不一样的江湖第38集。越狱和月白即使是在逃命，也被这恐怖的波动吸引了目光。阿奇等人只是知道这道攻击的恐怖，汉魃却如浮游见江海一般，仰望于这道攻击的威力。这种力量已经超越了1阶。这一刻，众人甚至都在想，混沌是否已经被消灭了？连那10几位残魂也不禁有些期待。好不容易突破封印，却被这么一个小苍蝇伤成这样，还差点有生命危险。要不是在防御被炸毁的一瞬间，他又重新架构起来了，现在可能就被这个小苍蝇给死了。连他都败了。这一刻，在场所有人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残魂更是痛心疾首。
这等攻击，这小子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天才。若是假以时日，他未必不能一击击杀混沌。可惜陨落得太早。记得这个小苍蝇就是从这一群人当中飞出来的。我杀了那一个小苍蝇，怎么可能解恨？不仅要杀那几个小虫子，还要去外面杀死更多的小虫子。混沌的速度太快了，以我们现在的速度，很快就会被追上。你们先走。杨碧莲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却始终没有说出口。去阻拦混沌，争取时间，还能撑得住一招吗？姐姐，对不起，这是最优的选择。杨碧莲的速度很快，近乎与我相当，只是实力不行，所以我留下来拖延才是最好的，他们才有机会活下来。不用道歉，我们姐妹同心，你的心意就是我的心意。一个几十米高的白骨巨人赫然出现，只是相较于混沌那庞大的身躯，这还是显得太小了。但是他并不孤单，越狱这一个如柔弱公子的女生，与他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将事业的传承和尸骨交给月白后，他也选择留下来阻拦。师姐，我是一个实打实的二阶武夫，一身气血惊人，别小看我啊！我可是师姐，怎么可能让师弟留下来送死？二人宛若子弹飞了出去，直接撞穿了前面的山峰。在逃命的几人看着撞穿山峰的二人，更是心痛万分，心境跌入谷底。赌徒的艺术，梭哈掉自己全部的经验值，赌博1份1000万倍的绚烂艺术。赌徒规则是不过3，只有3次使用机会。宿主已经使用1次，请谨慎使用。宿主可吞噬地上的混沌血肉，解锁异化功能。哦。老子今天不干死你，老子就不是凶兽封印使。哦，老夫果然没看错人。他是想用饕餮的力量与混沌同归于尽，燃烧气血，这是找死的迹象。他现在不仅是在燃烧气血，还是在不顾一切的冲击境界。而且刚才那恐怖的一击，我也看到了，使用这一招的代价是抹掉自身所有的境界，他根本就不可能活下来。后辈，就让我们最后再来赌一场。家家村第365在公寓家访会受混沌偷窃，并无限地狱。这等冲击下，阿奇等境界较低的人直接吐醒。阿奇从昏迷中苏醒，汉拔就在旁边。他呢？阿奇来到了一座高山之上，从上往下看，发现了一个近乎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巨坑。长生岛没有了，幽暗碧潭也没有了，有的只是巨坑中的焦土，还有各处被余波震死凶兽尸体。阿奇这一时间竟有些茫然和失落。他真的死了吗？你本是就是大英雄，却因击杀凶兽导致修为散尽，别人都以为你死了，殊不知你被人所救，还意外被绑上山当上了土匪。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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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小念，那丫头就是命好，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个精壮小伙，长得又俊，身材又好。就是。走，别看了，去洗衣服去。他们好像是今天第3次去洗衣服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村里的老嫂子、小媳妇们洗衣服都勤快了很多。没想到老爹教给自己的种田技能真的有用上的一天，醒来后就被救命恩人拉过来种田了。不过虽然说现在境界全无，但是力气还是有的，干起农活嘎嘎快。感觉到难得的轻松，虽然说为了救人把牛卖了，但救回来这个人比牛好使，不仅会做农活，还会修房子、修家具、做饭。我现在也不用干什么，就躲在树下面乘凉就行了。嘿嘿。哦，虾哥哥真是厉害，不到半天就把这亩田的土给松好了，下午回去把种子拿来种上，就差不多了。那是自然，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土匪来了，土匪来了！来活了，看来又到哥哥我装备的时候了。大家快去村头场地集合！土匪来了，不是应该跑吗？不是应该躲起来吗？去村头集合干嘛？原来这个村子如此硬气，要联合反抗土匪。我们也过去吧。真乃女中豪杰，居然要一起抗击土匪。不过有我在，几个土匪应该掀不起什么风浪。村头广场，10几个土匪背着刀，戴着面具站在广场中央。看到这些土匪来临，村子里的人没有惧怕，反而大家都乐呵呵的。这是什么操作？老子是黑虎寨的土匪，今天来这里打劫，只要你们乖乖配合，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然后就有几个土匪走了出来，从那些村民手中牵过了猪牛羊，以及扛走了几袋大米。这些东西都是村民主动带过来的，这是什么操作？那边那个出来，没说你身后的小姑娘，说的是你，给我出来！你小子长得白白净净的，干什么的？以前是个木匠，现在是种田的。撒谎！谁家的庄稼还能长这么白净？欺负我们没读过书是吧？废物！这人我们也劫走了。你把他劫走，家里就又没男人了。那好吧。虾仁这个时候也看明白了一些事情，也没有反抗的心思，任由后面来的土匪拿着绳子将他绑上。土匪们将原来马车上面一大堆东西留了下来，便赶着马车回去了。这些土匪有点意思，抢的东西还没留下的东西分量足。最后，虾仁跟着这些土匪来到了他们所谓的黑虎寨，一个广阔的山洞，挂了个木牌子。你什么时候来到富贵花开村的？你跟小念是什么关系？这些天你都做了什么？我是不会跟你说，我与小念第一次见面是没有穿衣服的。二牛哥，我们不随便杀人的，别动手啊！冷静啊，二牛哥！老子跟小念青梅竹马，居然被这个混蛋！我要砍死他！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出来混了这么久，连这份沉稳都没有。刚才他说什么了？你就变成这样子？大水叔，他说他与小年第一次见就没有穿衣服，我还以为什么事，不就是没穿？松开我，老子要砍死他！今天不把他剁成肉馅，我就不姓王。冷静啊，大水叔。仔细说说你遇到小念的经过，不说清楚，即使让我女儿做寡妇，老子也会把你剁成馅的。我本是一镖师子弟，自小习武。我父亲第一次同意让我与他一起押镖，可是这一次突然路遇妖兽，整个镖师被斩杀殆尽。为了摆脱妖兽对我的追踪，我脱下衣物，从100丈悬崖中跳入河流，侥幸逃的。要不是小念姑娘相救，我恐怕难逃一死。二牛，这怎么和你说的不一样？他当时可没跟我说这么明白。这位大哥掐着我的脖子，恶狠狠地对我说话，我当时又害怕又紧张，哪里能把事情说清楚呀？我怎么就把你们这些憨子给带出来了，还不给人家松绑？杀过人没有？没有，连鸡都没杀过。你不是干镖师的吗？怎么连鸡都没杀过？因为此前一直在家中专心练武，唯一次与父亲送镖，反而碰上了妖兽。如果我有过与人拼死交手的经历，我或许可以陪着我父亲荣耀的战死在那里，而不是像一个懦夫一样逃离。别在这里聚着了，该干嘛干嘛去。二牛，你也滚！二牛听到这话，向外走去，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给了自己响亮的一巴掌。别人都这么可怜了，我这嘴咋就这么贱？与你父亲死在那里，你或许会感到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荣耀，但对你父亲来说，那是一件丢脸的事，是他死后都无颜面对列祖列宗的事。你放心，我们都是好人，虽然挂了个土匪的名头，但是我们是有原则的，不抢穷人，只抢富人，只抢钱不杀人，抢钱留一半，万事留一线。在村里我就看出来了，村民都不怕你们，我知道你们是好人。好孩子，没事的，一切都会过去，人活着就要向前看。我会的。真为就是大英雄，不仅不去行侠仗义，反而在山里当起了土匪，就连4界高手路过，也只能乖乖交钱。传叔，怎么了？大概是碰到劫道的了。哼，看来今天又有一些部长演的要血溅当场了。你们，打劫，男的左边，女的右边，财物放中间，双手抱头，给我蹲好。如果不照做，可就别怪我们。
他以前不是干镖师的吗？怎么比我们还像土匪？我们只是图财而已，你收敛点。刚才他说的话你应该也听见了，我们出门在外也就图个财而已，只要你们识相，我们保证不会伤害你们。我大哥问你话呢，赶紧回话，给钱，不然砍死你。虽然对方并没有展露出任何境界为实，但这个看起来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是真的有砍死我的能力。哦，各位好汉，钱已经给了，可以放我们离开了吧？等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讲究，这是我们这一片的规矩。没想到一辆马车能抢到这么多，可以叫兄弟们出来美美的吃一顿了。我打个电话通知他们。哦，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卖了，我那台14找转转上门回收了3000多，靠谱吗？当然了，我是转转老用户了，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平板、手表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特别省心。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陈叔，几个土匪而已，为什么要给钱？拿刀指着我的那个家伙，他刚才说能砍死我，那可不是一句空话。陈叔，你可是4届，这年头当土匪门槛都这么高吗？不清楚，估计应该是太闲了。江湖上有些前辈高人，境界上去之后，打得过他的没几个，他们就到处找那些打得过他的人挑战，其他的有的就会去当大夫，或者当江湖骗子给人算命，再有甚者就去当乞丐什么的。当土匪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不纯属没事闲的吗？看来这些高人也是闲得无聊。大水叔，你有没有想过，你们这样打劫是存在风险的，万一对方有高手怎么办？分头跑啊，跑不了就直接跪地求饶。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15个人，我们有23个人。你小子确定以前是干镖师的？我咋感觉你比我们都熟练呢？以前家里长辈送完镖回来跟我说过一些，所以略懂一点。不过这次为什么也只拿半袋？对方一看就很有钱了。拿一半就行了，看他们挺配合的，而且像他们这种人，肯定认识很多官员，别人都这么配合了，你还把钱全拿走，逼得别人走投无路，对方可能就得报官，到时候说不定就会派兵剿匪，所以还是留一线好。你们今天差点就完了呀，看来得想点办法了。夜晚，大家都进入梦乡的时候，虾仁一个人偷偷溜出了洞外，跑到了一处荒郊野岭。上次与混沌一战，由于不计后果的提升境界，8脉断了5根，只有3脉还在连续。如果说以前的天赋是一团烂泥的话，现在变成一坨烂屎了。还得亏干掉混沌后吞噬了对方，要不然早就死了。虽然说现在境界全无，但肉身强度极为强悍，而且还能变身。哦，感觉自己强的一匹。接下来试试运转功德金身。这时天上直接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功德光柱，笼罩了虾仁。这是干掉混沌的功德，他整个人开始神圣化，背后的黑色翅膀变成了金色，同时背后出现一圈又一圈的光轮。大水叔等人被突如而来的震动惊醒，一行人走出洞外，看着远处长相怪异的金色巨人，散发着神圣的光辉。这是神明显灵了，神明保佑我家里人身体健康，我未来发财。希望神明保佑我顺利取到小念。保佑我女儿无病无灾。此时南陵国灵都望月楼，月白和月玉这2位南陵的国师皆是齐齐的看着一个方向。南陵国内竟然有人能有如此大功德，月白赶紧快算一下。又是这样，难道是他吗？迄今为止，能让我这样的只有他。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可能活着。当初那等毁天灭地的攻击，可以说全天下没有一个人能接得住的，连混沌也不行。我一直以为对方已经和混沌同归于尽了。要去通知皇上吗？不用，我先去打探一番。如果真的是他，那就不是通知谁的问题了。对方可是凶兽封印使，他来到这里，万一有一头凶兽也被封印在南陵，要是不小心被放出来，那后果不堪设想。此时虾仁看着另一边向他跪拜的大水叔几人，一脸懵逼。我还没会剑呢，怎么就跪上了？看来下次要跑得更远一点。有的时候真的不想装逼啊，可是人在江湖，不得不装啊。无奈山神，而他无比如此，无自会庇佑这片江河山川和其间的生灵。
大水叔，你们看见了吗？刚才好大一个山神啊，翅膀那么大，背后那么大的光圈，看起来又帅又神圣。我也看见了，我还跪着求山神保佑呢。山神还对着我们说话了，那肯定是山神对我的暗示，我一定能娶到小念的。嘿嘿，滚！老子还没死呢，一天天的净惦记着我家闺女。他本是一国国师，却被你这个老六绑上山头。但他不仅不想着逃跑，反而留在山头，心甘情愿当个小小的账房先生。我等会一定要给山神刻个木像，把它供起来，祈求山神的保佑。哦，对，给山神弄个神像，把山神供起来。现在山神都现身了，我们要懂礼数。于是，一大帮子人晚上不睡觉，跑去挖土、挖石头，给山神做神像。非常完美。这特马是神像，我那么帅，被你们弄成这样子。大水叔要不用我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完美了，你的就自己留着吧。你先看一眼。滚！就用你这个了。而此时的封禁之地，数位江湖上鼎鼎有名的高手在这里聚集。道宗莫道离、大元武夫第一人战九、西谷国师元拜、天前雾见仙雨亭，看着长生岛和幽暗碧潭变成了满是焦土的巨坑，他们就可以想象那场大战的惨烈，甚至于残余的恐怖气息，都让几人感到心悸。莫道离在另一处100米的崖壁上看到了几行大字，占据整个崖壁，而崖壁上写着虾家村第365代凶兽封印史，虾早会之墓，为诛杀上古凶兽混沌陨落于此，以崖壁为碑，特此铭记。虾家村在哪？凶兽封印史是什么？虾早会又是谁？还有上古凶兽混沌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个江湖越来越扑朔迷离了。而此时听到这则消息的老李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封禁之地可是我推荐那小子去的，虾人的虾，赵玄洛姓氏的谐音走，惠慈的惠，是他吗？可是不对呀，这他妈才半年，那个废柴怎么想也不可能是他。可是真的有这么巧合的事吗？要是不是他，那他现在怎么样了？原本还说来南陵挑战剑仙的，看来还是先去封禁之地看一看吧。哟呵！你们这些土匪好大胆，我们可是有高手护卫，识相的话还不速速滚开！高手，你说的是他吗？大侠，饶命啊！放心，我们只拿钱，留下一半的财物，你们就可离去。这是我们这里的山神，你们拿着好生参拜，可保你们顺利的通过这里的大山。怎么样，我这法子不错吧？让那些来往的人跟着信山神，也算是帮山神发展信徒，肯定能受到山神的保护。没想到大水叔让我帮忙雕刻好多小的，居然用来干这个，这什么邪教徒发展方式呀？我虾人能当邪神吗？今天晚上得再显一次灵，跟他们讲一下，这样发展信徒的方式是不对的，要和谐友爱，遵循自愿。我又不是什么魔鬼，需要别人用这种方式信仰。哦，快，又有人过来了！这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生意老好了，过路的人贼多，而且个个都贼有钱，再干个几天，我们都可以退休了。他们不知道的是，因为封禁之地的故事愈演愈烈，很多江湖人士都慕名而去，而这条作为通往封禁之地的道路之一，自然人就多了起来。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自从这小子来了后，总抢我台词，搞得每次打劫他像老大一样，我都没什么存在感了。怎么可能？抖什么抖？你中风了吗？你怎么老是喜欢把人打晕呀？这人不老实，想搞小动作，我怕他给我撒毒。算了，赶紧搜搜身上有没有什么钱。她好像是个女的。那这个人怎么办？就放这里呗，还能怎么办？放在这里会被狼叼走的。把他绑起来带回去，等他醒了，再把他蒙着眼睛送回来。我来捆。哦，不愧是大户人家出生的孩子，会玩。夜晚，越狱从一处山洞中醒来，发现自己被绳子捆着，而且捆的姿势实在是不堪入目。这要是让我知道是谁捆的，我绝对把那个家伙给阉了。越狱面带怒气地走了出去，发现那些家伙全都跪拜在地上，朝着这些人跪拜的方向看去，一个巨大的金色身影映入眼帘。
混沌居然从面前这一个金色的巨兽身上再一次感受到了混沌的气息，这是怎么回事？你居然知道混沌，小娃娃，看来你有些见识。你是谁？现在是山神，以前曾有人称呼我为兽神。你和混沌是什么关系？算是同族吧，严格来说，我算是兽族当中的叛徒。兽族的叛徒，他是为了谁背叛的？人族吗？我在以前好歹也算是正神，你们不要再用邪神的手段给我传播信息。谨遵山神教诲。你也是山神的信徒吗？这人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是他吗？不对，他即使还活着，怎么可能来这里当土匪？看来是我想多了。而且之前看到的功德之力，现在看来明显就是兽神发出的。我得想办法留在这里观察观察。你们这还招人吗？我读过一点书，可以给你们当账房先生。你衣着华贵，气宇轩昂，当土匪会不会有点屈才了？我们当然欢迎。刚才这人与山神有交谈，聊天的内容虽然听不懂，但面前这人肯定知道的很多。这种人留下来当土匪又何妨？说不定还能方便我们与山神交流，传授我们一些注意事项。可是她是个女的呀，我们一群大老爷们，她跟我们住山洞吗？不用，我自己建房子。你一个女的能行吗？我们来帮你吧。这个虾仁有多牛，进店买衣服却1分钱不带，仅凭一句话，居然还让妹子心甘情愿为他掏钱，直接让一旁的大叔羡慕哭了。本来还想帮忙，结果在建房子的时候，我们搬一根木头的功夫，他能搬10根，这谁能想象？本来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力气大的吓人。对了，你是怎么把他打晕的？后脑是所有人的弱点，打这里都会晕。小半夜的功夫，一座简易的木房就已经搭建起来了。然而一群大老爷们儿站在一旁，极其尴尬。说来帮忙，结果大多数还是人家自己干的。最关键的是，太丢人了，一群大老爷们还没个小姑娘力气大。而虾仁此时早已回到山洞当中呼呼大睡，越狱躺在床上思考着白天发生的事。相比于那一大群帮忙的男子，他更在意的还是虾仁。看不出有任何修为的迹象，当时也是把对方当做了普通人，所以才会那么轻易的被打晕。他为什么藏在一群土匪当中？对兽神又知道多少？这其中的秘密不简单啊！第2日，越狱一出门就看见虾仁拿着一把木剑在那里练剑。现在得多练练，刷刷经验值。毕竟这世界上封印的凶兽可不止一头，下次再来一头，我一定要一剑砍死。可惜的是，那些前辈的传承翻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治疗自己现在这个情况的方法。其他各种修行方法、剑法之类的倒是很多，问题是现在的身体练不了呀。一大早，一行人先对兽神进行叩拜，求兽神保佑今天一天平安无事。我这神当的可真是尽职尽责，保佑都是亲自保佑，我的信徒都有福了呀。不过就是自己拜自己，有点怪怪的。参拜完毕，众人吃过早饭后，大水叔便开始安排今天的任务。二牛老规矩，带人去小路看着点，发现有人就马上回来汇报。虾兄弟，你就不做木雕了，你和这位姑娘，你叫什么来着？玉月。好名字。你和虾兄弟一起清点一下我们现在的家底，然后和我一起进城买一点东西。很快，虾仁和越狱便去了洞中存放物品的地方。这里就我们2人，我也不隐瞒了，在下南邻国的国师越狱，敢问阁下真名？虾仁，不会吧，不会吧？他们如此真诚对待我们，你居然对他们用假名，人心怎么可以坏成这个样子？他还相信我们，让我们帮他们清点家底，而你居然用假的名字骗他们，你对得起大水叔吗？对得起昨天晚上那一群为你盖房子的老实巴交的土匪吗？那你的身份呢？我是一位光荣的木匠。你这话你自己信吗？你自己不信，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啊！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木匠，不是你想象的那些强大的修行者。我没有那么强大的修为，我只想当个小土匪，抢点小钱，然后回村取翠花。不想说的话，其实可以与我直说，不用费这么多事。人在江湖总有些秘密，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切，随你怎么想吧。然后2人就没有再交谈，只是一人报物资的数量，一人进行记录。大水叔来了后，越狱便将账目递给了大水叔。大水叔，你拿反了。这东西怎么看？你是哪里看不懂？从这个册子第1页第1个字开始，我就看不懂了。看来这得先教你们认字了。我们都一大把年纪了，还有必要认字吗？大
大水叔，你要明白，有文化的土匪和没有文化的土匪那是两种。有文化的土匪那叫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英雄人物。我们不生产财富，我们只是财富的搬运工。这是将一些人多余的财富给那些需要这些财富的人。我们不是在打劫做坏事，我们是在当好人，散布仁德。没有文化的土匪那是莽夫，而我们要做高雅文艺、有目标、有理想、有文化的绿林好汉。以后就麻烦2位先生了。平洛城，虾人3人进城购买物资，几人来到了一家颇为豪华的衣铺。这铺子可是出了名的贵。这几人是一起来的，与之同行的公子身上衣服面料可是上好的绸缎，品质极高，估计能与贡品相比较。就算他付不起，他身边的这位肯定能付起。几位客人可是有什么需求呀？需求嘛，要黑色的，质量要好，穿上显得神秘帅气，通风透气，方便于行动，还有不太容易沾血。前面的要求我都能理解，就这最后一条，这么直白的说出来合适吗？不太容易脏，对吧？这个有。这件衣服的表层我们做过一些特殊的处理，不太容易沾灰尘，还有一定的防水效果，对利器还能起到一定的防护。我先试试，你帮忙付钱。好看吗？好看，这个码得多贵？怕是给我卖了我都买不起。衣服自己买，我是不会给你出钱的。兽神之所以背叛凶兽，跟凶兽封印时有关。这衣服我买了。原来他这么有钱，当初要是先打劫一波该多好，现在直接把人收了也不能，这下子亏大了。东西也买了，走，我带你们去个吃饭喝酒的好地方。这儿太贵了，我知道一条小巷子，价格公道，服务到位。我就是出来吃饭歇脚而已。大水叔想什么呢？趁着大水叔发愣的功夫，虾人就把他拉了进去。大水叔并没有注意到，在这家烟柳之地的门口有一块大大的牌子：花魁诗词会，花魁起舞，吟诗作伴，凡诗词今夜榜首者，一切酒水饭食全免，还可得花魁特殊青睐。那些腿一个个的比我命都长。虾人先是认真的点了一大桌菜，然后将所有打算陪酒的姑娘全部撵了出去。当然，撵人的方式也很特别，没说一句话，只是散发着淡淡的威势，摇了摇头。这2位公子定是眼界太高，看不上这些胭脂俗粉，看来是冲着花魁来的。另外那人肯定就是这2人的手下了。自从和小六他们分开后，生活质量一下子下降了好多。今天难得进城出来享受一顿。我只想知道这人到时候怎么付钱，还是说到时候吃霸王餐跑路？这次我可不出钱了。都来这里了，真就光吃饭吗？那肯定不止呀，今晚还要在这里睡觉。怎么个睡法？在山里怎么睡，就在这里怎么睡啊！大水叔，你还想怎么睡？这女子一登场，身上所散发的气质就与其他的青楼女子不同，那是在名门世家多年的熏陶下而养成的贵气与优雅。看来又是某个倒霉的官员家属被卖到了这里。本次花魁诗词会的题目就是没有题目，文章本天成，妙笔偶得之。题目有时会限制大家的发挥，所以这一次随性而作。若谁能成为这次第一，将会成为云烟姑娘的第1位入幕之宾。我说一首词，你来写怎么样？你还有这本事？看过一些书，顺嘴还是能说几句的。蝶恋花柳，柳什么？你该不会第1句就卡壳吧？没什么，继续。差点当场就把作者名给说出来了。
注以微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书狂徒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若是就这么给一位风尘女子，倒是有些可惜。你确定要把这么一手好词用在青楼？永爷的词不用在青楼，用在哪里？堪称男人的时代楷模，男人们又爱又恨的存在。白嫖之王让众多女子牵肠挂肚，不用在这里，用在哪里？我倒是觉得很合适。仔细品味这词中的意味，看来他刚才也不只是在一味的吃饭。刚才那花魁所弹奏的乐曲，他是听进去了的。越狱将这首词交给了老鸨，不过在把这首词给老鸨的时候，还说了些什么。那首词写得很好嘛，看你很欣赏的样子。用不了多久，这首词会在整个南陵乃至九国开始流传。要不你去参加科举吧，我出钱，趁你现在还年轻，有的是机会。一旦考上，可是能做大官的，到时候兄弟们也不用再当土匪了。我这人才疏学浅，偶尔写2首诗词，人前显圣一下，倒还可以。真要让我去读书、参加科举什么的，我就不行了。整个南陵朝堂的人加起来都不一定写得出这么一首。你要是才疏学浅，那他们算什么？与此同时，老鸨开始把《蝶恋花》这首词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而一首《蝶恋花》在这小小的青楼，无人能出其右，自然而然成为了碾压群雄的第一。看没有姑娘陪你，挺失落的大水叔，等会你去吧。不然啊，难不成我让他去？你为什么不去？这词可是你做的。那花魁我看了看，虽然说算不上倾国倾城，但也算是难得一见的美女。我只需略微出手，天下花魁见了我都得羞愧自尽。一般。虾老弟以前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这长相都一般，看来跟我们混真的是受苦了。我怎么好意思呢？这词毕竟是你写的，而且人家姑娘要见也是见你这种公子，而不是见我这种大老粗。看你们2个人都不想去，我就代劳了。你妈的，我是真的想去啊！我能收回刚才说的话吗？你看你跟我推辞个什么劲，让人家内部消化了吧。原本想的是这烟柳之地，有的只是缠自己身子的男子，未曾想居然能在这里遇到知己。若是能把第一次给这样的男子，也不算太亏。只希望对方是个模样俊俏的人。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他是南陵的国师，为什么会来这里？难道父亲是冤枉的？难道是来营救自己？可我值得堂堂国师来此吗？你认出我来了？曾经在祭祀上偶然一睹国师的尊容，没曾想国师还能写出如此好的词。那首词不是我所作，我只是代笔。我来这里只是因为对方不想来。面前这位南陵的国师可是一位极其有分量的大人物，若是对方愿意救下自己父亲，也只是一句话的事。对方此次来见自己，绝不是应付那么简单。给你一个机会，不过这个过程可能会吃点苦。无论什么事，我都愿意。好，你家那边的事我会安排的，明天就跟我一起走吧。第二天一大早，虾人便看着越狱带着花魁出来了。你怎么把他赎回来了？难不成你真喜欢那个？这他妈的得要多少钱？昨天晚上我可打听过了，就这花魁一晚上挣的钱比我们打劫都挣得多。这要是赎回来，这不得花费千金啊！没想到这妹子这么有钱，当初直接把人收了，可真是亏大了。怎么，我有钱？我看他可怜不行吗？之后，云烟便跟着他们来到了所谓的黑虎寨。这是个土匪窝吗？国师都当土匪了，发给国师的俸禄这么低吗？黑虎寨着其他汉子一时间都出来了，尤其是看到这么一个好看的姑娘时，一时间呆愣在原地。不能背叛小念，我爱的永远是小念。大水叔，我们不是只抢钱不保人的吗？我们现在是要开始改规矩了吗？规矩没改，这是玉先生赎回来的花魁，你小子想什么呢？玉先生好像是女儿身吧，而且花魁要很多钱吧？这……别想那么多了，来搭把手，给这姑娘做个床出来。
这连床都没有，怎么感觉这外面更惨？另一边，老李头行走在一条小路上，看着小路的前方，他感觉这条路并不平凡，甚至给他一丝熟悉的气息。这个老头一身破破烂烂，看起来好穷，估计没什么油水可榨，就放他走吧，等下一个。虾仁和越狱在一棵树下乘凉，越狱本来是没兴趣的，看虾仁来这里，他也跟着来了。来这里主要怕大水叔他们出事啊，最近一个不小心就容易碰到狠角色。是哪位高手在此？可否出来见见？这熟悉的声音，卧槽！看我干嘛？你们谁没藏好，让人家给发现了，还在这里干嘛？出去见见！也真是服了这群人，怎么藏的？居然还能让一个穷老头给发现！鬼剑仙李莫狂，这位脾气可不怎么好，我等会到看看他如何处理。李叔，你也还活着呀？我好想你。这臭小子又在抽什么风？暂且先配合他一下。你这臭小子怎么回事？现在我是镖师之子，整个镖局的人被妖兽杀害，现在就我们2个人活下来了。你是我家中长辈李叔。你小子用的真名还是假名？真名。虾儿啊，幸亏你还活着，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你死去的爹交代呀？李叔，还有你陪着我，以后在这世上我也不会那么孤单了。鬼剑仙，大周的第3位剑仙，为人杀伐果断，出手狠辣，脾气暴躁，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看见他们亲人重逢真好。之后，虾仁和老李头便来到了一处山崖上。我不明白，那么多地方可以方便我们谈话，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拉在这里来？不觉得这样谈话格外的有感觉吗？这臭小子还是这么抽风。虾枣会是你吗？是。混沌也是你干掉的？是。知道那个女子的身份吗？不知道，不过之前他说他是什么国师？那是南邻国的国师。哦。你造成的动静很大，混沌很强吧？看来你的修为已经到了一个很高深的地步，已经做到了返璞归真，连我都看不出来了。你把一下脉。不明白这小子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就这种伤势放在一般的修行者身上，早死800回了。经脉被废成了这个样子，这已经彻底沦为一个废人了。这是跟混沌交手造成的。是。对不起。没什么，我不是还好好的吗？况且我反而因祸得福，实力更强了。像你这样的，我锤100个都不带喘气的。你这臭小子又在开始说胡话了。你这李老登知道我没修为，还不拉我一把？虾兄弟，李祭司该吃。哎呀啊！我看你小子这么高摔下来，可是一点事没有，根本用不着我拉吧？哦，青灵剑没有被这小子炼化，他是怎么拿出来的？还你！怎么这就还我了？我这有更好的。哦，这不就是你当初那把破木剑吗？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这半年到底都干了些什么？我怎么感觉比我这一辈子都要精彩？你想要变强了？我这有些厉害的剑法传承，你要不要看看？除了你的一剑仙人柜，这世间值得我学习的剑法可不多。哼，看来这一界之上的剑道高手所创的剑法，你应该是不感兴趣。等有空的话，我拿给赵玄洛吧，他应该会很感兴趣的。一界上面还有境界，不然呢？先把剑法拿来，我看2眼。这里面包含着的不仅是剑法传承，也是一份责任。接受了这份传承，也就意味着你将成为凶兽封印史的一份子。这不是你小子瞎编的吗？它是真的存在的呀，不然以前混沌是被谁封印的？难不成是我跨越时间长河回去封印的吗？你该不会怀疑后半句是真的吧？要是别人的话，我纯当放屁；你的话不好说。我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哦，跟你讲一下，以前的境界划分是按品，我们现在的上3界才对应以前的7品左右，然后往上就是6品、5品，一直到1品。那你之前打那个混沌是几品的？应该是超1品的。你刚才说的是超1品，你接触修行到现在才半年吧？
你是怎么把那玩意儿干翻的？那肯定是用修为啊！我们从皇都分开的时候，你才8阶。是啊，我后面打混沌的时候已经超1阶了，都开始按品算了。你这臭小子，你连我都忽悠！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了，不然你以为我精爱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这股感觉，11姐，他们2人究竟在干什么？从未有过如此顺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便秘多年的人突然一泻千里一般。凶兽封印室现在有多少人？就我所知，算上你的话，总共2个。另一个是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当土匪吗？大水叔的女儿救了我，我这算是报答。还有就是这个地方并不像你想的那么普通。该不会前几天那个异象就是你想的那样？对了，今天晚上我要显灵，会有一点小小的变化，你帮我照看一下，别露馅了。到时候我封你为山神大祭司。夜晚，看着那如小山峰一般高大的金色人形怪物，老李头陷入了沉思。在众人膜拜的目光下，神圣而庞大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响起。凶手封印室的传承者，有些年没见了，没想到你们真的做到了。这他妈就是你说的小小的变化，这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使命，总归要有人前仆后继的去完成。好，现如今我才苏醒不久，缺少一个大祭司，你可愿担任？能成为兽神的大祭司，荣幸之至。小丫头，你会为了天下人牺牲自己吗？会，因为这天下人当中有我在意的人。第2天，大水叔跟着虾人在瀑布水潭处查看。虾兄弟，你们都是很厉害的人吧？李祭司、岳先生，你们除了认字以外，还有很多超越常人的地方。大水叔，你知道修行者吗？他们和常人不一样，他们可以飞天遁地，肉体可比肩钢铁。哦，这不是仙人吗？不是，他们只是一群掌握了一些特殊方法、拥有力量的人而已。大水叔，你想拥有这种力量吗？哦，明天教你们点不一样的。大水叔回去后，老李头便走了过来。你这些天在干嘛呢？当初那些前辈在封印混沌的时候，那个阵法有若干个分阵，这些分阵的作用是封印混沌的护从。虽然混沌死了，但是混沌的护从还被封印着，而且估摸着也快出来了。你是在找被封印在这里的凶兽，他很强吗？对我们而言，应该算很强。我得提前找到，早些做预防。现在的问题是，除了之前那些前辈送的地图，能知道大概的位置，其他什么线索都没有。对了，你觉得越狱这人怎么样？我一个人过，其实蛮好的，没有找老伴的想法。你个李老登，敢不敢再自恋一点？我是这个意思吗？怪我吗？这是你自己没说清楚。哟呵！虾兄弟，李祭司该治。因为我拿他当朋友，他居然想睡我。我的天哪！刚才发生了什么？刚才天上有鸟叼了块石头，不小心落下来了，砸到了你。多亏李祭司妙手回春，将你救了回来，不然你就危险了。哦，多谢李祭司。不用如此，应该的。第2日，虾人开始教大水叔等人练武。所有人立正，报数，1、2、3。他又在干什么？所有人先站半个时辰，双手放好，不许乱动。就这样教了1天之后，一行人都累趴在地上。这练的什么东西啊？好累啊！不练，你连人家姑娘都比不过，还好意思在这里抱怨？她能算普通姑娘吗？谁家姑娘能一拳头把树给打断？你让村里那些姑娘跟我比，哪个比得过我的？哟呵！跟姑娘比赢了，这样难道就显得你很厉害？这还愣在这里干嘛？还不去捡点柴火？这1天的训练当中，真正练武的时间只有半个时辰，其他练的都是纪律。你这训练到底有何目的？我就随便教，别多想。这人跟个谜一样，而且上次山神出现的时候也没看见他。李莫狂是凶兽封印时，他的身份也肯定不简单。而且山神上次那一番话，仿佛是考核，又仿佛要让我放弃些什么，去李莫狂那里打探。他也对此闭口不谈。晚上出去捡柴的2牛到晚饭的时间都没有回来，甚至有几人去找，却找不到人。虾人几人也加入了寻找的途中。根据一些残留的痕迹，几人翻开一处树丛，发现了一个洞穴。
老李头，你也跟着下来吧。哦，你们就别下来了，如果出了什么事，我们还得照应你们。救命！救命！这不是才来吗？你咋就跑了？感觉你好像知道些什么。听到洞穴里传来的呼救声吗？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只不过我不想见他。哦，这里面有故事。为什么？因为我拿他当朋友，他居然想睡我。我的天哪！在另一边，二牛和一个身高不到1.4米的男子被困在一个小小的屏障里面。你确定你那些兄弟会来救你？他们发现我不见了，一定会来找我的。希望他们不会跟你一样傻。想娶我，起码得比我强。当初就因为这句话，冒着风险来这里寻找什么上古传承，结果倒了个大霉啊！在这里被关了好几年了，要不是我修为高深，不然早就饿死了。只希望他朋友别也傻乎乎的走进来。虾仁等人来到一处狭长的通道，通道的尽头有一层发着微光的屏障，里面便是二牛和越狱的朋友。我就知道他是爱我的，居然还费心费力带人来找我。有屏障听不清他们喊什么，你们先在这里等着，我先过去。在丁杰和二牛的目光中，虾仁向着他们缓缓走来。他还是这么聪明，先派一个人探路，真是明智的选择。到时候只要这家伙走着走着也被莫名的关起来，他一定能发现问题，到时候就能找到机关救我们出去，我就可以借助这个机会以身相许。愣着干嘛？走呀！你是怎么？别问那么多，先出去了。越狱！你给我停下！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查了一些古书，据说这里有上古的传承，特地跑来寻找，然后被困住了。你为什么还不过来？我还有点事，你们先回去吧。原来传承一直在我脚下。奇了个怪了，阵法呢？这就是你朋友？当初年轻不懂事，遇人不淑。奇了个怪了，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你很懂阵法。以前被人用阵法打，他们打完一般都会留下痕迹。那小子顺着这个阵法，很有可能是去找那头混沌护童了。按照他的说法，那头混沌护童能够把我们这些人吊起来打，继续留在这里的话，就是找死。我觉得我们先离开这里比较好。你知道些什么？天机不可泄露。不过我这话是善意的警告，离开这里总归是好的。虽然不清楚这当中的缘由，但对方是凶兽封印时，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秘密，这么做定有他的理由。别找什么痕迹了，赶紧走吧。知道了。几人从洞穴当中出来后，老李头先让二牛回去，然后越狱就开始互相介绍两人的身份。这位是大周鬼剑仙李莫狂，这是三阶武夫丁杰。不是传言他已经死了吗？你失踪这几年，南陵也有传言说你死了，这人怎么关这么些年，把人都给关傻了？一见面就说人家死了，三阶武夫的身板扛得住人家一剑吗？哈哈，江湖就这样，总爱流传一些虚不符实的谣言。就是，当初江湖还传言你资质不如青山剑仙，现在你成为剑仙，肯定是将对方打败了吧？肯定狠狠的给那些人一个大耳刮子了吧？青山剑仙被新出世的剑神给打得艰辛破碎，已经无心再与其他人交战。李莫狂成为剑仙是打败了周岁凡，没有亲手了结这件事，就像刺一样扎在对方心中。你这不是揭别人伤疤吗？话说，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随便走走，碰巧来到这里了。他可是南陵国的国师呀，哪有那么多时间到处闲逛？难道是为了找我？而且还请了一位剑仙和一位精通阵法的高手。越狱一直都是这么一个面冷心热的性格。我就知道我消失这么多年，你是最关心我的。我相信在你的心中肯定也有着我的位置。我们不要再躲避了，我们要勇敢地面对心中的感情。我知道在你的心中肯定对我也这个好使。打是亲，骂是爱，打得越狠越关爱。这是越狱新手为我捆上的，我怎么舍得挣脱开呢？你个舔狗！这衣服可受不了这么高温度。这
这地底下应该也遇不到人。现在没衣服穿，总比等会光着屁股出去好。被人光着屁股捡回去的事情，我可不想再发生一次。没想到这里空间还挺大的。混沌大人，虾人跟着声音去查看，沿着这条路直到尽头，看见一个巨大的石像从岩浆当中露出来，那是一个怪物的头颅，有着一个独眼，却有着2张嘴巴一上一下，长得稀奇古怪的。混沌大人，是你吗？是我。我就知道你一定还活着。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一定能带领我们再次走向辉煌，碾死那些肮脏的小虫子。混沌大人，你怎么变成了那些小虫子的样子？那些肮脏的小虫子在我们被封印这么多年来也有了成长，掌握了一些手段。在那场战斗中，我虽然杀了对方，但也伤得不轻，只能借由这一副人类的躯体暂时在外界行走。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还需要几年才能突破封印，若是混沌大人给予我一点点恩赐，我现在就能突破这封印。现在还不行，我突破封印后，其他各地的封印已经被他们盯上了，若是再随便让你们突破封印，会打乱我之后的计划。我等破除封印，加上混沌大人您的力量，必定无往不利。千万年前，我们也是这般想的，而下场呢？经过这千万年的时光，我也想明白了，我们太小瞧了这些人的力量。更何况千万年的时光，我们处于封印中，实力一直在被减弱，而他们一直在成长，更是拥有威胁我生命的力量。要不是我更胜一筹，你就真的要给我收尸了。之前那股力量，我相信你也感受到了吧？没想到曾经这些只是嘎嘣脆的小虫子，居然变得如此可怕，连混沌大人也不得不开始隐藏。虽然不久后自己就能破除封印，重现于世，但是之前那股力量能够轻易将我抹杀，让我彻彻底底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那混沌大人，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后面当我有能力破除封印的时候，我要不要出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要轻易出来。你甚至还要假意维持着这封印，这是为了你好。同时，在之后的日子里，你还要小心其他凶兽。为什么？在这漫长的时光里，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变？肯定不会。曾经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如果那些卑鄙的人同意提前为你解除封印，还你自由，让你免去这千万年的孤寂与折磨，还定期为你献上血食，你会不会考虑与他们的合作？面对我的提问，你都会犹豫。你想想其他凶兽面对人的提问，甚至于一步步提高筹码，你能保证他们会跟你做出一样的回答吗？我们被封印了千万年，而他们放下了作为凶兽的尊严，却可以享受自由，这样的凶兽还配与我们为伍吗？我们在这里受苦，而那些家伙早就过上了自由自在舒坦的生活，这怎么能忍？对于这种舍弃了凶兽尊严贪图享乐的家伙，最好的做法是什么？杀了他们。对，就是杀了他们。虽然凶兽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本就是厮杀不断，弱肉强食，但是对于他们这种叛徒，我们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那以后也别怪我们心狠手辣了。对，既然他们敢于背叛，就要承担背叛的代价。总有一天，当我离开这里时，我一定会将他们撕得粉碎。会有那么一天的，我将会带着你，带着我们的大军，重新回到属于我们的王座，而那些背叛者的头颅将会成为我们登上王座的台阶。在下随时等候大人的召唤。虾人在话语最后还随便 PUI 了几句，把朱坚听得那是热血沸腾，积极向上。等虾人依靠阵法回到地面上的时候，映入眼帘的就是越狱拿着根藤鞭在抽钉结。我在忙着拯救世界的时候，这些人在这干嘛？我这是帮他锤炼体魄，被关在里面这么多年，他的体魄有些下降了，多抽他几鞭子，帮他提升一下，免得他骨头生锈。武夫这条修行路是抖 M 吗？老李头当初也没告诉过我呀。处理好了吗？暂时处理好了，不过后面得想想办法，一劳永逸。后面还得好好完善一下，做到即使将他放出来，也完全听我命令，还不能让他有过多怀疑。现在自己忽悠的太简单了，虽然对方都没有多少怀疑，就信了大半，但是还得努力努力。怎么样？有没有找到什么宝贝或者传承之类的？都这个样子了，居然还有心情来问我获得了什么传承？这藤条你能挣脱得开吧？这是越狱新手为我捆上的，我怎么舍得挣脱开呢？你个舔狗！这老头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本山却先赏你一坨。把这个送过去，国师一定会高兴的。这个丁杰没事就跟我抢活干，这是自己唯一能发挥价值的地方，都跑来和我抢。
越狱，这是我给你带的点心，怎么样？被我感动到了吧？一旁的大水树他们对这一切选择性无视，毕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丁姐也教了他们很多关于土匪的知识，比如说如何辨别那些喜欢藏富的有钱人，如何辨别哪些东西最值钱，如何辨别路人的谎言，以及吊网、拦马绳等陷阱如何制作。哦，丁兄弟，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年轻的时候穷过，所以就采用了一些特殊方法，找一些人借过一些钱，自然就学会了一些借钱的心得。那些借我钱的人都是大好人，都不让我还。头一回听到八大姐说的这么清新脱俗的。另一边，虾仁和老李头此时正在一处山崖之上。你为什么同意让丁杰留下来？你之前不是觉得凶手封印室只有2个人太少了吗？所以你是准备发展他们？是啊。那你可得好好看清楚，你手上那些传承要是放在外面，那可是能让天下人争抢的重宝。但是光凭这些想让他们跟你一条心的话，还是有难度的。我用不着他们跟我一条心，只要凶手出事的时候，他们敢于站出来，与普通人相处，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能够融入其中，与他们交流，会在意他们的思想，只要能做到这些就够了。这些天你老是去封印之地，是那头凶兽快出来了吗？洗脑不是一天就能办成的，得长时间累积，这样才能洗得彻底。现在朱钱已经被我忽悠瘸了，甚至都想找机会把他放出来了。毕竟现在的故事框架已经建得很完美了，甚至告诉他我在人间套了个兽神的假身份，以此来哄骗人类。镇北关，皇帝御驾亲征，仅只用数月的功夫，就重新夺回了这一座大周第一巡关。而在城墙上，有一个老者被一剑贯穿在这墙上，他是北蛮的大祭司，他算计了一切，唯独没想过这个皇帝的实力会强大到如此地步。北蛮是我们的敌人，面对敌人不能心慈手软，所以青壮少年、老幼妇孺一个都不能放过，血债必须要写来偿还。杀！与此同时，黄都的龙皇天压阵莫名的渲染上了一层薄薄的血气，地底下隐隐约约传出一声充满喜悦的轻微龙吼。还在黄都闭关的青山剑仙突然感到心悸，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大周的江湖上，正义盟在这一次门派大选上正式发出了魔教诛杀令，所有被判定为魔教的门派全部灭杀，一个不留。还是那一条熟悉的小道上，二牛和大水看着一个奇怪的老头，陷入了沉思。一个穿着道袍的老头在路上走2步摔一次，走5步就从天上飞来一块石头砸中他。更离谱的是，都这样了，这老头屁事没有，还笑呵呵的。要不要我去把虾兄弟喊过来？我感觉这人不正常。这种人感觉我们惹不起，还是把他们叫来吧。经过这些天虾兄弟的教导，我也明白了，他们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要是没有虾兄弟在，不然就之前碰到那2个，随便一个都能把我们拍死，还是得谨慎一点。原本来南陵是想找越狱和月白打听一下消息，结果发现越狱好像不在那里，冥冥之中也有一股感应，去找越狱的话可能有大机缘。就在推算越狱大概所处的位置、最近所做之事以及见过什么人时，就迎来了剧烈的反噬。要不是吃了之前青山剑仙送的禁坛黑莲，再用特殊秘法把这次劫难给换为平常的倒霉事件，我可就得暴尸荒野了。不过只要抓住这次机会提升境界，我那所剩不多的寿命也将会迎来一次保障。嘿嘿，完了。当初去找传承的时候，找了莫道离算了一卦，还说什么卦象大吉，结果这一句什么收获都没有，还被关了好几年。这老登实在是可恶。他们俩有仇吗？我也不是很清楚。丁姐，别以为你戴了个面具我就认不出来，我算的卦没有问题，只是你还需要等而已。丁什么杰？爷爷，我叫王大壮。你敢拿着你与越狱可能存在的未来发誓，你不是丁杰吗？好吧，是我。你们这阵容放在这里打劫太屈才了，去造反都是一股不可忽略的势力。我操！李老鬼，你可仙丹了，在黄都才突破没多久，这分别才多久啊？这就1届了，连我刚才都没看出来，你这是得了什么离谱的仙缘？李老鬼都这么强了，我的大机缘一定就是在这儿了。这老头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本山却先赏你一坨。留点钱你就走吧。钱我没有，不如我留下跟你们一起打劫吧，你们就当打劫我的苦力了。怎么现在高手都喜欢钻土匪窝了？觉得这很有意思吗？
你个老头，大半夜不睡觉，跟踪一个小伙子，有意思吗？嘿嘿，我刚才摔了一跤，身上沾了点屎，肩膀上也有。啊！欢迎加入我们团伙，你的眼光是值得肯定的。哦，这年轻人的命格看着好诱人，好想算一把。要不是现在快挂了，怎么着也得来上一把。这位少侠哪里话？我从小就有一颗当土匪的心，要不是我师门管教比较严厉，我现在也能成为一方劫富济贫、行善好事、鼎鼎大名的土匪了。哪里话？我们是绿林好汉，怎么会是土匪呢？对，我们是绿林好汉。这两人就宛若相见恨晚的老友，聊天聊东，聊西聊北。莫道离就这么加入了这个团伙。本来早就想开溜了，但这老头死死的抓住我不放，还一个劲的和我聊，关键聊的还是一些贼劲爆的内容，比如说皇宫里那些贵妃与贵妃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这小子不仅神秘，还有福报呀！待在他身边，倒霉的事都没了。这不得多聊聊？感觉自己寿命能不能延长，全和这小伙子有关了。至于越狱和凶兽枫叶史的事，以后再谈。等虾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摆脱莫道离后，莫道离便去找越狱谈起了正事。你在封禁之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混沌是怎么回事？凶兽枫叶史又是怎么回事？我虽然是那件事情的经历者，但是我知道的可能并不比你多多少。我只知道双方都很强，世间存在着上古凶兽，他们被上古的大能封印，而现在他们有着冲破封印的危险。至于其他更多的，我就了解不多了。不过鬼剑仙应该知道的很多。还有就是刚才和你谈话的年轻人，他有可能是凶兽封印史的一员。哦，难怪李老鬼跟颗仙丹一样，晋升的这么快，感情是绑上大腿了呀！看来得去找他聊聊了。你比那个丁杰还作死，一天天净算一些不该算的东西。你和剑神认识，剑神也是凶兽枫叶史吧？老李头听到这番话后，开始思考起来。严格上的话，剑神的确是凶兽封印史，必定都是那小子的马甲，但不知道要不要给莫道离说。待会儿去问问臭小子吧。自己肯定是说中了。现在李老鬼遮遮掩掩的，凶兽枫叶史这一脉肯定是一个隐藏的大门派，不然也不可能让李老鬼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如此进步。那小子也是凶兽枫叶史吧？有些东西你别乱猜，这老算子好奇心太重了，话也太多了，我得去找臭小子再对一下话。你也来看月亮吗？不是，只是来找你确认一些事。你是凶兽封印史的事情，要不要说出去？剑神算不算凶兽封印史？莫道离来问你了是吧？剑神算凶兽封印史，而且身份属于那种比较特殊的一类。我是凶兽封印史的事情，也可以对外说，其他的事我会自己补充的。对了，我对莫道离这个人了解不多，他这个人如何？好奇心重，有一些作死，但是严格来说本性不坏，为人还是可以的。怎么，你打算把他也吸纳进来？有这个想法，不过还是等后面再说。今天晚上我会化作兽神再出场一次，一些事情交给我来解释，你只需配合一下就行。出来吧。月明星稀，小友跟我一样的好兴致出来赏月。月如人心，欣赏乌云遮蔽之月，如观赏被欲望遮蔽的人心。世间纷纷扰扰，历来历往，不外乎如此罢了。大晚上的，你在这里与我感慨人性，别离太近了，有什么事就直说吧。想看小友去做什么？我是一个修为高深的术士，会一些趋利避害的本事，说不定能为小友提供一些便利。你现在这个情况，你跟我说趋利避害？你个老头，大半夜不睡觉，跟踪一个小伙子，有意思吗？嘿嘿，我刚才摔了一跤，身上沾了点屎，肩膀上也有。啊！这个老头怎么还在笑？哼！本山却再赏你一坨。都怪你这李老鬼，这下那小兄弟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那是什么？那就是兽神。等会少说话，放尊敬点。你要把他惹怒了，我们俩合力都不是他对手。参见兽神。哎呦啊！哦，
见过兽神，久仰兽神大名，今日荣幸一见。你在哪里听说过我的名字呢？在一本名叫《大陆奇闻》的古籍上。你怎么确定那书上说的兽神就是我？难道还有关于我的描述？是的，书中描写着的兽神浑身散发金光，被摘羽翼后有功德光轮，浑身神圣无比，曾经拯救人族万民，是有大功德、大义志的伟大神明。今日一见兽神真容，只能感慨书中描述终归还是低调了些。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下。编故事编着编着，居然又撞上了，不仅故事撞上了，居然模样也撞上了。你们可知我这次引你们前来所为何事？不知。引我们前来的目的，这我哪知道呀？要不是越狱，我早对回去了。你的心思叫我猜，你当你是越狱吗？不过这兽神这么大的翅膀，烤了能吃好久吧？就是不知道喂的宰呀。嘿嘿，我可以给予你们一桩机缘，让你们突破现在已知的境界限制，也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仙人界、离界界。我承认你很强，但你这话说的不免有些大，好歹拿出证明啊！他前段时间被关久了，脑子有点傻，恳请兽神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吃斋很久了，不会轻易杀生的，这也是叫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力量，同时方便你们后面做出正确的决定。一看，这个长得像李景伦的小矮子，居然撑起了一座山，原因竟是他口出狂言，要和山神比试身手。你跟我一个武夫比较，用这种阴招，你这么大块头，敢不敢跟我拳拳到肉？好，我给你个机会，我们站在原地，任由对方出拳对抗，你打我10拳，我打你1拳，只要你能撑住就行。这下该轮到我了吧？算你厉害，我认输了。我做事有始有终。怎么连我也一起打了？嘿嘿，一个老算子一身的霉运被波及到也很正常。哦，他伤的怎么样？要医治一下吗？还行，没有伤得多严重，就断了几十根骨头而已，一时半会死不了，可以等弄完了再包扎。那就请兽神继续吧。我口中所说的机缘，是曾经一些故人的传承，这些传承我可以给你们，但是接受了这些传承，也意味着你们成为凶手封印室的一员。哦，先等一下。此时道宗所在地，莫道离亲传大弟子张远归正在修炼，突然一块洁白无比，中间刻有一块浮沉的令牌出现在他的面前。宗主令牌，难道师傅他？之前师傅就说他时日无多，趁最后的时间出去寻找机缘，没想到。随后道宗便响起了4声钟声，而在道宗，钟声连响4下，代表着掌门去世。现在我已经不是道宗的宗主了，再没有任何身份。从今天起，我就是凶兽封印室的一员。其实你以前的身份和凶手封印室并不冲突，并不需要你们舍弃原来的身份。成为凶手封印室后，当凶手出事时，你们不能后退，你们要站在所有人的前面。凶手封印室掌握着至强的力量，但是这份力量是有代价的。接受这股力量，你们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当然，你们现在也可以选择拒绝。我已经没有退路，与其相比于某一天暴毙，如此壮烈而悲壮的死去，未尝不是人生一大幸事。我愿意成为凶兽封印室，并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在这当中。记住你今天的话，若有违背，天地气质，从此世间所有隐秘，无法知，无法想，无法测。这对莫道离而言，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重大的誓言。探索世界的秘密，就是他活着的意义。这一番誓言，可见他的决心。这个世界上不是还有其他凶兽封印室存在吗？为什么要把这些传承给我们？还有虾人是不是你？
这个世界上的确还有其他凶手封印师存在，但是他们都有传承。我之所以选你们，是为了添加更多的新鲜血液。这么多年以来，凶手封印师的人数早已不如当初了，而现在凶手有了破风的迹象。关于另一个问题，我可以这么告诉你，下人可以是我，但我不是他。而且之所以选你们，这当中也有着他的提议。关于现在凶手封印师的种种事情，我大多也是听下人与我讲述的，毕竟我沉睡的太过于久远了。如果还有疑问的话，你可以亲自问问他。我知道你想知道的更多，刚才兽神也说的足够多了，现在该你做出选择了。我加入，凶兽出事，我不可能置身事外，而且凶兽的强大我也了解，即使凭借我的实力，连逃跑都做不到，更别说普通人。与其以后无力的等死，不如现在奋力一搏。剑神是凶兽封印使吗？他不仅是凶兽封印使，更是凶兽封印使当中独一无二的存在。曾经的我们守护着一个个封印之地，专心修炼，常年枯坐，不敢有着丝毫怠慢。现在凶兽出世，我们凶兽封印使也决定打破与外界隔绝，所以外面至今为止很少有着关于我们的记载，甚至也少有关于我们的传说。你们从此以后打听的关于凶兽封印使的消息，大多都是从剑神出世后才有的。剑神之豪迈，我等仰望呀！太他妈能吹了，这么吹自己不害臊吗？不过这小子是真的把凶兽混沌给干掉，严格来说也不算吹。什么时候自己才能这样呀？凶兽封印使不能老是只在内部传承，应该向外扩招人手。你们以后若是有好的人选，也可以进行推荐。当然，罪大恶极的就不要想了，这种特别犯贱的也尽量少推荐。龙卷风摧毁金河塔，压缩飞机。我操！你们昨晚拿到什么好处了？升得这么快？嘿嘿，你昨天晚上要是不搞那么一出，现在跟我们差不多了。到底给了什么机缘啊？一点点超越一界的传承而已，小机缘罢了，不足挂齿。相信你以后努力一些，也能到如此地步的。就像我这种没什么实力，还有些懒的家伙，才适合拿这种传承。之后的生活还是那么朴实，就是日常打打劫，偶尔发现有那么几个修行者跑来剿匪，虾人他们就出手。而由于虾人他们每回出手都报黑虎寨的名字，导致黑虎寨的名气越来越大。莫道离和丁杰坐在一块山崖上面，而在山崖下面的一处空地上，虾人在那里练习着剑术，很朴实无华的剑术，只有一招，就是一个劲的单手劈砍。兽神也太小气了，自从上次以后再也没出现过了，连个认错的机会都不给。看到下面那位少年了吗？对方跟兽神关系很深，你去求求他，说不定他能跟兽神说些好话。哦，这好办法呀，不过得想一下切入点，这次不能再挑衅了。这朴实无华的剑术，没有任何高深的技巧可言，看来对剑术涉猎不深。少年想跟我学剑呢？这个伤都没有好明白的作死高手，怎么又跑到我面前蹦跶，打扰我刷经验值？嘿嘿，看着我都不说话，一定是被我帅到了。虽然我是一个武夫，但是对于剑术还是有那么几分理解的。看你只知道劈砍，应该是才练不久，不如我教你几手。凭借我教的几手剑术，再加上你自身的实力，在江湖上也能迷倒不少的黄花大闺女。那你想要怎么教我？我们不用任何实力境界，只凭借最基础的剑术交流。先让我看看你大概练得怎么样了。放心，我也不会欺负你，我会留手的，一切以教导为准。哦，嘿嘿，又要开始了吗？在这个世界上，有的画面真的是百看不腻。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这一招？剑神也是凶兽封印使，你猜他有没有跟剑神学过剑术？就你这样，还想教人家剑术，连人家在练什么都看不明白。给这倒霉孩子指条明路，这样他都能把路给走窄了。没救了，埋了吧。当初怎么想的跟这家伙做朋友呢？有的时候是真的很想绝交。随着黑虎寨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快便传到了当地官府耳朵里。一伙土匪居然如此大胆，而且还没有暗中打点，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吩咐下去，组建一支2000人的官兵队伍，顺便招募一些江湖上的好手。本官要亲自带队剿匪，正好已经入秋了，缺点业绩，把黑虎寨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土匪窝点给铲除，说不定就升上去了。嘿嘿，大事不好了，官兵来围剿。
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20对2间，优势在我。发生了什么事？有一伙官兵来剿匪了，大概2000人。派兵来剿我们，就派了2000人，这看不起谁呀？这一伙人在哪个方向？哦，嘿嘿。收拾完之后报我名字。龙卷风摧毁金字塔，压缩飞机，杀向地鬼。我可是朝廷命官，杀了我就是与南陵王朝作对，你可要想清楚后果。你们国师叫我来的，而且你好像不认识我，我自我介绍一下，在下丁杰。关于一些上层人士的八卦，我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的。并且这位南陵国极负盛名的武夫，追求国师的事情，整个南陵几乎人尽皆知。原来是鼎鼎大名的丁大侠，没想到这里是丁大侠的地盘，小的这就滚回去。哼，算你识相。不过本大爷最近手头有点紧，找你借点银子花花，这点小要求，想必大人你不会拒绝吧？这下确信是本人了。早就听说过这个丁姐，经常打着借钱的名义抢劫，这回算是见识到了。丁大侠哪里话，若是需要什么，尽管开口，小的这就派人直接给你送过去。算你小子识相。于是乎，这么一支军队大败而归，更令附近一片小江湖哗然。但是官府对此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而这其中的秘密也吸引着更多人前来。你们正义盟这般行径与魔教有何区别？你们枉为大周第一盟。谁让你们不识抬举？要是早点签了合约，乖乖归顺我们，哪来的后面这些事？宗门武学全部上交，还要我们三气宗像条狗一样臣服你们。一旦签订，我三气宗从此就将名不副实，多年基业毁于一旦。这种条约，我怎么可能接受？哼！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你这小宗门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传下去，三气宗鱼肉百姓，勾结魔教，干这无耻的勾当，是十足的魔教妖人。现被发现，当场击毙。不久之后，当地官府就发布公告，赞扬了正义盟的此番行为。上一秒的名门正派，下一秒就变成了魔教妖人。这样的情况在大周的江湖上并不止一起。正义盟势力庞大，甚至还有官府的配合，其他散门散户难以阻挡，要么臣服，要么死。此时的合欢宗二虎也知道了江湖上的一些传闻，准备找掌门赵大力商议。进来吧。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卖了，我那台 vivo X100找转转上门回收了2500多，靠谱吗？当然了，我是转转老用户了，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平板、手表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吃着饭就把手机给卖了，特别方便。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怎么了？看你眉头紧皱，有什么事吗？我们最近这段时间要停止招收弟子。为什么？现在宗门不是正在发展的好时期吗？最近江湖开始大清洗，一片血雨腥风，很多人被追杀。我们的情况您老也知道，搭上了鬼剑仙的关系，所以我们至今还一片祥和。但是这也会被一些有心人看到，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得低调。宗门能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很好了，切不可再多找麻烦了。按你说的办吧。我说过，宗门内部事务你有全权处理的权限。好的，弟子这就去办。另一边，阿奇看着不远处那熟悉的城池，对小铃木发出了疑问：你确定你想要去这？我能感应到这城里也有我的残魂。当初为了逃离皇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没想到兜兜转转又回来了。不过现在皇帝御驾亲征了，现在皇都应该没有人是小铃木的对手。趁着这次机会，也能好好去查查父皇夺舍的秘密。看你已经将这里处理得很好，也不用我再帮忙圆谎了。我也打算离开了。我想在我突破到超一界之前，去与端木妙云较量一番。你好无耻，境界提升了就要去欺负一个女孩子。要不是怕把自己的剑给弄坏了，真想给他一剑。对方能打赢青山剑仙，实力肯定是在一界的。我不算以境界压人，而且我此番与对方较量，也算是助对方一臂之力，免得等我超越一界后，连个同境界可以较量一番的剑仙都没有。不是还有剑神吗？不会让
让你一个人孤单寂寞的。这还不如一个人孤单寂寞呢。我说的是传统剑客，剑神不算。几个意思啊？看不起剑神？哪敢呐，那可是剑神，怎么能让他屈尊跟我比呢？还有点自知之明，孺子可教也。我给了你传承，又封你为大祭司，结果现在你跑了。不是还有老算子和越狱吗？再说了，实在不行，你封你自己为大祭司呀。哪有给神明祭祀的时候，大祭司不在的啊？两人闲聊了一会儿后，虾仁还是让老李头离开了。这老李头虽然说是较量，大概率是想要出去装逼，不然战绩上面就打了一个周岁凡，实在是太拉垮了。大水叔他们现在也积累了不少钱财，再让越狱关照一番，也能够上无忧无虑的小日子了。我也该准备去别的地方看看了，不过还得先回大周一趟，毕竟以后这些得了传承的人都会是超一界的存在，我可不能让自己的九天角落下了牌面。在走之前，也是时候把下面那个家伙带出来了。混沌大人，你终于来了！现在有一个机会，我可以放你出来。我混入人族，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大慈大悲、拯救人族的兽神形象。所以出来之后，你不可对那些人族进行杀戮，你还要保护他们、爱护他们，这也是我计划的重要一环。要是我的谋划被你毁于一旦，我定会将你剥皮抽筋，让你连尸骨都不会有。经过混沌大人这么多天的教导，我早已明白了，爱护人类，保护人类，让人类与那些叛徒刀剑相向，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最大程度的损耗那些叛徒和人族的战斗力。不愧是混沌大人，将人性的弱点拿捏得死死的。不愧是我的得力手下，你理解的很到位。怎么回事？情况不妙啊！要不我们先撤吧。虾仁有过交代，他在下面可能会搞一点小动静，让我们在上面稳住，不必惊慌。你吓傻了吗？岩浆都喷出来了呀！上面打雷好像神罚一样，整个地面都在震动。你管这玩意儿叫小动静？信不信我？我当然信。信的话，就去看好大水叔他们。如果有什么碎石落下，记得帮他们阻挡。知道了。此时的地下，一头上百米的巨兽从岩浆当中爬出，口中发出如人一般猖狂的大笑。我终于逃出了那该死的枫叶！别忘了我们的计划，也别忘了你承诺过什么。走吧，带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了？已经解决了，不用如此惊慌。这猫怎么来的？这难道是你的战利品？这猫不错，给我摸摸。这个人你可以抽他，只要不把他弄死弄废就行。这猫要是没弄错的话，应该就是被封印的那头凶手。没想到居然可以直接收服，所以接下来你也要打算离开了吗？还不着急，先回富贵花开村一趟。现在也赚够了，该让他们回去享受生活了。那走吧。还有一件事，观看精彩的影片需要一台好的设备，转转上的2手手机就很划算。我这苹果14只花了2800，比新款便宜了2000多。最近又在他家买了台联想小新 Air 14，也才1700多，办公看剧都很流畅。关键是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之后，虾仁一行人便回到富贵花开村，在交代了相关事项后，虾仁也打算离开了。由于现在江湖局势不稳，莫道里也决定回道宗看看。发展兽神教徒的事情就交给你和越狱了，这是我给你争取的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原本发展教徒这个事应该全部交给越狱的，但是我跟兽神提议，你还是有一定培养价值的，于是让你也参与进来。只要你这件事干得好，发展出足够的教徒，也是有机会成为我们凶兽封印史的一员。不然你与越狱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从此以后你们2个将会成为2个世界的人。相信你也明白，女孩子很难喜欢一个比自己差的人。嘉哥，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兽神最忠诚的教徒。我要为了凶兽封印史事一而奋斗终身，只为了这天下苍生，人间正道。北蛮境内，北蛮子民死伤无数，尸横遍野。一位如熊一般壮硕的男子，一圈茂密的胡须，眼神中释放出凶狠的光芒，手拿弯刀，站立在一堆尸骨之上。知道吗？这一战虽然说灭了我北蛮，但你们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而且北蛮不比其他物产丰饶的国家，抢回去的东西可能连这次战争所消耗的一半都比不上。草原上更是没有什么城池，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打下了一片无用之地。对我来说值。
这就是实力提升带来的美妙感觉。果然，外物皆为虚妄，提升自己才是正确的道路。皇城，阿奇和小铃木偷偷的潜入了这里。阿奇带路，轻车熟路的就来到了御书房。为什么要这么偷偷摸摸？你该不会以为这里还有什么人是我的对手吧？唯一能让我心有余悸的，也就是笼罩整个皇都的阵法。除这以外的其他事物，对我而言，皆如土崩瓦狗。还是小心为妙吧，总觉得这皇都隐藏着大秘密。皇宫地下，某个未知的生物得到了某种馈赠，散发的气息虽然被重重的阵法阻拦，但也有那么一丝向外泄露。怎么了？汉拔心中五味杂陈，刚才那一丝气息太过于微弱了，让他不禁怀疑是不是错觉。这个气息与他之前在封禁之地感受到的有些相似。看你愁眉不展的，到底怎么了？刚才好像感受到一些非同一般的气息，要小心点。你能跟我仔细描述一下，你刚才感受的气息有没有什么比较相似的对照物？有，混沌啊！这地方也不一定会有凶兽啊，这里这么多人，谁把凶兽封印在这里？这里在很久以前是一片蛮荒，现在的繁华是后面开发出来的，人也是后面迁移来的。我感应到我姐姐的分魂就在这附近，我们再找找吧。要是有什么不对，就赶紧离开。阿奇小心地找着机关，却在书架上面发现了一个暗格，暗格里面有一本泛黄的残破古书。确定这上面没有任何秘术记录和追踪的效果之后，阿奇就把这东西收了起来。汉拔和阿七此时也有些犹豫，毕竟从这个暗道里面传出了一些不太一样的气息，一时间气氛有些沉默。我刚刚找到一个暗格，看到一本书，要不我们先把那本书拿去研究一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线索，再决定进不进去。毕竟分魂在这里这么久了，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走这一小会应该也不会消失。汉拔虽然有点心有不甘，但还是接受了这个提议，重新将暗道关上后，二人就此离去。书接上回，阿奇和小铃木为求稳妥，打算先回去研究古书，之后再决定是否进入密室。阿奇回去后，便一直研究那本从御书房带回来的古书。这古书上面采用的都是古文，翻译起来特别困难，上面还刻画着大量的阵法。阿奇看着那些诡异的阵法，看不出太多头绪，于是按照书上记载，在地上画了一个简易的版本。阵法一片血红，看不出来它的妙用，也没有任何攻击和封印的能力。不搞懂这本古书，御书房那一个暗道，实在不敢下去，可不敢保证里面还有着什么。小六这时正好提着一只野鸡路过，便随手放在了阵法之上。而此时，阿奇有些不死心的又启动了一次阵法，却发现那只鸡在逐渐干枯凋零，最后如飞灰一般四散开来。这个阵法能够吸食生灵的血气，但这个阵法是由我施展的，为何这些血气却没有反馈到我的身上？阿奇打算再测试一番，于是叫上小六，猎杀了不少的小动物进行测试，到最后才感觉到一丝血气进入体内。原来刚才不是没有，而是太少了，以至于我都感觉不到。但是这个比例又明显不对，其他的那些血气又是去往了哪里？不过这还是没有解释父皇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夺舍的，看来这本书还得再研究研究。而此时，皇帝这一支大圣之军并没有返回黄都，而是向着另一个国家的边境而去。现在有了超越一界的力量，再加上自己这一支大军，就算其他国家联合，我也不怕。就算两败俱伤，到时候照样能在废墟当中重新建立起一个国度。也是时候该动手了。正义盟总部正义城，长风天看到传信，立马召集众人去往了大堂。而在这大堂里，加上盟主整个正义盟居然有8位上3界的高手，若是有人看到这一幕，必定极为骇然。这是何等庞大的势力！已经接到了命令，可以开始动手了。之前都是对一些小门小派动手，而现在我们要把目光放在上3界的高手，道宗、上明寺、周岁凡、青山剑仙，乃至于九天教。而鬼剑仙已经离开了大周，就交给皇帝陛下处理了。那我们先对谁动手？胡四才吧，他境界最低，还是个大夫，应该最好处理。这人现在担任九天教的教主，九天教在民间声誉很好，我们师出无名呀。九天教在民间声誉很好，关他胡四才什么事？他又不是圣人，难道不会犯错吗？人这东西经不起查，只要愿意查就有污点，到时候让他胡四才在众叛亲离下被我们杀死。道义这一块，我们依旧很稳当。飞升城，神女的飞升之地，也是最后一批患有瘟疫的人被救治的聚集地。在一处茶馆，此时正是午后，太阳正热，在这里聚集着不少人喝茶乘凉。听说了吗？据说九天教这位教主曾经是江湖人士，年轻时家里穷，仗着有点手段欺骗了一富家女子，让人家姑娘耗尽家财来帮助他修炼。后面这一家子人遭遇贼人被杀戮殆尽，他都没有出现。而且我听说那一伙贼人好像也与他相识，莫不是？
难不成这些贼人是他请来的？居然敢说我们教主坏话，兄弟们上！这样的场景在好几个地方同时上演。胡四才这些天也在冥冥之中察觉到了一些事情，他和现在的镇长，也就是曾经的香木村村长聊起了此事。村长听到这番话后，与胡四才来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言论。严格来说，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你，但是我们相信神女，你是神女亲自选择的教主，她的选择不会有错。就算你在以前真的做过什么错事，神女觉得你有机会改变能赎罪，我们就相信你，就像神女给了我一个机会一样。胡四才看着村长，心中念头通达。大家相信的是神女，我是神女做出的选择。在训州，没有人会质疑一个为了他们舍弃自己生命和毕生修为的神女。对方的这番行为明显是冲着我来的，这是有人想对我下手了。九天教虽然信徒众多，但太缺乏高手了。如果在这里与别人动手，肯定会伤及无辜。看来我得离开了。而在正义盟，长松天发现自己的行动完全不起作用，于是便派了3位上3阶的高手去刺杀。既然如此，那就直接暗杀，只要不让别人知道是我们做的就行了。江湖上，我可没有与高手有什么不死不休的仇怨。究竟是谁要对我下手？我不是这几人的对手，不能恋战。人就这样跑了。这种远距离逃跑的秘法都需要提前布置，而像这样瞬间使用是会反噬自身的，他应该跑不远。这3个人像狗皮膏药一般，怎么也甩不掉，还都是3阶的实力。若是与这3人交手，我必死。但如果活不了，我也一定不会让这些人好过。胡四才倒还有些本事，知道用湖水可以躲避我毒蜂的追捕。那现在怎么办？不要慌，刚才在来的路上，我就取了一点胡四才吐的血，等会我用这点血发动血染追踪术，定能找到他的下落。哪儿来的臭傻萌？刚才是你们动的手，对吧？刚才我这位同行的兄弟多有得罪，现在他断一条腿，也算是他罪有应得。我在这里再向你赔个不是，你看可否就这样翻篇？这就是你们人类处事的态度嘛？按照你们人类的道理，我是不是就该这么样放过你们呢？我们这里3位3阶的高手，而在我们背后还有着更强的人。就算我们3个打不赢你，我们要是分散抬跑来，你也拦不住吧？时候你要面临的麻烦，可不就不是我们3人这么简单了。你们还不跑，是想像他一样死在这里吗？最喜欢这种玩弄猎物的感觉了。终于有个垫背的人能帮我挡一会儿。混沌大人还是一如既往的霸气，原以为混沌大人为了计划这段时间要改吃素了，没想到混沌大人还是那个混沌大人，能吃肉的时候绝对不会放过。胡四才这个时候也从湖中爬了出来，用元气蒸发掉了自己身上的水后，便看到远处有一个少年带着一只花猫。感谢这位少侠出手相助，要不是少侠出手，我今天恐怕难逃一死。老先生严重了，主要是我养的这猫脾气比较暴躁，与他们有了争执，所以就把他们解决罢了。少侠这是怕我心中有所负担吗？我刚才虽然在水下，但外面的动静我多少还是能听到一些的。看老先生才从湖中出来，不如来这火堆旁驱一下寒。胡四才也没有含蓄，就这么来到了火堆旁，坐在了虾人的对面，与虾人面对面，才看清了虾人的样子。而这一眼让
让胡四才有一些失神。像，实在是太像了，两个人的气息简直一模一样。难道被发现了？这不可能吧？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让老先生如此惊讶？只是少侠的气息与我的一位故友很相似，一时间竟愣了神，有些失态，还望少侠见谅。无事，不会被他看眼睛就猜出来些什么东西吧？把东西给他之后得赶紧开溜了。敢问老先生尊姓大名？老夫名叫胡四才。你就是那位九天教的教主胡四才？正是在下。我正有事找你。找老夫，小有所为何事？将此物交于你。这是何物？传承竹简，里面含着一位上古大能的传承，可帮助你超越一界。这等神物送我，为何？你是神女所选之人，此物可以交给你。你和神女是何关系？神女又是何身份？神女与我同为凶兽封印使的一员，你想知道的一些事情就在传承里面。我相信神女选择的人不会辜负这一份传承。胡四才看着手中的这一份传承，一时间有些惊疑不定。打开这传承竹简，一道金光钻入他的脑海，封印史的故事以及各种各样的秘法在脑海中横穿，很多之前一直想不明白的东西，在这一刻明悟。原本的伤势开始修复，身上的气息开始攀升。退出状态后，看着自己手中已经变得平平无奇的竹简，胡四才笑了。没想到今日的危机还是靠着神女化解的，还依靠着神女得了这么一大桩机缘，重铸凶兽封印使荣光，吾辈义不容辞。对了，小兄弟你。而在另一边，躲藏起来的虾人也注视着胡四才这边的变化。这次要不是我出现的及时，我的教主就要被人打死了。不过现在也好，传承给到了胡四才手上，等实力提升上去了，也就不会随便任人欺负了。对方要是知道他的满腔热血，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战斗，都是混沌大人用来让他们人族内斗的一步棋。要是有一天他知道这真相，不知道会不会哭出来呀？那三人估计已经得手了。原本下一个目标是莫道离这老散子，结果没想到他已经嗝屁了，这也省了我们很多功夫。黑旗、白旗，你们二人前去对付周岁凡，应该问题不大吧？一个最弱的剑仙罢了，收拾他我们还是有这份自信的。那盟主你，听说圆通大师前段时间和剑神较量有所突破，我自然要去拜访一番。这个恐怕有些冒险。要知道，圆通大师前段的突破可不简单，可是引出了剑神拔剑与其较量。这次只是以拜访为主，打探一下虚实，我并不会与他有过多交手，我还没有蠢到那个地步。道宗那边我还是不放心，落好你和清水一起去把道宗4界的人全部杀死，我不想在我们趁着这段时间对付其他人的时候，道宗再蹦出一个上3界的高手。属下遵命。此时，道宗上下一片素白，莫道离回来没有惊动任何人，来到大堂中央，看着正中间摆放的一口巨大的棺材，周围还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花圈，而棺材上面有一幅自己的画像，灵堂上还有着自己的一块牌位。我只记得把宗主的位置传给了徒弟，没说我死了呀！这帮小兔崽子，亏我还担心道宗出事，结果这些不孝子孙都开始给我办葬礼了。给我办葬礼是吧？明天直接表演一场接官祭，我倒是想看看这些小子的心脏是否强健。你可真别说，还挺舒服的，比我那床要强很多。莫道里有那么强的一身本事又有何用？不知道收敛，还不是这么早就死了？只是可惜你死得早，不然定让你尝尝我们的厉害。外面是谁这么嚣张？可惜了，怎么说也是个2界的高手，偏偏喜欢作祟。据说在棺材里面还是个衣冠冢，连尸骨都没有收回来。老子死了，你们就这么在背后编排我，等会我诈尸了，我看你们尴不尴尬。不过死了也好，这样就不用看着门中弟子在他面前惨死的样子。洛豪和清水来见了见这位道宗的上任宗主的牌位，就准备去完成他们此行的目的了。而此时在这大堂外面突然起了一层薄雾，这是快入冬了，晚上这么快就起雾了，有什么值得在意的？还是先赶紧去完成任务吧。起雾加上吴越，正是杀人的好时候，我们分开行动。怎么回事？我们可是朝着不同的方向走的，怎么又回来了？清水也在试图驱散这些雾气，却发现他无论怎么做，这些雾气都没有丝毫变化。谁在装神弄鬼？我可不相信莫道离会诈尸。是吗？一道苍老并且空灵的声音传来，而在大堂里面的棺材上，直直的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手拿拂尘，笑看着他们。装神弄鬼。
在我的地盘上要杀我的弟子，你真就把我当龙体？我们打不到他，他却能打到我们。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哪里遇到这种怪事？难不成他真是……怎么来到了这种地方？这上面怎么还有我名字？我名字怎么也在上面？别跟我装神弄鬼，有本事出来，站在我面前！你没事吧？这是幻术，我们在什么时候被分开了？快过来帮帮我！我不甘心呐！我才死了没多久，就有人想杀害我门中弟子。莫道离到底是如何死的？到底是遭遇了什么不祥？怎么会变成这般模样？这他妈的也太吓人了！冤有头，债有主，长风天叫我们来的。你若有什么仇怨，你先去找他呀。只要你放我一马，我绝对不会再来道宗了。哦，那我就给你们个通知。这长风天图谋甚大呀！为了对付我道宗，居然派出了2位3阶的高手，好大的手笔！明天就不吓唬那些弟子了。不过对于亲传弟子，我还是要给予一些慈爱关怀的。第2日，照常给死去的上一任宗主上香之时，所有弟子发现这任宗主脸肿得跟个猪头一样。昨天晚上修炼，因为悲伤过度，走火入魔罢了。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必为我多耗心神。少废话，拿命来！来！书接上回，长风天听从皇帝密令，派手下暗杀大周境内各路高手。你们2个乖乖束手就擒吧，说不定还留你们个全尸。哼，你们就这么自信？我周岁凡在你们眼里就这么不堪一击？少废话，拿命来！来！怎么可能？黑旗就这么死了？这不是最弱剑仙吗？怎么，你也想试试我这把剑吗？师傅，没想到你还有这等手段，刚才就该一人一剑把他们全杀了。我们快走！不对啊，刚才那种程度的剑，如果再来一剑，我必死。他没有理由放过我，难不成？属下遵命。走。对付一个4阶的人都这么费劲，看来那一剑给他带来的反噬不小。我猜的果然没错。吃完我们得赶紧走了，后面的人估计马上就追来了。走，往哪儿走？2位要不也把我带上？周剑仙，你那一剑得反噬不小啊。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个机会，只要你加入我们，我可以饶你一命。你要收买我，你早说呀！我还以为你们要杀我呢。我又不是不能谈，现在搞得我白白浪费了一次底牌，你们还损失了几位兄弟，这亏大发了呀！看来周剑仙是很乐意加入我们，不如这样，为了表达你的诚意，把你旁边的这位弟子杀了如何？也让我见见周剑仙是否像你自己口中说的那样，真的如此没有底线。等会儿你只管不要命的跳窗逃走，其余的事情交给我，能跑多远跑多远，找到牢里头，让他替我报仇。对赵玄洛来说，这是个痛苦的抉择，但是他必须这么选，不然2个人都死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周岁凡，我给过你机会了，可是你始终没有拿出诚意，这就怪不得我了。老板在吗？住店吃饭。哪儿来的臭小子，打扰本大爷办事，你找死！我看这张桌子有3个人了，我再过来拼个桌，各位不介意吧？哦，不介意。要是配合这小子那诡异的剑法，对付这人还不是手到擒来？刚才那一招居然对他完全没用，这人到底什么来头？这人一来怎么感觉周岁凡放松了不少？这位朋友，我们这里要处理一些事情，可否等我们处理？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该打！
这2届的高手就这么被拍土里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一段时间不见，这小子变这么离谱了？难不成他是什么大罗神仙？这段时间外出历练，觉醒了前世记忆，法力回归，天下无敌了。这是对你乱说话的惩罚。等会儿有话问你，在我没问你话之前，别乱说话，不然我让你体验一些更刺激的东西。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还是说你以前在藏拙？出去历练这几天，获得了一点小小的机缘，实力有了一点小小的增长，不足挂齿。你这是遇到什么机缘呀？不会是碰到仙人灌顶了吧？不至于，不至于，某些朋友的恩惠罢了。话说你是怎么回事？感觉你整个人萎靡不振的，境界都不怎么高了呀。用了一下底牌，一剑秒了一位2届，后劲有点大，导致现在境界一直在掉。原来是这样，之前胡四才被追杀，还以为碰到了什么仇家，现在周岁凡也碰到这种事情，2位上3届的高手接连遭遇袭击，未免也太巧了些。这事情不简单，是谁派你们来围杀上3届的高手？其他人的行动已经被发觉了，好在对方还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是大秦的人，是大秦针对你们大周江湖高手的一场围杀，顺着大周现在与北蛮打仗，借此机会削弱大周的武力，然后蜂拥而至，消灭大周。你撒谎！看来对方应该是知晓一些东西，这样说谎是瞒不过去了。我们是正义盟派过来的。我靠，你还真的说谎了，我就随便打2巴掌炸你一下。我看这人不怎么老实，要不你用让她怀孕来逼问她，这样应该会老实一点。终于知道什么叫最毒妇人心了，这是什么恶毒的提议啊！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这弟子平常看起来挺高冷的，像个一心练剑的剑痴一样，没想到是个白切黑啊！这么狠毒的方法都能想到，终究是小看他了。对，你再不说实话，我就让你尝尝怀孕的感觉。只要你放过我，我一定知无波言，言无不尽。策划这一切的人是谁？目的是什么？策划这一切的人是长风天，目的是统一整个大周的武林。你先别说话，等我带你去个地方，你再想一下你的措辞有没有问题。你们2个现在也不安全，要不跟我一起同行？现在江湖动荡，我想去一个宗门看看。虾仁果真变态，行走江湖尽是结交一些稀奇古怪的朋友。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也没有想到，居然还真的会有这么一个门派。终究是这江湖走的少了，看来以后还得多走走。合欢宗这种邪门歪道，为什么正义盟没有剿灭？跟我进去吧，这里的人可热情了。这种地方我感觉不太适合你这个女孩子来，先让为师去探探路，你先在外面等候一番。男人果然都是一路货色。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都说牵手广告特别多，我以为没人用呢，直到我同事用牵手脱单了，我去下了一个试下，没想到985211人是真多，无论是挑性格还是挑人长相，想找对象的人强烈推荐。虾兄弟，你来了呀！富贵，好久不见，有空房间吗？给我来一个，我这里抓了一个小贼，要审问一下。2届的修为原来只算一个小贼。这人偷你东西了，要我帮你审讯吗？绝对帮你把他自的服服帖帖的。你快问我呀，我什么都说，你快点问啊，问啊！着什么急呀？我先带你进去看看。一路过来，外面健身的都是男弟子，个个身体强健，而我现在正是女儿身，那岂不是要沦为顶炉了？富贵，你先跟宗主说一下，等我这边审问完了，我再去拜见一下。好的。现在审问开始，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是谁？大周皇帝。为什么？皇帝万人之上，帝国的主宰，怎么能够容忍自己无法掌控的东西存在？所以正义盟实际上是皇帝在江湖上培养的组织。是的。怎么可能？正义盟成立多年，比当今皇帝的年龄都大，他是怎么扶持起来的？因为现在的大周皇帝已经不是原本的他了，他是上一任皇帝。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现任皇帝被夺舍了。居然还真的有这种邪功，自己亲儿子都下得去手，虎毒都不食子呀！这老皇帝图谋甚大呀！先是发兵进攻北蛮，而现在又想统一江湖，这是想要对外征战，一统9国。这时间怕是又要掀起一场血雨腥风，只是这天下百姓怕是又要受苦。
现在皇帝实力如何？一切吧。这个不确定的语气怎么回事？你个当小弟的，连自己老大什么实力都不知道。他只吩咐我们做事，很多秘密是不对我说的。我只知道他能夺舍，他没夺舍之前，他的实力肯定是一切的。现在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还有什么情报？继续说，比如说你们现在上3界的高手有多少？要对付哪些人？我们先是派了3位高手去围沙湖4彩，又派了2位去往道宗猎杀道宗4界的高手，然后就是我和黑气2人来厮杀周岁反，长风天则去上明寺打探圆通大师的实力了。道宗那边莫道离已经回去了，那2个高手可能无了。围剿胡4才的那3个高手也被自己灭了，然后周岁凡又灭了1个，自己又抓了1个。这么算下来的话，长风天好像变成了光杆司令，真是可怜。你不用担心，凭借着你的实力，到时候再把老李头找回来，再找到你师父剑神，这么一番强联合灭掉他们，还是很容易的。我不是感觉棘手，而是为他们叹息。出师未捷身先死，8个上3界的高手，现在只剩1个了，倒霉呀！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都说牵手广告特别多，我以为没人用呢，直到我同事用牵手脱单了，我去下了一个试下，没想到9852111人是真多，无论是挑性格还是挑人长相，想找对象的人强烈推荐。只剩1个了，难道你杀死了另外5个人？严格来说，我只是顺手干掉了1个，不过另外2个人的死也是因为我。至于另外2个，莫道离应该不会放过他们。莫道离不是死了吗？葬礼都办好久了呀。那老东西居然没死，多新鲜呀！老李头还死了几10年呢，江湖传言你们也信？可是道宗不是已经给莫道离办葬礼了吗？对呀，你怎么知道莫道离没有死？我们之前在同一个地方前后脚回来的。哦，可怜的长风天现在都成光杆司令了，接下来该把他一起收拾了。于是，在合欢宗这边，虾仁简单的和赵大力他们见了个面，提醒他们这段时间小心注意后，就准备带着周岁凡他们离开了。妈的，被骗惨了！这个合欢宗连狗都是公的，就是一群武夫练肌肉的宗门，根本就不是什么双修门派。该透露的消息我都透露完了，这下完蛋了。而在另一边，长风天走出了上明寺的大门，深深的看了一眼上明寺的牌匾。这老和尚可真会装疯卖傻，半点东西都不肯透露，没有把握，我也不好动手，终究还是小瞧了他。不过估摸着白皙他们也应该完成任务回来了，到时候再和他们商量一番。你果然在这上面动了手脚，我该称呼你为父皇、哥哥、皇帝还是皇爷爷？你比你的这些哥哥们都要聪明，在某些方面，你比你2哥更像我，和我一样的聪明。你真的很适合成为一个皇帝。皇帝这个位置看似位高权重，其实限制极大。我对这个位置并没有太大兴趣。如果真的可以，我希望是真正的2哥坐在这个位置，我当个闲散王爷，偶尔帮忙出谋划策，这样的生活对我而言再合适不过了。曾经的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人终究是会变的。无情帝王家，无论再怎么展示自己的无害，别人都会防备着，不想做皇帝，也总会被人逼得做这个皇帝。少废话。自从你们拿了那本古书之后，我就知道你们肯定会再次返回，所以就在这御书房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这里面是你所需要的残魂吧？你怎么会知道？很惊讶是吗？要知道，旱魃你虽然作为行尸，但是你却有着自己的灵智，长生不老，这可是我一直所羡慕的。原本我还准备亲自去一趟石山，没想到现在你自己回来了，你们就好好的在这里待着，等我打完下一场战役，我就会带着我的胜利之师凯旋，横推9国。视频看到一半，突然有点嘴馋，吃个麻辣王子解解馋，麻辣爽口，好吃不腻，一单还不到10块。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大牌试用录的，我还买了很多小零食，身边的朋友嘴馋都直接在这里实施，基本领券后不到9点9，点商城进大牌试用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趁过年回家前，提前给家里置办好吃的零食年货，你们也去评论区看看吧。这下怎么办？连你都破不开，我也没办法。看见他现在的样子吗？你要不说，我会让你跟他一个下场。就算变成女子又怎样？就算你把我阉了又怎样？这些对我而言都是无所谓的，我是不会背叛陛下的。他统一天下，你这么卖命干嘛？跟谁混不是混，何必呢？换个皇帝服侍，说不定还能做得更高。人最重要的是识时务，我希望你能明白。我这一生什么苦我没吃过，为了活着，我吃过树皮，吃过粪便，甚至吃过至亲之人的肉。为了活着，兔爷我都当过。我想活着，但是有些东西对我而言比活着更为重要。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曾经的苦何必再吃呢？荣华富贵的生活不好吗？何必坚持那无用的事情？
无用的事情为陛下办事，对我而言是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懂的。怎么感觉自己变反派了？你为了皇帝杀死了多少无辜的人，你心里就没有忏悔吗？就没有惭愧吗？世人的生死与我何关？我降生于世，这世界从未给予我任何怜悯和希望。不要跟我说什么仁义道德，这些东西从未帮过我。相反，无恶不作才让我活到现在。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一个意志如此坚定的人，如果当初给他希望，有人把他引上正途的话，只是可惜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如果。看来得亲自去趟皇都了。书接上回，阿奇和汉拔被困御书房，而城外的杨碧莲等人见他们迟迟未回，开始担心起来。他们怎么还没回来？不行，我得去看看。你知道皇宫怎么走吗？你就去。我可以去找人问路呀。那我问你，你与汉拔谁强谁弱？你这不废话吗？肯定是我老大强。那你觉得阿奇与你相比，谁更聪明一点？哼，他也就比我聪明那么一点点。他们两人都没回来，你确定你一人去有用？那现在怎么办嘛？搬救兵。当然，你别指望我们俩能搬什么救兵，我俩最多给你找点炮灰回来。肯定不会让你们找，你们在这儿留着，防止有什么变故。我去找留在尸山的姐妹帮忙。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我就经常上闲鱼抢麦当劳超低套餐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麦当劳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行，只要没事，我们就一定会在这守着。阿奇前段时间一直在鼓捣一些东西，从他无意透出来的一些消息来看，皇宫里面的水很深，这一次这么久都没有回来，他和汉拔很有可能遇到了不小的麻烦。是啊，原本想着皇帝不在，有汉拔跟着，怎么着也十拿九稳了。果然是人算不如天算。另一边，虾仁等人也来到了皇都。皇宫我就自己带着白旗去，你们二人就先去道宗等我。对了，如果莫道离不见你们的话，你们可以跟现任宗主提一下莫道离没死的事情，再报一下我的名字，他应该会见你们。那就带路吧，白旗大人。少侠，你可别这么说，小的这就给您带路。白旗带着虾仁进入皇宫，一路上畅行无阻。等来到御书房前，白旗却停下了脚步。怎么停下了？曾经皇帝吩咐过，只要这2个雕像发生了偏转，御书房就不能进了，如若不进，生死自负。混沌大人，我在这里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好像是某位老朋友。那你先进去活动活动筋骨。哪儿来的猫？这猫不对劲，离那只猫远点。没想到能在这种地方碰到你，真是好运，只可惜你灵魂并不完整。混沌大人，你看，这是僵尸的化身之一，他在以前可给我们搞了不少麻烦，只要把这化身彻底磨灭，他以后就再也没有复生的希望了。他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先把他们放了。书接上回，阿奇和小铃木被困御书房，却意外被虾仁所救。你是谁？二位不用害怕，我是特地来此处调查凶兽封印一事。看二位出现在皇宫，应该也不是什么普通人吧？调查凶兽封印。你是何人？是什么身份？在下是第365代凶兽封印使兽神代理人虾仁。你也是虾家村的人？虾早会他？你说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会忘记他的功勋，我们将会永远铭记他所做的一切。对了，现在的大周皇帝很可能已经与凶兽勾结在了一起，甚至于有可能在用血肉喂养他。好，叛徒嘛，终于要到我出手的时候了，我等这一天好久了。我此前已经有所怀疑，不过这里不是闲聊的地方，我们先离开这里。这么精彩的视频，你看开心了吗？再说个更开心的好消息，最近闲鱼新推出了一款全新正品运动潮鞋品牌闲鱼小黄盒，现在上闲鱼搜小黄盒保证正品，假货包赔。现在推出新年许愿活动，可以抽188个免单资格和189元大额红包，大家一起来参与吧。在另一边，此时的道宗内，莫道离大弟子张远归作为现任宗主，亲自接见周岁凡。周剑仙大驾光临，在下有失远迎。我有一点要事要谈，你们都先退下。是。我要见莫道离。我知道周前辈与我师父有些交情，可是连我也不曾见他最后一面，连他死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只能给他见个衣冠冢。若是不嫌弃，可以去大堂里面祭拜一下。我师父的意思是见活的。虽然说家师平常爱开玩笑，但是不可能在关于生死的大事上作假，还请逝者为大，不要说笑。
虾仁，把这个名字在你师傅的灵位前说一下，我觉得他听到这个名字，晚上可能会来给我托梦，不介意我今晚在道宗留宿吧？周剑仙肯在道宗住下，是我道宗蓬荜生辉，怎么会介意呢？张远贵安排周岁凡和赵玄落住下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不多时，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从他的房间溜出，进入了周岁凡的房间。你在这里装什么呢？这一夜你都看了一炷香了。你来了就别装神弄鬼了。我这不是死的冤，来给你托梦了吗？逗你徒弟说的话，你还记上了？你现在这状态，你也遭遇袭杀了。不然呢？带着我徒弟出去历练没多久，就跑回来了。你是怎么认识虾仁的？他也算是我后辈了，我还和他切磋过几招，怎么不认识？咦，你菜的跟个狗一样，还没人家强，还好意思当人家前辈？我再怎么着也比狗强。虾仁叫你过来还说了些什么吗？他去了一趟皇宫，叫我们在你这里等他。想来也是，真有什么事，应该也不会吩咐到你身上，毕竟你现在这么弱，也帮不上什么忙。虾兄弟，好久不见。莫兄，别来无恙。这小子怎么戴个这么奇怪的面具？不知道，这小子一直有点抽风，难以琢磨。他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这三位是？这位是大周的七皇子李明哲，另一位是汉拔，这个是我俘虏的奴隶。后边要是没什么用的话，就找个地方埋了吧。我干了这么多，还打算把我埋了，讲不讲理了？他现在还有用吗？我现在想打他一顿。暂时没什么用，别打死了就行。你看着点，这个奴隶要是敢还手，直接拍死。不还手是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特意换了辆车，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比线下店多卖了20%。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我挑高价卖了，当天到账，拍卖价就是到手价。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这次你去皇宫可是有什么收获？皇宫下面有一头凶兽，怎么样？实力如何？这人问些废话，在我们那个时代，没点实力的都是直接打死，谁会费那么大功夫去封印呀？他能被封印，还是有些实力的。这得从2个角度回答，从你们的角度的话，强出天际；从我的角度的话，也就那样。莫道离听闻这话，也没有反驳的意思，虾仁有资格说这话。最后几人又关起门来，开始探讨起来。你那里还有什么重要的收获？根据我的推测，皇帝归来后可能会放出凶兽。他曾经说过，这次凯旋后他会横推9国，一统天下。我在他的御书房找到一本古书，记载着一种阵法，可以将血肉转化为修为，剩余的部分可能归于凶兽。他发动与北蛮的战争，目的可能是为了献祭血肉，帮助凶兽突破封印。你们几人先出去。你想当一把英雄啊？混沌大人可是又有什么计划？他不是要放出凶兽吗？我们就成为拯救皇都的英雄，将他推到人族的对立面，我们占据他的位置，获得人族的爱戴，再把这件事宣扬出去。那么在人族，我们就是正义神兽。混沌大人，你这招可谓杀人诛心呀！这个所谓的皇帝有些心寒，居然连自己的子民都不要了。记得以前那些家伙为了保护那些蝼蚁般的凡人，可是连命都不要了。人就是这样一个种族，当缺少了一个强大的外敌之后，他们就会不断的内斗和自我消耗。而我们以后要利用好这一点。我们当初之所以失败，就是给他们制造了太多的压力，让他们过于团结。而现在我们目的是让他们分化。记住，扮演好正义神兽，必要时为保护凡人受点伤，他们会更爱戴你。还得是混沌大人懂得多呀。咱们有些日子没回去了，免得在城外的杨碧莲他们担心，先去找他们吧。汉拔和阿奇将想法告知众人后，便回到了他们在城外暂住的地方，却发现空无一人。寻找一圈后，阿奇找到一张留下的纸条：你们多日未归，恐你们遭遇不测。我和小刘进城打探消息，杨碧莲回13搬救兵。若是你们平安无事回到此处，可进城寻我们2人，我们会在东门大道直走的第1家客栈停留。阿奇和汉拔便顺着地址找到王铁山2人，将他们带到了道宗。周岁凡、莫道离，这都是传说中的人物啊！我以前在路上碰见他们，大声招呼，都觉得荣耀万分。
这么精彩的剧情，肯定要更换一部新的设备来观看。那闲置下来的设备应该怎么办呢？最近身边人都在用闲鱼 APP 卖闲置赚钱，我们也赶紧把家里闲置的东西挂闲鱼，卖掉赚钱又可以买新的了。现在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用闲鱼已经好几年时间，已经卖了8000多块，真的太香了，你们也赶紧去试试吧。这个撸猫的年轻人是个什么身份？是了，这种越看不出来实力境界的人，越是可怕。打听点消息也好，方便相处，以免得罪大佬。他也是凶兽封印使，是里面的兽神代理人。虽然不清楚这个称呼代表着什么，不过应该很不简单，实力很强。还有他怀中的那只猫，也要注意点，汉魃都不是他的对手。看来在这里就算是只蚊子，也得小心点。大佬的圈子里没有普通的生物。既然人到齐了，我就说一些事情。面对皇都底下的凶兽，我不打算继续加强封印，我打算直接等他出世，将他直接斩杀。斩杀。不过在此之前，你们得想办法遣散皇宫周围的百姓。凶兽就在皇宫底下，他破除封印的第一时间，我肯定会想办法将其转移到别处。但是在他破除封印的时候，周边还是不要有人，不然那一个瞬间的事情，我可救不了那么多人。在不惊动皇帝和凶兽的情况下转移百姓，怕是有些困难。这件事情交给我如何？这小姑娘虽说是周遂藩的徒弟，可实力境界还没我高，能有什么高招？我爹是丞相，调配一些百姓还是能够做到的。这招实在是高啊！果然坐在这里的，除了我和小刘都不是什么普通人。不久后，皇帝凯旋归来，赵应天带领文武百官和百姓在城外迎接皇帝。早在几天前，虾仁等人便来到赵府，把皇帝的阴谋和秘密告诉了赵应天。周遂藩、莫道离，还有传说中的汉魃，以及一个比这3加起来都强的虾仁，而且还有一个亲皇子可以扶持上位。只要这次成功了，凭借女儿的这一层关系，以后不仅是在江湖上，还是在朝堂上，我赵家的地位都不可撼动。恭迎圣上凯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平身。此次与北蛮大战，诸位爱卿坐镇后方，稳定国内局势，保证粮草后勤，勤勤恳恳，为这次大战的胜利付出了不可磨灭的努力。诸位都是大周的功臣，皇上圣明。随后，皇帝便在城外进行了简单的封赏，之后便着急回到了御书房，推开房门，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老七啊，老七，终究是我小看你，这阵法非1阶以上不能破除，没想到就这么短短的时间内，你居然就能结交如此人物。既然如此，那我得提前放他出来了。于是李明战便打开机关，走进密道，来到了一个特殊空间。这么精彩的剧情，肯定要更换一部新的设备来观看。那闲置下来的设备应该怎么办呢？最近身边人都在用闲鱼 APP 卖闲置赚钱，我们也赶紧把家里闲置的东西挂闲鱼，卖掉赚钱又可以买新的了。现在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用闲鱼已经好几年时间，已经卖了8000多块，真的太香了，你们也赶紧去试试吧。明蛇，今日放你出去，可不要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这么久了，阵法祭炼早已将与我绑定，杀完我也会重伤，同时必是修为损失大大。我不会干这等蠢事，更何况出去之后，在这世间行走，我也需要你的帮助，我可不想再次被人封印。得到答复后，李明战便关闭了皇都的阵法，把之前收集的大量血肉献祭给明蛇。终于到我出手的时候了嘛！我那么大个凶兽呢，这就消失了。可不能破坏古建筑群落，毕竟这个皇宫怎么着也有个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走你！出钱为何偷袭于我？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该不会是想吞噬我吧？你这样的叛徒就该被吞噬。我背叛什么了？我怎么就成叛徒了？你勾结人族还不是叛徒吗？你是白痴吗？我怎么可能会那么轻易跟人类合作？我这是利诱帮助自己提前出事罢了。面对我就是这样的说辞，面对那些人类，你恐怕又是另一番说辞吧？真当我是傻子吗？
莫道离居然已经1届了，之前还以为这老家伙活不长了，没想到居然还突破了。你是何人？第365代凶兽封印使，兽神代理人。凶兽封印使，兽神代理人，这怎么可能？按照冥蛇的说法，这片大陆上应该不会再有凶兽封印使的后人。还有这个兽神代理人是什么？我可是完全没有听冥蛇提起过。那么不知诸位带我来到这里所为何事？你释放凶兽，还问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人族的事情，关你的行尸是什么事？怎么着，你还想伸张正义？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真是太省了。上闲鱼有钱花，快去闲鱼省钱吧。我们所在的地方只是小小的冰山一角，修炼环境被人封禁。我所做的不过是重新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利用凶兽打破禁锢，迎接崭新的修炼世界。难道我这也有错？不愧是当皇帝的，口才就是棒，残害血亲，献祭生灵，你所求的不过是长生罢了，在这里装什么大尾巴狼？我收拾你可以说是为了良心，但更多的是因为你惹到我了，让我一回来就到处马不停蹄的救人，现在还把凶兽放出来，既然你让我难办，那我就只能把你解决掉了。你确定要和我打？要知道，我们可都是超越1届之人，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超越1届之人是何其的少，何必自我消耗？不如我们联手。我全力一击，对方却毫发无损。再这么打下去，毫无意义，不能在这里耽误太久，得赶紧找到冥蛇，得联手才有机会。哼，想逃？你是剑神，跟你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功德之力还能这么用？想反抗朕，你们也配？看来得加大力度了。皇帝挣扎得更为剧烈，一个被囚禁的灵魂看着那熟悉的曼妙身影，想要活下去的欲望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强烈，也加入了这一场灵魂的争夺战之中。在功德之光的强烈照耀之下，老皇帝在这具身体里面建立的稳定结构开始崩塌，那些残破的血亲灵魂所建立的囚笼正在逐步瓦解。这不可能，我怎么可能就这样？这位大侠，你好啊。为了保险起见，我可不能让人有机会演我。不过看这情况，你应该就是原来的太子了。这点小伤，凭着老皇帝留下的超1届的身体素质，反正应该死不了。看来得去那边跑一趟了。这是混沌的气息，混沌大人不是死了吗？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真是太省了。上闲鱼有钱花，快去闲鱼省钱吧。混沌大人没死，你我何必如此？混沌大人没死，你很失望，对不对？混沌大人，快跟这个二货解释解释，他傻了。要是把我当成叛徒，大家都是凶兽，何必内部消耗？大家应该在你的带领下重铸。为什么混沌大人也会对我出手？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混沌大人，你们可千万不要听信那些人族的谗言，这些都是人族用来理解分化我们的手段。我永远都是凶兽的一员。我对这个人逼供了一番，他交代了一切。他说你要帮助他统一现在分化的人族，建立一个人族和谐有爱的大势力。等他们人族团结一致，还有我们凶兽的立足之地嘛。你终究是变了，变得不如以前那样清澈。你已经被人族的精神所腐蚀，放下了凶兽的高傲。别打了，别打了，我错了。好，想求饶，娃娃。你身上所传是功德之力，你是假的话，出去不要被他骗了。他身上的气息比你弱太多了，他肯定是假的。你的离间体太拙劣了，骗不了我。
既然要死，我就拉你这个冒牌货一起陪葬。看你这怎么doen？怎么可能？就算是真的混沌，也不可能毫发无伤。结束了，明手。还好是从脚下发动的攻击，没想到凌空漂浮1厘米这垃圾技能能在脚下建立1厘米的绝对防御，这恐怖的力量只是将我冲到了天上，却没造成任何伤势。好徒儿，许了什么愿望啊？保佑师傅能快点好起来。你这话说的跟真的一样。没有，这也是我许愿的一部分，只不过按照许愿的传统来说，说出来就不灵了。那你还告诉我？你自己问的呀。你们回来了。这人你不杀，留着干嘛？担心大周的皇位问题吗？我们这边还有个皇子可以继承皇位，不用担心没人统一大局的。这个就杀了吧。老皇帝的灵魂已经被我干掉了，现在他是原来的二皇子，也就是这副躯体真正的主人，只是现在还昏着呢。现在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干掉他，你就是新的皇帝。我二哥真的回来了吗？我看着那个老皇帝的灵魂被烧得魂飞魄散，现在肯定是你二哥的灵魂了。既然这样，那皇帝还是让他继续当吧。这可是当皇帝啊，就这么放弃了？就是，要是我的话，肯定。这件事情之后，夺回身体控制权的李明湛重新回到皇宫，在朝中提议将9天教立为大周的国教。大周的一切稳步进行，转眼间便到了冬天，又要过年了。李明湛处理好事务后，便来到道宗见虾仁。神女，她还活着吗？你一个皇帝专门来这儿就问这个，有些心思我劝你最好不要打了。神女此生不会婚嫁，我可不敢妄想，像她那样的人，怎可被困于深宫内院之中？她救了我，还救了那么多百姓，像她这样的人不应该就这么死去。我只要知道她还活着就行了。说完后，看虾仁没有再想说什么的样子，李明湛就起身准备告辞。以后先生如有什么需要，我定会全力相助，以谢先生这次救命之恩。只要你不继续惦记神女就行了。阿奇，为什么你不当皇帝？我不想享受到万人之上的荣耀，至于权力，我也没有过多的奢求。真的需要办点什么事的话，直接跟我哥说一声，也是一样的，还不需要我承担什么责任，也不用去处理那些奏章，应付那些大臣。皇帝权力很大，限制更大，现在这样自由自在，其实蛮好的。那你以后打算去哪呀？我跟你一起去找你的残魂吧，反正我也闲着。可别随便乱找，有什么残魂的消息，先通知我一声。虾大哥接下来有啥打算呢？在道宗过完年之后，我就去查看其他的封印。待新年来临之际，道宗上下张灯结彩，这一切都是在为跨年做准备。而在这一天，道宗的外面却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来人正是9天教的教主胡四彩。不过，对方并不是一人前来，还带来了一个小女孩。师傅，有客人来了，是9天教的胡前辈。胡老兄弟，怎么有空来我道宗了？顺路而来，主要还是有些事情想向这位虾兄弟请教。他我可做不了主的，你自己去找他谈。你们请坐。胡四才坐下后，刚要张口想询问神女的情况，却被虾仁打断。他还活着，不过若是还想要见面的话，就看缘分吧。救人可比杀人难，尤其是这么多人。胡四才听到这肯定的话语，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胡爷爷说来这里是找一位跟神女姐姐有关的人，对方说的还活着，看来指的是神女姐姐了。你就是阿乐吧？神女老是提起过你。那神女姐姐现在还好吗？她还好，只不过她现在还需要休养一些时间，以后你一定有机会再见到她的。之后的时间里，一行人便都留在道宗过年。小六反手拿刀，练习着一种玄妙的刀法。王铁山则是在呼吸吐纳。除了这几位外，还有4位金师。当一切战事结束后，这4位才赶过来。4位来到后直杀皇宫，结果被李明湛一人给俘虏了，随后便被送到了道宗。而莫道离众人比较远，手上掐起法诀，打算算什么东西。
小铃木现在在盘坐打盹，残魂收入体内之后，他这些天来开始变得有些嗜睡。阿奇就在他旁边跟着一起修行，而赵玄洛在一边练着剑法。周穗凡现在虽然是在盘腿修行，但实际是在沉思。该怎么跟下人说，他才能同意我加入凶兽封印使？要不跪下来求他，感觉应该没什么太大吸引力。毕竟之前跪了那么多次了。要不卖徒弟帮我牵线搭桥？但是这二人之前就认识，总感觉他们有事情瞒着我。现在境界跌成这样，靠自己修炼回去，得要猴年马月。新年礼物，哇哦！你放心，我不会让这份传承在我手中蒙尘的。签到时间已到，宿主是否现在签到？签到。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技能脏话扫把星。说的每一句脏话会给你身边最近之人带来霉运，但是请小心，霉运的大小完全随机，你自己也可能陷入其中。哦，这能力可以呀，只不过完全随机，这就意味着这个能力上限很高，下限很低，全凭运气，得想办法试验一切。怎么感觉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怎么回事？这技能还有延迟吗？流星朝我们飞过来了，快跑！这是怎么回事？道宗有的时候会莫名的遭遇一些劫难，比如说下冰雹、雷电狂舞之类的。据说这一切都是莫道离随意窥探天机所导致的。这不是我干的，虽然以前算过一些东西，撒过一些谎，但这次真不是我。你喜欢穿花裤衩被透露出去，就是家师说的。我曾经是犯过很多错，但这次真的不是我干的，你要信我呀。我相信他，真不一定是他干的，况且也没有什么人员伤亡，何必呢？总算有人相信我了。下人你还是太年轻了，这种老骗子的话，你怎么能随意相信？以后出门在外，要是遇到骗子，就你这样单纯，迟早被人骗得连裤子都没了。过完年之后，在道宗的各位开始各奔东西了。四大金师不回狮山，打算为汉魃保驾护航。小六和王铁山也继续跟着他们。周穗凡这段时间则是要重新留在黄州休养生息，恢复实力。而莫道离，他的大弟子张远归也建议他出去闯荡江湖。毕竟在他看来，为了保证道宗的安全，还是让这位前宗主出门游历比较好。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而美好的。虾仁也决定踏上新的旅途。诸位就此别过，出前我们走。